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第1集，前言。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隐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律与生活法则，它们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些心理学定律你或许还不太了解，或者对此熟视无睹，但你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因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生意人，都会在无形之中受到心理定律的影响。在这些定律的作用下，去做出决定，提出问题，思考办法，调节情绪，改善生活，追求成功。比如，我们常常产生疑问：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感觉从何而来呢？每个人都渴望洞悉自己广大而幽渺的内心世界。巴纳姆定律将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揭开你心灵的面纱。与他人初次见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首因定律在起作用。它会让你明白第一次闪亮登场的重要性，让你学会成功推销自己，用最好的形象示人。给予就会被给予，剥夺就会被剥夺，信任就会被信任，怀疑就会被怀疑，爱就会被爱，恨就会被恨。社会中的互惠定律让你明白，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你。这些心理学定律的神奇力量既令人惊叹，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以说，他们就像一个个变幻莫测的魔法师，操纵着我们的心理，决定着我们的态度，影响着我们的成败，改变着我们的命运。美国哈佛大学的瓦伦特博士指出，你可以承认乌云的存在，但别忘了乌云边缘的光明。这句话告诉我们心理学定律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作用，了解它们就能拨开乌云，见到光明。有句话说得好，凡事自有定数，成功自有成功之道，失败必有失败原因。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我们都习惯被这些心理定律所左右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和想法，看似纷繁无序，实际上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掌握了这些法则和规律，顺应潮流，并能够领悟和合理运用，谁就能找到成功之道，成功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掌握并运用好这些定律，可以让你做事事半功倍，处事顺风顺水，生活心想事成。本书呢，以通俗易懂和优美生动的文字，向大家介绍了32个经典黄金定律。这些定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全书内容详实丰富，既包括有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成功定律，也包括启迪人生改变命运的心理学效应，既有让我们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热情的职场规则，也有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却未必知道的趣味心理学效应，既有包含博弈智慧和策略的营销法则，也有企业管理者以及成功人士都在运用的管理心理学定律，几乎涵盖了个人成功与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的真相，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每个定律由详细的主题阐释、发人深思的启示、精彩的故事演绎以及实用的心理指导方法组成，深入浅出，实用性强，多角度的阐述和分析，便于满足不同朋友的需求。希望通过这本经典的定律启示和指导，帮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性，了解自然法则和心理规律，从而运用于人生中，使许多复杂和疑难问题迎刃而解。读者借助心灵的神奇力量，做到眼明心亮，思维缜密，头脑顿悟，获得成功、快乐
和完满的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第二集第一节，墨菲定律，潜意识成就强大的自己。爱德华·墨菲是一名工程师，他曾参加美国空军于1949年进行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定人类对加速度的承受极限。其中有一个实验项目呢，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的上方。当时呢，有2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有条不紊地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做出了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简单来说，墨菲定律就是越害怕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注意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犯错误。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第3集，与人较劲儿的墨菲魔咒。以下这些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信不信由你啊。无论你遭遇其中的某件事时是一笑了之还是听天由命，这种司空见惯的倒霉事儿或者难得的好运气总是影响和干扰着我们。这就是墨菲定律的作用。墨菲定律就像一个会念魔咒的魔法师，跟我们开着各种大大小小哭笑不得的玩笑。在墨菲定律的作用下呢，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美好，工作会变得更完善，也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工作上会错误百出。这样的生活场景你一定有过。比如说，你装着一枚金币，生怕别人知道，也生怕丢失，所以呢，你隔一段时间就会用手去摸一下兜，查看金币是不是还在。于是你的规律性动作引起了小偷的注意，最终呢，金币被小偷偷走了。即便没有被小偷偷走，那个总被你摸来摸去的兜，最后终于被磨破了，金币掉了出去，丢失了。再比如，每天上下班站在站台旁等车，你越是焦急地盼望公交车越是不来，等你不耐烦上了一辆出租车，发现自己要等的公交车也已经到站了。再比如说，你需要打出租车时，发现街道上的出租车不是被别人已抢先占用，就是半天不见车的踪影。而等你不需要坐出租车时呢，满大街都是显示空车字样的出租车。还有，如果有一片面包不小心掉在地毯上，一面涂满果酱，一面没有涂果酱，那么一定是涂有果酱的那一面会着地。还有，如果把一件事儿交给容易出错的人去做，那么就一定会出错。再比如，你越是担心股市下跌，那么结果往往是跌；你越是盼望它涨，它偏偏跌得越来越起劲儿。还有买彩票时，如果连续几期都没有出现大奖，最后一定会中出一个1000万或者过亿的巨奖来。比如你的衣袋里放着一把门钥匙或者一把车钥匙，当你想拿出门钥匙的时候，拿出来的往往是车钥匙。再比如，你越害怕出丑的场合，则越出丑。比如下楼梯时跌倒，恰好被别人看到。再比如说，旁边的同学或者同事津津有味地看小说或者玩手机游戏，好几次都在老师或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过关。于是呢，你也忍不住想开个小差，只一次读小说或者玩游戏，就被老师或领导逮个正着。再比如说，你总是在最后寻找的那一个地方找到了你遗失的东西。还有，你越是认为东西不可能丢在那里的地方，东西偏偏正是丢在那里。再比如说，超市连续2-3天搞促销，你没有注意，
当你注意到并决定第二天赶早来抢购时，商品呢却已经恢复了原价。还有，当你渴望成功时，成功往往来得很晚；当你讨厌失败时，失败却早早的不请自来；当你灰心丧气地放弃了一件事时，机会往往又来了。再比如说，每当你准备实施一个计划时，总有一些另外的事情会不期而至，它们总是来得特别及时。还有开车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你在右车道上开车，总是感觉左车道上的车比你的车开得更快。那当你转过弯来到左车道时，又会感觉右车道上的车开得更快。再比如，每次你将坏电器拿去修理部准备修理时，它往往表现得非常好，而当你拿回家使用的时候，它又变得不听使唤了。这些可能都是墨菲定律在起作用。那各位朋友，你在生活中还有被哪些墨菲定律决定的事情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聊。墨菲定律说明，越害怕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原因就是害怕发生，所以会非常在意，注意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犯错误。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所有的事儿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会出错的事儿总会出错。所以呢，我们在做事前应该是尽可能想得周到全面一些，避免不幸的事情发生。即使发生，我们也要勇敢面对，解决困难。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潜意识助你远离痛苦。从媒体上不断传出自杀新闻，淡水河畔曾发生一起母亲在子女面前跳河的惨剧。隔几天，同样在淡水河，又发生一起19岁男子在父母面前跳河事件。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泰国有一名女子竟然跑到曼谷的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鳄鱼养殖场，在大批游客面前跳潭自杀，当场被100多只鳄鱼分尸。大家在震惊之余，不免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大的勇气自杀，而不愿意将这股勇气拿来挑战人生呢？事实上，人对于未来会感到不安与恐惧，害怕面对死亡，也因此知道珍惜生命。虽说如此，但是为什么还有人敢自杀呢？这和人的潜意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人对某些事情感到痛苦时，这个痛苦就会不断传输给潜意识，而潜意识呢，就会忠实地依照信息，在情境来临时去实现。潜意识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掌控我们的意识呢？如果我们将人比喻成一艘船，潜意识就像船长，引领船只驶向心所向往的地方。换言之，潜意识就是我们意识里的相信，这种相信使潜意识认同，而使相信变为真实。例如，我们心中一直惧怕某件事的发生，心中一直挂念着，果真这件我们极不愿意发生的事儿就会发生。所以有人往往在事后会认为自己早有预感，其实预感就是来自我们长期给予潜意识的信息。世界著名的走钢索专家卡尔华达伦曾经说过，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其他都只是等待。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走钢索的生涯，所以每次表演都非常成功。但是在1978年，他在波多黎各的一场重要表演中，竟然意外地从23米高的钢索上坠下而死。事后呢，他的太太道出了原因。他说，在表演的前3个月，华伦达开始怀疑自己在这次的表演中可能失败，所以他不时忧虑着，万一失败掉下去怎么办呢？
在表演的当天，他因为不放心，还一反常态，特别去检查钢索是否牢固，但是却没有因此更为小心，导致了这场悲剧。人的行为有 90% 是受潜意识所控制，而潜意识是从我们出生开始，经过每日意识沉积所形成的。所以呢，它不仅会反映在我们的心理上，更会反映在我们的生理上。因为人的身体是由自律神经所掌控，而自律神经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作用而形成的。如果两者作用互动平衡，自律神经就会正常，我们身体各方面的运作也会因此协调。而我们是无法用意志去控制自律神经的。例如，当我们感到生气、焦虑、恐惧时，交感神经是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使心跳及血压跟着起伏，整个身体就会不听使唤，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就连肌肉都会紧绷起来。如果长时间下来，我们的心理都是处于低潮或情绪的紧绷状态，身体就会产生极大的警讯，最后也会因为我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而使我们崩溃，理智完全被潜意识掌控。自杀的动机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因为人感到痛苦，所以不断告诉自己死去总比活着好。潜意识就产生活着干什么的意念，最后终于带领人走上死亡。所以呢，人应该时时刻刻朝正面思考，而不要让负面的痛苦沉淀。例如，我们信仰宗教，求神拜佛，无非是祈求痛苦能获得解脱。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在告诉潜意识，我们要远离痛苦。重复的告知，潜意识确实就会带领我们远离痛苦。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勇敢地面对和正视错误。众所周知，人类即使再聪明，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到完美无缺。正如所有的程序员都不敢保证自己在写程序时不会出现错误一样。容易犯错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这也是墨菲定律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想取得成功，我们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想方设法回避错误，而是要正视错误，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让错误成为我们成功的垫脚石。关于这一点，丹麦物理学家雅各布·博尔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一次，雅各布·博尔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但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一味的悲伤叹惋，而是俯身精心地收集起了满地的碎片。他把这些碎片按大小分类，称出重量，结果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到10克的稍多，0.1克和0.1克以下的最多。同时呢，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表现为统一的倍数关系，即较大块的重量是次大块重量的16倍，次大块的重量是小块重量的16倍，小块的重量是小碎片重量的16倍。于是呢，他开始利用这个碎花瓶理论来恢复文物、陨石等不知其原貌的物体，给考古学和天体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事实上，我们主要是从尝试和失败中学习，而不是从正确中学习。例如，超级邮轮卡迪兹号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沿岸爆炸之后，成千上万吨的油污染了整个海面及沿岸。于是石油公司才对石油运输的许多安全设施重加考虑。还有，在三里岛核反应堆发生意外后，许多核反应过程和安全设施都改进了。可见，错误具有冲击性，可以引导人想出更多细节上的事情。只有多犯错，人们才会多进步。假如你工作的例行性极高，你犯的错误就可能很少。
但是如果你从未做过此事，或正在做新的尝试，那么发生错误在所难免。发明家不仅不会被成千的错误所击倒，而且更会从中得到新创意。在创意萌芽阶段，错误是创造性思考必要的副产品。正如耶垂斯基所言，假如你想打中，先要有打不中的准备。现实生活中呢，每当出现错误时，我们通常反应都是真是的，又错了，真是倒霉啊。这都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逃避倒霉、失败等，总是对自己心存侥幸。殊不知，错误的潜在价值对创造新思考具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明史上，就是充满了利用错误假设和失败观念来产生新创意的人。哥伦布以为他发现了一条到印度的捷径，结果呢，却发现了新大陆。开普勒偶然间得到行星间引力的概念，却是由错误的理由得到的。爱迪生也是知道了上万种不能做灯丝的材料之后，才找到了钨丝。所以呢，想迎接成功，先放下你的侥幸心理，加强你的冒险力量。遇到失败，从中汲取经验，尝试寻找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墨菲定律的身影随处可见。比如在交际中，你越是不想见到某人，跟某人相遇的机会越会增加。如果你不小心把一片刚刚涂好果酱的面包掉在了新买来的地毯上，结果往往是与你所祈祷的相反，总是有果酱的那一面朝下。早上上班起床的时候，怕被孩子吵醒，你一再的注意，结果孩子还是叫住你。在街上准备拦一辆车去赴一个时间紧迫的约会，但你会发现街上所有的出租车不是有客，就是根本不搭理你。而你不需要出租车的时候，却发现有很多的空车在你周围。只要细心观察，有很多事情和墨菲定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3年9月，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得知，一位艺术品经纪人手上有一座大理石青年立像。该立像据说出土于希腊，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保存得非常完好，可谓稀世珍宝。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面临着一个严肃问题：这座雕像是真还是假呢？博物馆组织了专家，展开了非常谨慎的调查工作，还专门聘请地质学家用高科技技术检验石材的年代。经过长达14个月的调查后，博物馆实在没有找到证据证明雕像是赝品，因此呢，高价购入。雕像入驻博物馆之后，许多世界顶级的古文物专家慕名前来参观。但就在看到了这座雕像后，他们都认为不是真品。这些专家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检验，他们只是在看第一眼的一刹那就感觉哪里有不对，可又说不清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古希腊雕像专家说，他看到雕像的第一眼感觉就是它很新鲜，一点都不像埋在地下几千年的。还有一位博物馆馆长说，感觉这个雕像从未在地下埋过，很奇怪啊。博物馆面对众多专家的怀疑也动摇了，于是又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调查，并翻阅相关文献。结果发现，这些专家的感觉不对是正确的。专家们和那位博物馆馆长的直觉验证了墨菲定律。人们觉得可能出错的地方就一定会出错。在技术上很难分清真品和赝品的东西，在感觉上却分辨出来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的感觉是灵敏的，而且有时是正确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做好准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失误和损失的发生。那我们如何来通过测试判断自己的直觉灵敏度呢？下一集我们来做一个测试。我们来分享一则测试，以下的问题用是或者否来回答就可以。第一题，你曾经在门铃响时就料到谁来你家吗？2，你经常在没有技巧的情况下也会赢一些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吗？3，衣服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它合不合适吗？4，你曾经觉得现在发生的事儿曾在某时丝毫不差地发生过吗？5，玩猜猜看的游戏你经常赢吗？6，在冥冥之中曾经有人指示过你吗？7，你的命运真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纵吗？8，你曾经在对方尚未开口前就知道他想讲什么吗？9，你能够凭第一眼就确定你以后和他的交往程度吗？10，你能够感觉到一个陌生人的好坏吗？11，曾经一看到某套衣服立刻有一定要买下它的直觉吗？12，你曾经有过特别想念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时，那人就突然跟你联系吗？13，你曾经有过觉得某人不可靠的那种直觉吗？14，你曾在拆信之前就已猜到信的内容吗？15，你曾经有过对陌生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吗？16，你曾经因为不好的预感而取消出行的计划吗？17，你曾经在半夜醒来担心某个亲友的安危吗？18，你曾经没由来的讨厌某些人吗？19，你曾经接口别人未讲完的话吗？20，你相信一定会在生命的某一刻遇见一个最合适你的人吗？接下来我们看看测试结果。以上的20道题呢，回答是得1分，回答否得0分。如果您的得分是0分的话，你几乎没什么直觉。如果你慢慢培养自己的直觉，会发现直觉会带来不少方便。如果您的结果在1到9分，虽然你的直觉很强，不过往往不晓得如何有效地运用，不妨让直觉来为你做某些决定。你会发现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出现在一念之间，其效果有时胜于苦思得来的。如果你的结果是10到20分，你是个有敏锐直觉的人，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积极的思想有助于事业兴旺。长久以来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前途迷茫、没有希望、怨天尤人的状态下工作的。可就在瞬间，在任何征兆都没有的情况下，某种思考涌进了我们的意识，构筑了我们的思想，进而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某家小型企业遭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业绩不振，已经到了要宣告破产的地步。经营者呢，不但背负巨债，更有许多债权人威胁着要打官司。在这样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破产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个企业经营者呢，整个人变得意志消沉、憔悴萎靡，每天上班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件痛苦的事儿。只要一进入公司，讨债的电话便蜂拥而至，刺痛他全身的每个部位。有一天，他在下班搭乘电车的途中，读到了一本杂志，其中一则记载某位人士买下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并通过努力终于使这家公司起死回生的报道，深深吸引了他。他能够改变破产倒闭的命运，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我应该也可以做得到。这位经营者在心底燃起了创造性的火焰，他开始从办得到、干下去的观点来重新考虑事物。他不再以萎靡不振的样子出现在公司，完全相反，
第二天一大早，他急忙乘坐电车，一进公司便要求经理将所有债权人的电话整理出来。然后呢，他开始打电话给每一位债权人。能否请您再宽延一段时间呢？届时我会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他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诚恳态度拜访对方。其中一位大债权人试探着问他：你是不是接到一大笔订单呢？他回答：不是，但我得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重新振作的勇气。这位债权人发自真心地鼓励他，说：听起来好像不错，好，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你。凭着真诚自信，这位面临破产的经营者竟使得连准备告他的债权人也都转而协助他。负债的压力一消失，他便集中全部精力于公司的起死回生上。而且由于他重新充满了活力、勇气，公司顺利地接下许多订单。不久，他公司账簿上的赤字逐渐消失，开始转亏为盈。思想转变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对人生持积极态度，又敢于同世俗挑战的人，勇于压倒一切困难的人，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才能永远在生活中抱乐观态度。如果你乐观，每天都有令你开心的事儿；如果你悲观，每天都有使你烦躁、苦闷、伤心、失意的事儿发生。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一个成熟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对生活满怀信心和希望的人，就能把自己完美地融入社会群体之中，就能适应多种环境并获得成功。成功者和失败者都有自己的白日梦。不过呢，失败者常常是虽期望得到名声和荣誉，但却从不真正为此做任何事情，只好在想入非非中度过一生。成功者呢，则注重实效。当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希望和抱负变成现实的时候，即使在重重摔倒以后，总是有理由坚强地站起来。他们从来没有被暂时的挫折击倒，而是勉励自己采取行动，向着目标奋勇攀登。成功者总是年复一年地致力于某件事儿，以求得一条最合理、最实际的前进道路。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成功者都显示出创业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毅力。成功者共有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仍然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别人可能会说什么。考察一下一些知名人物的早年生活，你会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痛苦地遭到老师和同事的阻拦和泼冷水，而反对的焦点却恰恰是后来他们出类拔萃的方面。人们断言他绝对办不成想干的事儿，或者说他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但他们不听这一套，坚定地按照自己的信念干下去。要有点耐得住烦的本事。单纯一件事儿，只要肯下功夫，要把它做好并不难，但一扯上人为因素，简单的事儿也会变复杂。而依人的智慧、经验、价值观念以及利益的不同，这事儿的复杂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就好比一条绳子打上了千百个结，世上的事儿多半是如此。比如公司调整人事，好的位子人人想要，施压的施压，钻营的钻营，这就是打了千百个结的绳子。商人要争取大生意，几年前就开始打通人脉，收集情报，训练人员，每个步骤都是问题，也都需要解决。这也有如打了千百个结的绳子，而要解开这些绳子上的结，要的便是耐烦。事实上，要做好一件事儿，解决一个问题，最需要的是智慧、经验。那么，为何在此特别提出耐烦二字呢？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有智慧有经验的人固然能做好事儿，也能解决问题，但若没有耐烦的本事，则无法做好磨人磨得发狂的事儿，
也无法解决复杂多变、不知从何下手的问题。所以，不能耐烦，徒有智慧和经验，还不能成就大事。耐烦是和客观环境比耐力，也在和竞争对手比耐力。你能耐烦，就不会输。若因不耐烦而半途放弃，那么就先输了。很多人在人生竞赛中落后的人，都是因为不耐烦，而不是因为智慧不如人。在工作中，往往有一些琐碎而无价值的事儿，通常是一些不重要的任务或工作，而且报酬低。它消磨你的精力和时间，因此让你不能处理更为重要且当务之急的工作。琐碎无价值的工作可能是将文件归档、清理办公桌抽屉、日常文书工作，或者没有紧迫任务时任何人都可以做的那种工作。如果你刚刚踏上工作岗位，面对每天这些琐碎而无价值的事儿，是不是会感到厌烦呢？尤其是在社会中的人，很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往往会不屑一顾。人生一世，谁都不敢平庸，都想成就一番大业，不虚此生。可是这世界上能干事儿的人不少，成大业的却不多。究其原因，方方面面主客观因素都有。比如要有良好的社会背景，有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要有智商、有文化、有修养等。但耐不得烦，却是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要能耐得住烦，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不为眼前的得失而影响大目标、大事业。耐烦就是不要急功近利，不因小失大。能耐一次烦，便能耐二次烦。这种本事一变成习惯，将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这种耐烦的本事，年轻人尤其要能学到。不要说你年轻气盛而做不到，那是托词。这里能告诉你的只是，越早学到，越早获益。至于如何培养耐烦的本事，这并无捷径，也没有速成班，更没有补习班可以教。这是个人意志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只要在碰到很烦的事儿时，便告诉自己要耐烦，然后仔细的、耐心的、不动气的分析该如何做这些事儿，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慢慢的，你便有了耐烦的本事。丢弃好高骛远，才能挽住成功。现代社会并不缺少伯乐，而是你自己还没有成为一匹千里马。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做，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美国西部是一个有很多发展机会的地方，也是个能赚大钱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许多年轻人都从家乡出来，不远千里到那里打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其中有2个年轻人，一个叫托尼，一个叫罗斯。他们2个是在去西部的路上偶然相遇的。说起打工的事情，2人都很激动，于是结伴而行，成了朋友。这2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到了美国西部，2人找到住处后，立刻就开始去寻找工作的机会。有一天，2个人在去找工作的路上，同时看见一枚硬币躺在地上。托尼却像没有看见一样，抬脚就走了过去。但罗斯却停了下来，弯下腰，把那枚硬币毫不犹豫地捡了起来。托尼看见罗斯弯腰去捡那个硬币，眼中就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想，这个朋友真没出息，一枚硬币他都弯下腰去捡，哪像一个要干大事业的人呢？还是趁早分开好，省得将来拖累我。而罗斯见托尼像没有看见那枚硬币似的走了过去，心里也在想，这个朋友还说要做大事呢，眼看着钱就让他白白的从身边溜走都不去捡，这样的人怎么能成就大事业呢？以后该劝劝他，免得浪费了大好青春。后来2人同去一家小公司应聘，老板说了要做的工作，也讲了工资的多少。托尼一听，感觉工作不仅累，而且工资又很低，所以不屑一顾地离开了。
罗斯呢却很高兴地留了下来。工作的确很累，但罗斯咬牙坚持了下来，勤奋且努力地工作着。而托尼走了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但他都感觉不太满意，认为不适合自己，所以一直还在不断努力地寻找着机会。2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天，两个人在街上不期而遇。罗斯因为工作脚踏实地，所以很得老板的赏识，提拔他为经理。又因为罗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攒了不少钱，因此就自己开办了公司，成了老板。而托尼却因为对那些公司的工作都不满意，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这个事例说明了，只有结合自身的情况，从实际出发的人，脚踏实地地走下去，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些好高骛远的人，虽有梦想，但不从实际出发，最终梦想只能依然是梦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医给人看病主要靠的就是经验，而现在一些中医学院里的教授专家，虽然在研究中医理论中都是一流的人物，但若让他们去实际操作，给病人们拿药看病，却是非常的普通。这样的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也是只熟知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一塌糊涂。一个著名中医学院的毕业生，本来是想在学校中继续待下去，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但因为学校人才过剩，他只好屈就到了一家中医院就职。这家中医院主要缺乏的是一线的大夫、药剂师等，所以呢，这个毕业生到了医院后就被安排在门诊部进行实习。这个学生感觉医院如此安排是对人才的浪费，心想以自己名校的学历进了这家医院，即使不做理论方面的权威，也至少应该干个什么小领导的。却没有想到自己被安排到了这个小小的门诊部。而要在医院当领导，不但需要能力，还要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资历必须到一定的年限才行。了解了这些后，这个毕业生感觉到面前的一切都离自己的梦想遥遥无期，于是非常后悔当初来到了这家医院。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在医院待了几天就烦了，他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那些古怪且倔强的中医老头，各种病症的病人，难闻的中药气味等等，这些都让他感觉难受，身体心里都不舒服。虽然看似在实习，其实他不配合那些有经验的中医，并且在他们面前整天怨天尤人，做起事儿来也笨手笨脚。几个月过去了，他还不能开出一张像样的单子，更别说望闻问切这些需要用心才能学习到的治病方法了。他甚至连病人的脉搏也找不准，每次几乎都是在帮倒忙。有一次，这个毕业生与一个老中医发生了冲突，他当着病人的面把中医说成是巫术，是唬人的把戏。这些轻蔑的话让老中医气急了。恰好院领导也在旁边诊治病人，看到这个年轻人不但对工作散漫不认真，好高骛远，而且如此诋毁自己的工作，就将其辞退了。这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天之骄子们，他们忘记了饭需要一口一口的吃，任何事儿都不可能一口就吃个大胖子的道理。要知道，即使是那些登上月球的人，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在地面上，不可能从半空中出发。蘑菇定律告诉你顺利度过蘑菇时期的3大诀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应该时刻记住，在我们正处于蘑菇的成长期时，不要一味强调自己是灵芝，这样反而是百害而无一益的。要利用现在的环境加快成长的步伐，才是关键所在。以下方法有助于你顺利地度过蘑菇时期。第一个，从最低层做起，认真面对现实，消除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年轻人走出校园时，认为自己一开始工作就应该得到重用。
但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也缺乏担当重任的能力，所以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消除不现实的幻想，稳扎稳打，练好自己的基本功，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第二，加速适应社会的步伐，更好地融入社会。要想在职场上游刃有余，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还要有各种的社交能力。那些办事能力强、工作积极的人，都有某些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思考模式。职场新人如果能适应职场中的行为模式和游戏规则，往往能在最初一段时间的蘑菇时期后快速适应社会。第三，取得成绩要知不足，避免沾沾自喜。对于初出茅庐者来说，在做完工作取得成绩之后，总是希望上司和同事会注意自己，并得到他们承认和赞扬。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点成绩都会被别人看在眼里，因此避免沾沾自喜的心态，沉下心来，考虑还有哪些方面的不足，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为了取得更大的成绩，应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第15章，羊群效应，别被潮流牵着鼻子走。在一群羊面前横放一根木棍，第一只羊跳了过去，第二只、第三只也会跟着跳过去。我们再把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样向上跳一下。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也称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人们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之一。人们很容易受到大多数人趋向的影响，导致盲从，结果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羊群效应指由于对信息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进而产生从众行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进入一个陌生的场所后，如果对该场所的规则不甚了解的话，就会暗暗地模仿其他人的举动，以免自己做出超乎规则的举动，遭到他人的嘲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便是一种从众行为。所谓的从众行为，就是对于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情境，或者自己不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的场合，为了避免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不合时宜，招致别人的取笑，很多人一般会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做法，以致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同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体会，一个卖菜的地方没有人买，当你走过去挑菜准备买的时候，就会有人跟着过来挑，一会儿人就聚满了。美国人詹姆斯·瑟伯有一段十分传神的文字来描述人的从众心理。突然一个人跑了起来，也许是他猛然地想起了与情人的约会，现在已经过时很久了。不管他想些什么吧，反正他在大街上跑了起来，向东跑去。另一个人呢，也跑了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兴致勃勃的报童。第三个人，一个有急事的胖胖的绅士，也小跑起来。10分钟之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嘈杂的声音逐渐清晰了，可以听清大堤这个词儿。决堤了？这充满恐怖的声音可能是电车上一位老妇人喊的，或许是一个交通警说的，也可能是一个男孩子说的。没有人知道是谁说的，也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2000多人都突然地奔逃起来，向东的人群喊叫了起来，东边远离大河，东边安全，向东去，向东去。你可以做个实验，当你站在大街上抬头望天看时，立刻会有第二个人站在你的旁边抬头往天上看，接着就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一会儿就会有一大帮人跟着你往天上看。其实天上除了云彩，什么都没有。个人很容易受到人群行为的操纵，让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通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对的，个人服从多数一般是不错的。但缺乏分析，不做独立思考，不顾是非曲直的随大流走，则是不可取的，是消极的盲从。学者阿西曾经进行过对人们的从众心理实验，结果在测试人群中，仅有1/4到1/3的被试者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保持了独立性。可见，它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从众性是人们与独立性相对立的一种意志品质。从众性强的人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别人意见并付诸实行。谢里夫·穆扎法是美国心理学家，他曾经做过一个与自主运动效应有关的实验。在实验中呢，他要求参与者判断一个光点的运动量。该光点出现在一个全黑的背景上，没有任何参照点。虽然它实际上是静止的，但看上去是运动的。这便是称之为自主运动效应的知觉错觉。在最初的时候，谢里夫让参与者单独做出判断，个人判断的差异很大。然而，当参与者被召集在一起，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判断时，他们的判断就趋向一致。他们一致认为，看到光点朝着同样的方向移动，并且移动量也相同。随后呢，谢里夫让参与者结束集体观看之后，独自回到同样的暗室，让他们重新判断光点是否移动。实验发现，他们仍然遵从刚刚形成的群体规范。人们之所以会从众，有时候是受到了信息性的影响。所谓的信息性影响，便是希望准确无误地了解特定情况下的正确的反应方式。就像那个古老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阐述的一样，虽然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皇帝穿着衣服，但是他们不确定其他人是否看到了皇帝的新装。如果自己说没有看到衣服，便会被视为愚蠢的人。于是每一个人都追随其他人的观点，一致赞不绝口地说皇帝的新装多么美妙绝伦。所以呢，一个人越见多识广，对于自己的观点越自信，便越不容易被群体的力量所征服，从而成为一个有见解的人。同时，在实验中还体现出这样一种现象：群体解散后，那些参与者独自回到暗室后，仍然遵从既已形成的群体规范。这正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因为随后的研究发现，关于自主运动所形成的群体规范，在1年后的测试中依然存在。即使最初创立规范的小组成员都离开后，最初所形成的关于自主运动的观点仍然传递了下来。通过这个实验，你便会明白，那些传统规范为什么至今仍然操纵着现代人的生活了。理性消费，不盲目跟风。喝惯了绿茶、橙汁、果汁的人们，如今有了新的选择。以王老吉等为代表的一批功能性饮品纷纷上市。这些功能性饮料的显著特点是，它们除了饮料所共有的为人体补充水分的功能外，都有一些药用的功能，声称有去火、瘦身等功效。伴随着那一句句时尚动感的广告词，王老吉一路走红，大举进军全国市场。虽然王老吉最初流行于我国南方，北方人其实并没有喝凉茶的传统，但是呢，王老吉药业巧妙地借助人人皆知的中医上火概念，成功地把王老吉打造成了预防上火的必备饮料。淡淡的药味，独特的清凉去火功能，令其从众多只能用来解渴的茶饮料、果汁饮料、碳酸饮料中脱颖而出。酷热的夏天，加上现在人爱吃麻辣川菜，给了消费者预防上火的理由，当然也给了人们选择王老吉的理由。然而，药品专家提醒，理性消费，不跟风。
医学专家指出，在王老吉凉茶的配料中，菊花、金银花、夏枯草以及甘草都是属于中药的范畴，具有清热的功能，药性偏凉，不宜当作普通食品来使用。专家表示，夏枯草的功用是清肝火、散郁结，用于肝火目赤肿痛、头晕目眩等等。它和菊花、金银花配在一起时，应根据具体对象的身体状况对症使用。专家认为，凉茶这种饮料并非老少皆宜，脾胃虚寒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不宜服用。脾胃虚寒的人服用后会引起胃寒、胃部不适症状，糖尿病患者服用后则会导致血糖升高。可见，功能性饮料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消费跟风的例子还不少。比如每年大学必有的散伙饭。所谓的散伙饭就是离别饭，3、4年的同学生活、宿舍密友，转眼就要各奔东西了。这个时候自然要聚一聚，喝酒聊天。于是散伙饭成了大学生表达彼此间依依惜别之情的方式。然而，本来是为了将散伙饭作为大学里最后的记忆，却渐渐地变了味儿。散伙饭不仅越吃越多，有的越吃越高档，越来越上档次，价钱也越来越高昂，成了奢侈饭。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吃散伙饭，显然已经成了一种定律，届届相传。其实散伙饭只是大学生的一种跟风现象，这种一味跟风，只图一时宣泄情绪的行为，往往给许多学生的家庭带来财务负担。对家庭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已经是花费了不少钱财，豪华的饭局却又加重了家庭的开支。家庭富裕的也许并不会怎么在意，然而家庭比较贫困的呢？为了不丢孩子的面子，再穷也要让孩子在大学的最后时刻风风光光的毕业。这不仅突出了同学间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反而容易引起贫困生们的自卑心理。对于学生而言，绝大多数是依赖父母，有钱就花，花完再要。大板饭局只为跟风攀比，满足虚荣心，十分不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财观、消费观，助长了社会杯酒交盏、排场十足的铺张浪费之风。不仅如此，错误的消费观念还会影响到大学生日后就业，他们甚至可能所挣的工资会连在校时的消费水平都不如，这也就相应的加大了他们就业的压力。羊群效应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并不是谚语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市场中的普通大众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人们喜欢凑热闹，人云亦云。有时候，群众的目光还投向资讯媒体，希望从中得到判断的依据。但是，媒体人也是普通群众，不是你的眼睛，你不会辨别垃圾信息，就会失去方向。所以，收集信息并敏锐地加以判断，是让人们减少盲从行为，更多地运用自己理性的最好方法。做一匹特立独行的狼。老猎人圣地亚哥最喜欢听狼嚎的声音，在月明星稀的深夜，狼群发出一声声凄厉哀婉的嚎叫，老人经常为此泪流满面。他认为那是来自天堂的声音，因为那种声音总能震撼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老人说，我认识这个草原上所有的狼群，但并不是通过形体来区分它们，而是通过声音。狼群在夜晚的嚎叫，每个狼群都是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并且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以区别于其他的狼群。在许多人看来，狼群的嚎叫并没有区别，可是我的确听出了不同狼群的不同声音。狼群在白天或者捕猎时很少发出声音，它们喜欢在夜晚仰着头对着天空嚎叫。对于狼群的嚎叫，许多动物学家进行过研究，但不能确定这种嚎叫的意义。也许是对生命孤独的感慨，也许是通过嚎叫表明自身的存在，也许仅仅是在深情歌唱。在一个狼群内部，每一匹狼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这声音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声音不同。但是，
当狼群深情的嚎叫时，它们成为一个最完美的整体。狼群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是最注重整体的物种，但这丝毫不妨碍它们个性的发展和展示。即使是具有最大权力的阿尔法狼，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的狼模仿自己的声音嚎叫，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的狼模仿自己的行为。每一匹狼都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和保留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同样，就投资而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终归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愿意去做一只待宰的羔羊，还是一匹特立独行的狼呢？答案很明确，做一只待宰的羔羊肯定会被狼吃掉。可是，人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已经加入了羊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时刻保持自己的个性，时刻保持自己的创造性，自己把握自己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特只是华盛顿一家公司的小职员。有一次，他看了一部表现非洲生活的电影，发现非洲人喜爱戴首饰，就萌发了做首饰生意的念头。于是他借了几千美元，独自闯荡非洲。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生意已经做到了使人眼红的地步。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赶到非洲抢做首饰生意。面对众多的竞争者，斯图尔特并不留恋自己开创的事业，拱手相让，从首饰生意中走出来，另辟财路。斯图尔特的成功就是靠独立创意这一制胜要诀，这是他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得来的。从众心理，顾客的致命弱点。精明的商人利用了人们的从众心理来操纵人们。例如商业广告，就是把自己的商品炒热，使人们的认识趋同，从而达到销售的目的。先给大家说一个在零售商场购物的场景。一位顾客在柜台旁边看商品，营业员热情地跑过来问：先生，你要买什么？我可以帮你。结果顾客就说：我随便看看。于是就离开了柜台。一会儿呢，柜台又来了一群人来买，大家叽叽喳喳地询问营业员。过不了一会儿，就有一个人掏钱买下了一个，于是其他人纷纷准备购买。这时候，先前的顾客又出现了，他在旁边认真地听着看着，还拿起了商品反复看。结果他说：给我也拿一件。这是实际发生在每一个柜台上的故事，是你我他都可能存有一种购物时的习惯，那就是从众心理。你在挑选商品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呢？你在购买时所关注的是商品的什么呢？价格、信誉，还是对商品的了解和熟悉度呢？不敢下单，或是觉得门槛太高，还是缺少示范，没人在你前面购买这样的商品呢？买家看到的很多人是如何看的呢？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的购物环境中，顾客看到的就是商品的销售量、浏览量，以及顾客对商品的评价，还有最新的商品促销通知等。这都能为用户营造这种绝不仅有一个人在购物的环境，营造有人而且人很多的氛围，告诉顾客，买这件商品的顾客并不仅只有你，你购买这件商品是很合情合理的行为。在你之前，很多人已经购买了这些商品，在你之后还会有很多人继续来买，不用担心，勇敢地按下确认键。这就是我们的从众心理，每个人都有，无可避免的。再看一个例子，一位女士打算去商场买衣服，经过商场门前的广场时，发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抢什么东西。这位女士开始并不在意，等她走近一看，原来有一个小商贩正在叫卖女士夏天穿的丝袜，10块钱3双。小商贩说，是因为厂家出口超过订单的部分，要赶快变成现金冲抵成本，才如此廉价的。不买的话，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位女士原计划是去买衣服的，结果看见很多女生都在蜂拥而来抢购，结果也忍不住自己的从众心理，
去买了一大堆丝袜回家。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本节我们来说好运的心灵力量。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自我，我们就会改变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情感也是千姿百态，胆大或胆小，内向或外向，乐观或悲观，自信或自卑，他们并不单单取决于所谓的遗传基因，更多的在于后天的陶冶和磨练。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表明，至少 75% 以上的成年人都认为自己的一系列情感，比如愤怒、兴奋、快乐、埋怨、恐惧，都是自然形成的，是无法选择和控制的。于是呢，他们便听天由命，任由感情摆布。这正好说明大部分人的情感和性格是由外界的环境等因素所掌控的。事实上，我们不但能够磨练自己的性格，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情感。只要我们用远大的目光去认识和看待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用顽强的毅力去改造我们周围的环境，用豁达的心境去认知和感悟我们的一切遭遇，我们就一定能够清除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和阴影。生活中许多的烦心、哀愁和不如意，常常都是自寻烦恼、庸人自扰的结果。有些看起来复杂的事情，其实根本不重要，只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够豁达宽容，而使某个问题成了一条捆绑生命活力的锁链。精神可以击垮厄运，情绪可以支配人生。只要我们选择和酿造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情绪，我们就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向快乐，走向成功。当一个人能从心里对自己的生命充满感激时，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能让世间所有的人感动。有一个伟人曾说，当鞋合脚时，脚便被忘却了。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太刻意于外在的东西，内在的宝贵便淡化了。事实上，在上天赐予我们生命的时候，也赋予了我们快乐的能力。人之所以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在心灵上的难以满足，人对生命有太多的不满和抱怨，唯独少了一份感谢，快乐也因此与他们无缘。杰米·杜兰特是一位伟大的艺人，他曾被邀请参加一场慰问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演讲，但他告诉邀请单位，自己行程很紧，连几分钟也抽不出来。不过假如让他做一段独白，然后马上离开，赶赴另一场演讲的话，他愿意参加。安排演讲的负责人欣然同意了。当杰米走到台上，有趣的事发生了。他做完了独白，并没有立刻离开，掌声越来越响，他没有离去。他连续讲了15分钟、20分钟、30分钟，最后终于鞠躬下台。后台的人拦住他问道，我以为你只讲几分钟呢，怎么回事啊？杰米回答，我本打算离开，但我可以让你明白我为何留下，你自己看看第一排的观众便会明白了。第一排呢，坐着2个士兵，两人均在战争中失去一只手，一个人失去左手，另一个则失去右手。他们正在一起鼓掌，而且拍得又开心又响亮。失去了手的士兵身上体现了一种对自己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的珍惜。那么，如果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还不是特别的穷困潦倒，如果我们还有健全的四肢，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呢？人生快乐也是一辈子，痛苦也是一辈子。那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快乐、乐观一点呢？每个人如果都知道乐观积极的态度可以使我们拥有幸福、希望、勇气和力量的话，就应该努力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且不说丝袜的来历是不是小商贩说的原因，也不说丝袜质量的好坏，单就从这位女性从不想买到想买的过程，就是典型的购买行为中的从众心理使然。从众心理其实是一种顾客购买过程的心理活动，通俗的解释就是人云亦云，随大流。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就这么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跟着这么做。商家如果能有效地掌握或调动顾客购买行为中的从众心理，肯定有助于产品的销售。当然，从众心理也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消极的一面是抑制顾客个性，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成规。这也是商家希望看到的。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有助于顾客学习他人的智慧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和误会。所以买卖双方无时无刻不在明里暗里博弈。其实掌握顾客的心理，比起其他条件，比如产品的价格、特色等，在营销上反而更有决定性。因为一切购买行为到最后都是取决于顾客当时的心理导向。古语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如今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已成为营销战争的秘籍。攻心为上，对营销来说，关键就在于抓住顾客的心。我们通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顾客不论是买东西或是吃饭，都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比如哪家商场的人多，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挤进去。哪家大排档生意好，即使没有空位，顾客也愿意花时间去等，而不愿意离开。任何商店都是如此。如果顾客发现哪家商店的人多，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去逛一逛，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力度大的促销活动。即使附近的一家商店没什么人，也少有消费者会主动进去看看。这也就是所谓的从众心理。有从众心理的顾客，有些并不是有急切的需要，而是为了凑热闹，看是否能得到实惠进行消费，以求得心理上的满足。面对顾客的从众心理，营业员可以运用专业、时尚、口碑、热销的促销语言，趁热打铁，促成交易。顾客接受营业员推荐的时候不敢做决定，营业员告诉顾客谁谁谁在使用，尤其是他认识的朋友也在用，顾客就会放心的购买。为什么做广告都要找明星、找影响力的人物呢？因为他们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人们看到著名人物的广告，就会顺应大众的心理，营造一种你想我在使用，我想你也在用，大家想大家都在用的共同想法。正是大家想大家都在用的心理，广告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广告就是利用人的从众心理产生效果的。不做随波逐流的人。中国有句俗语，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变通，成功因人而异，方法与角度千变万化，任你挑选。1850年，美国旧金山来了一大批淘金者。那时这里已经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到处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他们尽管种族不同、语言各异，但是满脑子里都在做着一个共同的美梦，那就是淘金发财。自从美国西部发现了金矿，便掀起了淘金热，世界各地希望一夜暴富的人都向这里涌来。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个叫李维·施特劳斯的犹太年轻人。他抛弃了自己厌倦的家族世袭式的文职工作，跟着两位哥哥远渡重洋，赶到了美国来发财。但现实呢，并非李维想的那样。这里淘金的人多如牛毛，淘金不是一件好做的事儿。他呢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心里盘算，做生意或许比淘金更容易赚钱，
于是他就开了一间卖日用品的小店。从德国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的，既新鲜又是那样的生疏。要开好这个小店，他得向当地的美国商人学习做生意的窍门，学习他们的语言。犹太人做生意天赋极高，他们自从被赶出家园之后，在世界各地流浪多年，就是靠他们高超的经商头脑，才在世界各地生存下来。李维也不例外。没过多久呢，他就成为一个地道的小商贩了。一次，有位来小店的淘金工人对李维说：“你的帆布很适合我们用，但如果你能用帆布做成裤子，就更适合我们淘金工人用了。我们现在穿的工装裤都是棉布做的，很快就磨破了。用帆布做成裤子一定很结实，又耐磨又耐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一句话就把李维点醒了。他连忙取出一块帆布，领着这位淘金工人来到了裁缝店，让裁缝用帆布为这个工人赶制了一条裤子。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条帆布工装裤。就是这种工装裤后来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服装——李维牛仔裤。那位矿工拿着帆布短裤高高兴兴地走了，李维也已经考虑成熟了，立即改做工装裤。成功人士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紧紧抓住很多偶然的东西，做出惊人的成就。李维就是这样，帆布短裤一生产出来就受到那些淘金工人的热烈欢迎。这种裤子的特点是结实耐磨，穿着舒适。大量的订货单如雪片般飞来，李维一举成名。1853年，李维成立了李维帆布工装裤公司，大批量的生产帆布工装裤，专以淘金者和牛仔为销售对象。顾客的要求就像上帝的旨意，否则就会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中失去优势，甚至一败涂地。李维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从帆布工装裤上市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如何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创新。哪怕是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他还是不断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产生新的创意。他亲自到淘金现场，细心观察矿工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产品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为了让矿工免受蚊虫叮咬，他将短裤改为长裤。为了便于矿工把样品矿石放进裤袋时不会裂开，他将原来用线缝改为用金属扣定牢。为了让矿工们更方便装东西，他又在裤子的不同部位多加了几个口袋等。通过这些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李维的裤子越来越得到矿工们的欢迎，生意也更加好了。后来李维发现，法国生产的碧基布与帆布同样耐磨，但是比帆布柔软多了，且更加的美观大方。于是决定用这种新式面料替代帆布。不久呢，他又将这种裤子改缝得比较紧身一些，使人穿上显得挺拔洒脱。这一系列的改进使裤子更受矿工们欢迎。经过不断的改进，牛仔裤的特有样式就形成了。李维裤的称呼也渐渐改为牛仔裤这个独具魅力的名称。都说全世界犹太人最聪明，最会做生意，东方不亮西方亮，淘金不成可以选择分金，这样的手段的确高明。仔细想想，这为数众多的淘金者和我们为了生计而奔波的芸芸众生何其相似呢？在国内一度出现教师热、学医热、生物工程热，一时间人们不能冷静地分析，更别说用一颗平常心来面对这样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于是求学者趋之若鹜，结果只能造成某些行业的过度饱和。此时我们不妨学学李维，不被金钱冲昏头脑，不随波逐流，用平常心来看待淘金，同时要多动脑子，做一个聪明的分金者吧。投资切勿随大流。
凯恩斯曾经指出，从事股票投资好比参加选美竞赛，谁的选择结果与全体评选者平均爱好最接近，谁就能得奖。因此，每个参加者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最美者。出于归属感、安全感和信息成本的考虑，小投资者往往会采取追随大众和追随领导者的方针，直接模仿大众和领导者的交易决策，以此来规避投资风险。除此之外，系统机制也可能引发羊群效应。比如，当资产价格突然下跌造成亏损时，为了追加保证金或者遵守交易规则，一些投资者便不得不将他们持有的资产割仓卖出。如果很多的人都投资股票市场，便可能导致投资者能量迅速积聚，从而形成趋同性的羊群效应。在追涨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至；大盘跳水时呢，恐慌心理漫山遍野，每个人都恐慌出逃。此时极易将股票杀在地板价上。这就是为什么牛市中慢涨快跌，而杀跌往往一次到位的根本原因。假如你在绝望时抛售股票，你一定卖得很低。这是投资大师彼得林奇的金玉良言。其实当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正是进行投资布局，等待未来高点收成的绝佳时机。但是由于大多数人存在着羊群心理，当大家都对未来悲观时，一些具有最佳成长前景的投资品种也无人问津。等到市场热度增高，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进行抢购，随着市场的调整，在一窝蜂地匆忙杀出。可以说，羊群效应是大多数投资人都无法克制的投资心理。一位石油大亨到天堂去参加会议，一进会议室发现座无虚席，自己没有地方落座。于是呢，他就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地狱里发现石油了！”这一喊不要紧，天堂里的石油大亨们纷纷向地狱跑去。很快，天堂里就只剩下那位石油大亨了。这时大亨心想，大家都跑了过去，莫非地狱里真的发现石油了？于是呢，他也急匆匆地向地狱跑去。在实际的投资生活中，这种从众的羊群效应现象也比比皆是。但是那些从众的羊并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赚到利润，而是很容易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就拿中国目前的股市来说，很多散户被股市情绪所控制，从而出现从众心理。好的时候都蜂拥而上，坏的时候都消极沮丧。其实，在股市投资中，往往少数人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事实上，无论是股票也好，基金也好，乃至自己投资开公司，心态是非常关键的。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持某种意见人数的多少，是影响从众心理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很少有人能够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判断能力，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随大流，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对任何事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于那些自己不太了解、没有把握的事情，一般就会采取随大流的做法了。然而，这种做法带来的收益，往往与我们期望的大相径庭。羊群效应告诉你避免从众心理干扰的5个方法。第一，对他人的信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凡事要有自己的判断，出奇能制胜。第二，很多时候并不是谚语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市场中的普通大众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第三，收集信息并敏锐地加以判断，是让人们减少盲从行为，更多地运用自己理性的最好方法。第四，寻找好领头羊是利用羊群效应的关键。第五，要有自己的创意，才是你脱颖而出的捷径。保持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第16章，青蛙法则，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扔进一个沸腾的大锅里，青蛙一接触到沸水呢，便立即触电般地跳到锅外，死里逃生。实验者又把这只青蛙丢进一个装满凉水的大锅，任其自由游动，然后呢，用小火慢慢加热。随着温度慢慢的升高，青蛙并没有跳出锅去，而是被活活煮死了。实验中的青蛙第一次之所以能逃离险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全部的力量跳了出来。第二次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逃，直到后来热度难忍而失去逃生能力被煮熟了。这只青蛙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跳出来了。青蛙法则旨在提示人们要懂得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而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的人，往往能发现隐藏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中的一切机会，在变化中树立竞争和危机意识，迎接新生活中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忧患意识，那么就会像被水煮的青蛙一样，在麻木中死亡。所以在漫漫人生旅途中，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感知，对新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不要贪图享受，安于现状。否则当你感觉到环境已经使你自己不得不有所行动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自己早已错过了行动的最佳时机，等待你的只是悲哀、遗憾和无法估计的损失。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一帆风顺，不希望遇到忧患与危机。客观上讲，忧患与危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魔鬼。当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往往能激发潜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种种能力，并促使我们以非凡的意志做成平时做不成的大事儿。所以，与其在平庸中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如勇敢地承受外界的压力，过一种更有创造力的生活。拿破仑在谈到他手下的一员大将马塞纳时曾说，平时他的真面目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可当他在战场上看到遍地的伤兵和尸体时，那种潜伏在他体内的诗性就会在瞬间爆发。他打起仗来就会勇敢得像恶魔一样。再如拿破仑本人，如果年轻时没有经历过窘迫而绝望的生活，也就不可能造就他多谋刚毅的性格，他也就不会成为至今为人们所敬仰的英雄人物。贫穷低微的出身，艰难困顿的生活，失望悲惨的境遇，不仅造就了拿破仑，还造就了历史上的许多伟人。例如，林肯若出生在一个富人家的庄园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大学教育，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也永远不会成为历史上的伟人。正是有了那种与困境做斗争的经历，使他们的潜能得以完全爆发，从而发现自己的真正力量。那些生活在安逸舒适中的人，他们往往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也不需要个人奋斗就能达到目的，所以潜伏在他们身上的能量就会被遗忘淹没。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某种障碍或缺陷带来的困境。如果没有障碍或缺陷的刺激，也许他们只能挖掘出自己20%的才能。正因为有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他们另外80%的才能才能够得以发挥。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把一只小老虎与几只小猫混在一起，主人很难辨别出来，仍然像往日一样喂食给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老虎逐渐长大，具有了老虎的样貌特征，但主人已经习惯将虎当猫喂养，却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有一天呢，老虎露出了它的野性，吃掉了小猫，还对主人发起了攻击。这时主人才发现，原来是只老虎，却悔之晚矣。古代神医扁鹊的故事人人皆知。扁鹊给人看病呢，当疾病尚表现在皮肤气色上时，他就已经观察出。但病人以为只是小病，所以呢就不就医了。过了几天，疾病已经进入病人的肌骨，扁鹊劝说医治，可病人仍旧不听。直到疾病已经进入腑脏，病人已经行将就木了，才慌忙召唤扁鹊，可已经来不及了。讳疾忌医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危机发生后再启动应急措施，而是善于发现问题，提前将危机扼杀在萌芽阶段，才防患于未然。《伊索寓言》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只野狼卧在草上勤奋地磨牙，被一只狐狸看到了，就对他说：天气这么好，大家在家休息娱乐，你也加入我们队伍中吧。野狼就没有说话，继续磨牙，把他的牙齿磨得又尖又利。狐狸奇怪地问道：森林这么安静，猎人和猎狗已经回家了，老虎也不在附近徘徊，又没有任何危险，你何必那么用劲磨牙呢？野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为了娱乐，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猎人或老虎追逐，到那时我想磨牙已经来不及了，而平时我就把牙磨好，到那时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我们懂得做事儿应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样在危险突然降临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书到用时方恨少，平常若不充实学问，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也有人抱怨没有机会，然而当升迁机会来临时，再叹自己平时没有积蓄足够的学识与能力，以致不能胜任，也只好后悔莫及了。在自危意识中前进。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要有危机意识，在心理上及实际行为上有所准备。有了这种意识，或许不能让问题消弭，却可把损害降低，为自己打开生路。常言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迟早会出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迟早会垮掉；一个人如果没有危机意识，也肯定无法取得新的进步。工作总是在无限制的增加，我们总是默默的接受。如果一次性要完成太多的工作，大多数人会选择立刻离开。但是，只要每次要求多做一点儿，反而大部分人都会接受，甚至习惯。人天生就是有惰性的，总愿意安于现状，不到迫不得已，多半不愿意去改变已有的生活。若一个人久久沉迷于无变化、安逸的生活时，就往往忽略了周遭环境等变化。当危机到来时呢，就像那只青蛙一样，只能坐以待毙。青蛙效应就成了我们意识中的警钟。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大多是渐热式的，如果管理者与员工对环境之变化没有敏锐感觉，最后就会像这只青蛙一样被煮熟淘汰。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要善于将这种危机意识向所有的员工灌输，使每位员工都具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提高员工的警惕性，使危机管理能够落实到每位员工的实际行动中，做到防微杜渐，临危不乱。那么，我们具体该如何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提升自己的危机意识呢？下面来看看闻名于世的波音公司的一个有趣的做法。波音公司以飞机制造闻名于世，为了提升员工的忧患意识，一次公司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部模拟倒闭的电视片让员工观看。在一个天空灰暗的日子，公司高高挂着厂房出售的招牌，扩音器呢就传来：今天是波音公司时代的终结，波音公司关闭了最后一个车间的通知。全体员工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工厂。这个电视片使员工受到了巨大震撼，强烈的危机感使员工们意识到，只有全身心投入生产和革新中，公司才能生存。否则今天的模拟倒闭将成为明天无法避免的事实。
看完模拟电视片，员工们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不断创新，使波音公司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后劲。事实上，波音公司的这种做法不仅对企业有深刻启示，对于行走职场的个人来说，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像波音公司的员工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全身心投入生产和革新中，公司才能生存，我们才有机会发展。否则，今天意识中的倒闭将成为明天无法避免的事实。当今社会的快节奏和激烈的竞争，令很多人在35岁时遇到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多年来我一事无成呢？接下来的岁月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机会面前，许多人不敢贸然决定，因为他们从心理上理解了人生的有限，而自己也开始重新衡量事业和家庭生活的价值，于是产生了职业生涯危机。这就是著名的35岁危机论。罗伯特先生35岁，自言感觉过去对工作对自己的认识似乎有错误，而自己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好像变成了事业的绊脚石。想改变自己，又不忍心否定过去；想改变生活方式，又担心选择的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2年前，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了某公司副经理的职位，参加 MBA 考试，并重回校园深造。现在，完成学业的罗伯特先生在找工作时却犯了难。罗伯特先生已经投出了上百份简历，但有回音者寥寥无几。罗伯特先生说，自己并不要求高起点的薪金，而只要求一个管理类的工作岗位。然而他发现，社会上已经人满为患了。罗伯特先生曾读过一篇题目为35岁你还会换工作吗的文章。文中专家说，社会对35岁以上的求职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竞争力。对此，罗伯特先生很纳闷，我正是为了完善自己才去学习，为什么反而让社会把自己挤了出去呢？其实，像罗伯特先生这种工作，以后又重返课堂充电，充电后找工作，重新迎接社会的挑战，已不仅仅是35岁的人才会面临的境况。有人甚至感叹，不充电是等死，怎么充了电变成找死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明白，人生的经历是积累的，不要以为学习充电后就无需面临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以前的经历是你的宝贵财富，但这并不能让你在职场上勇操胜券。温水煮顾客，让他难以逃脱。温水煮顾客呢，就跟温水煮青蛙是一个道理。在经营中，懂得运用这个法则，就能成功操纵顾客，让他不知不觉中就掏出腰包。当顾客选购衣服时，聪明的售货员总是不怕麻烦的让顾客反复试穿。当顾客将衣服穿在身上时，他又会不断的称赞。顾客顿时喜笑颜开，会很高兴的买下衣服。推销时呢，售货员话不用多，但要有分量，这样才能操纵顾客的购买欲。售货员若想把商品所有的优点都列举出来，会导致不必要的废话，反而会引起顾客的不信任。而且怀疑和犹豫可能出现并反复发生在顾客购物的各个阶段。包括在购物以后，如果售货员针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说一些有分量的话，那么会令人信服得多。如果部分论据尚未充分利用，而是让顾客对产品的优点回家后自己去了解，这样只会改善购物行为的后效应，并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有分量并非是把话说的绝对武断，这种口气会使得顾客产生心理上的防御反应。比如说，顾客把话说了一半就突然离去，或者不加反驳地听售货员说话，但却坚定地拒绝购买。对顾客的任何一种不同意见都不能置若罔闻。
商业论证不仅要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还要打消谈话对方的疑虑。如果对顾客的不同意见不做答复，会让人觉得售货员对商品故意只做不完整的、有倾向性的介绍。为避免这一点，对顾客任何一种不同意见都不能置之不理。应该防止这种错误认识对我们的操纵，不能把顾客的不同意见当作是吹毛求疵、不信任。相反，顾客的不同意见恰恰说明他对商品很关心，说明他有吸取你的意见和愿望。这样的顾客比光听不说话，或者只用一句话来回答问题的顾客好说服得多。不同的意见只能反映出顾客的立场，暴露出他的忧虑所在。此时，耐心的解答，剔除其疑虑，一般生意也就做成了。另外，在具体的商业用语中，也要用温情的话语吸引顾客。具体有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避免命令式，多用请求式。命令式的语句是说者单方面的意思，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就强迫别人照着做。而请求式的语句呢，则是以尊重对方的态度请求别人去做。请求式语句可分成3种说法：肯定句，请您稍微等一等；疑问句，稍微等一下可以吗？否定疑问句，马上就好了，您不等一下吗？一般说来，疑问句比肯定句更能打动人心，尤其是否定疑问句，更能体现出营业员对顾客的尊重。第二，少用否定句，多用肯定句。肯定句与否定句意义恰好相反，不能随便乱用。但如果运用的巧妙，肯定句可以代替否定句，而且效果更好。例如顾客问，这款有其他颜色吗？营业员回答没有，这就是否定句。顾客听了这话一定会说，那就不买了，于是转身离去。如果营业员换个方式回答，顾客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营业员回答，真抱歉，这款目前只有黑色的，不过我觉得高档产品的颜色都比较深沉，与您气质、身份、使用环境也相符，您不妨试一试。这种肯定的回答会使顾客对其他商品产生兴趣。第三，采用先贬后褒法。我们来比较一下以下的2句话。太贵了，能打折吗？第一个回答，价钱虽然高了一点，但质量很好呀。第二个，质量虽然很好，但价钱高了一点。这2句话除了顺序颠倒以外，字数措辞没有丝毫变化，却让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先看第2句，它的重点放在价钱高上，因此顾客可能会产生2种感觉。第一，这商品尽管质量很好，但也不值那么多。第二，这位营业员可能小看我，觉得我买不起这么贵的东西。再分析第1句，它的重点放在质量好上，所以顾客就会觉得，正因为商品质量很好，所以才这么贵。总结上面2句话，就形成了下面的公式。第一个，先说缺点再说优点，就等于优点。2，先说优点再说缺点，就等于缺点。因此呢，在向顾客推荐介绍商品时，应该采用 A 公式，先提缺点，然后再详细介绍商品的优点，也就是先贬后褒。此方法效果非常好。第四，言辞生动，语气委婉。我们来看下面3个句子。这件衣服您穿上很好看。这件衣服您穿上很高雅，像贵夫人一样。这件衣服您穿上至少年轻10岁。第1句说得很平常，第2、3句比较生动形象，顾客听了，即便知道你是在恭维他，心里也很高兴。除了语言生动以外，委婉陈词也很重要。对一些特殊的顾客，要把忌讳的话说得很中听，让顾客觉得你是尊重和理解他的。比如对较胖的顾客，不说胖而说丰满；对肤色较黑的顾客，不说黑而说肤色较暗；对想买低档品的顾客，不要说这个便宜，而要说这个价钱比较适中。只要这样做，就可以温水煮顾客，
使他任你操纵，难以逃脱了。准备充分才能避免被操纵。在任何的谈判展开之前，准备的越充分，对自己越有利，对方就很难操纵你了。比方说，你想寄一份快递，之前没有类似的经验，于是你给某家快递公司打电话，通过简单几句，对方摸出你是一个新手，于是骗你说要20元钱。你想了想，就开始讨价还价，最后15元成交。当你为自己的谈判水平感到洋洋得意时，其实市场的行情也就8到10块钱而已，甚至更低。只不过呢，你没有摸清楚行情，这就是为什么货比三家这条策略如此重要的原因了。美国人就十分注重在行动前总要把目标方向了解清楚，不主张贸然行动，所以他们的生意成功率较高。美国商人在任何商业谈判前都先做好周密的准备，广泛收集各种可能派上用场的资料，甚至对方的身世、嗜好和性格特点，使自己无论处在何种层面均能从容不迫地应对。一次，一家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洽谈购买国内急需的电子机器设备。日本人素有圆桌武士之称，富有谈判经验，手法多变，谋略高超。美国人在强大对手面前不敢掉以轻心，组织精干的谈判班子，对国际行情做充分了解和细致分析，制定了谈判方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测性估计。美国人尽管做了各种可能性预测，但在具体方法步骤上还是缺少主导方法，对谈判取胜没有十分把握。谈判开始，按国际惯例，由卖方首先报价。报价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有很深的学问，甚至是一门艺术。报价过高会吓跑对方，报价过低呢，又会使对方占了便宜而自身无利可图。日本人对报价极为精通，首次报价1000万日元，比国际行情高出许多。日本人这样报价，如果美国人不了解国际行情，就会以此高价作为谈判基础。但日本人过去曾卖过如此高价，有历史依据，如果美国了解国际行情，不接受此价，他们也有词可辩，有台阶可下。事实上呢，美国人已经知道了国际行情，知道日本人在放试探性的气球，果断地拒绝了对方的报价。日本就采取了迂回策略，不再谈报价，转而介绍产品性能的优越性，用这种手法支持自己的报价。美国人不动声色，旁敲侧击地提出问题：贵国生产此种产品的公司有几家呢？贵国产品优于德国和法国的依据是什么呢？用提问来点破对方，说明美国人已经了解产品的生产情况，日本国内有几家公司生产，其他国家的厂商也有同类产品，美国人有充分的选择权。日方主谈人充分领会了美国人提问的含义，故意问他的助手：我们公司的报价是什么时候定的？这位助手呢，也是谈判的老手，极善于配合，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以前定的。主谈人笑着说：时间太久了，不知道价格有没有变动，只好回去请示总经理了。美国人也知道此轮谈判不会有结果，宣布休会，给对方以让步的余地。最后呢，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是有备无患，在这种情势下，为了早日做成生意，不得不做出退让。美国人谈判成功，就在于事先做足了准备，摸清了国际行情。当日本人试探性地想用高价操纵美国人之后，美国人并不直接砍价，而是旁敲侧击地告诉对方，日本国内还有其他几家公司都有同类产品，所以你报出高价也没有用。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墨菲定律告诉我们的内心强大的人生启示。第一，正面积极地理解墨菲定律，而不应将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运气和宿命。
第二，当我们遭遇挫折和失败时，要做的是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怨天尤人。第三，重视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小的过失。第四，不忽视心理暗示的影响。第五，将消极的、悲观的、失败的心理暗示剔除掉，替换为积极的、乐观的、成功的心理暗示。六，做好危机管理，防患于未然。七，做事时如果感到怕出错，越出错，不妨先放下，先建立起自信心。第八，提高自己对突发事件处理的能力。第九，认识世界本是无常，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随遇而安。企业危机沟通的10大禁忌。危机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够帮助公众理解影响他们的生命、感觉和价值观的事实，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危机并做出理智的决定。危机沟通不是只告诉人们你想要他们做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你理解他们的感受，因此危机沟通也是有原则的。所有的企业面对危机时都是脆弱的。当你的企业要进行危机沟通时，下列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一，采取鸵鸟政策。你期望没人知道这件事儿，并始终迎合那些向你提建议的人，不采取措施，不及时做出反应。第二，危机公开后才着手处理。即使你决定不采取鸵鸟政策，你可以决定不做任何准备，放任危机的扩大。实际上，在危机公开之前，你仍然有其他的积极准备。例如，你可以研究，甚至测试一些事先计划好的重要资讯，及时进行可靠的沟通。第三，你的声誉为你说话。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很重要吗？你自以为是商场上的巨人，而公众是从来不吃任何商场巨人那一套的，你注定要失败。第四，媒体为敌人。以各种方式告诉记者，你觉得他在报道你企业时非常糟糕，你不愿意再与他谈话了，或者你在大众论坛上说他的坏话，给他发讨厌的传真，然后坐下来独自欣赏。结果他非常愤怒，并宣泄这种情绪至你的企业报道中。他嘲笑所看到的一切，并确信你一无是处。第五，入被动回应模式，不采取积极主动姿态。许多人说过，一篇消极的文章能突然间肢解你的企业。消极的文章见报后，你发表声明回应，接着另一篇文章出笼，你得发表另一篇声明。瞬间你招来了公众的辩驳，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你也许自认为干了一件很不错的工作，好像你是一个正极力为自己辩护的罪人。第六，用大众不能理解的语言。你通常使用行话，令大众迷惑不解。这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只会使处境更加糟糕。对大多数公众和服务于他们的媒体来说，这些行话只会引起他们的疑问，因为他们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第七，自以为别人与你一样知道事实。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同时你认为公众最终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你漠视早已被证明的观点，自以为是会造成损失，有时甚至更严重。第八，未做书面声明。只通过书面声明进行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你不必担心别人看了或听了声明后觉得你愚蠢，而且你的言谈被误引用的几率很小。当然，这种沟通是非个人的，一些人会认为你害怕了，把自己给藏起来，不让别人见。第九，用最好的猜测方法来评估危机招致的损失。哦天哪，我们处在头版位置，我们被毁掉了。你也许刚刚出了大祸，也许你只是惹出了小祸。有益的建议是，你拒绝花一小块时间或小数额的费用
悄悄地调查你最重要的受众的想法，并调查他们的想法是否与媒体的观点相符，结果情形变得更加糟糕。第10，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期待不同的结果。当你最后一次遭遇消极的新闻报道时，你不再回复媒体的电话，结果接踵而至的是你的观众和企业内外部对你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要好一阵才能慢慢消退。所以呢，当下一次你出现危机时，你将不得不做同样的事儿，因为又有胡言兴起，你想试图改善沟通，却苦于无法改善处境。青蛙法则告诉你培养危机意识的4个举措。要培养企业全体员工的忧患意识，企业领导人首先就要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能在危机到来之前做好组织、人员、措施、经费等应对危机的准备。第1个，设立危机管理机构，通常由以下人员组成：企业决策层负责人、公关部负责人和公司一些其他主要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成员应保证其畅通的联系渠道。当危机发生时，该机构自然转型为危机领导核心。第2，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在危机爆发之前，必然要显示出一些信号。当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如下征兆时，就有必要提请决策部门注意并进一步加强监测。对企业或企业领导人形象不利的舆论越来越多，受到政府、新闻界或同行业人士的异乎寻常关注，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不断下降，组织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企业的运转效率不断降低。第3，制定危机管理方案。实施公关危机管理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检查所有可能造成公司与社会发生摩擦的问题和趋势，确定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估计这些问题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在影响，确定公司对各种问题的应付态度，决定对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的行动方针，实施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不断监控行动结果，获取反馈信息，根据需要修正具体方案。第4项，化解危机公关措施。在企业发生危机时，企业能否冷静自若、坦诚大度地面对媒体，巧妙地回答媒体的问题，是化解危机公关的一个关键。预先对企业领导者以及公关人员进行这方面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媒体合作平台，定期与媒体进行沟通，获得媒体的信任与支持。第17章，雁行理论，团队就是力量。每年的秋季呢，大雁由北向南以 V 字形状长途迁徙。雁在飞行时 ，V 字形的形状基本保持不变，而头雁却是经常替换的。头雁对群雁的飞行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头雁在前面开路，它的身体和展开的羽翼在冲破阻力时，能使它左右两翼两边形成真空。其他的雁在它的左右两边的真空区域飞行，就等于乘坐一辆已经开动的列车，自己不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克服阻力。这样，成群的雁以 V 字形飞行，就比一只雁单独飞行要省劲儿，也就能飞得更远。这就是雁行理论。雁行理论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相互合作，你就有可能在与他人的协作中，实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实现的理想。团队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之和。在工作中，虽然每个人都在单独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隶属于某一个常规的小组，来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在这个常规小组中，他们的努力必须彼此协调一致，就像拼图游戏中的每个组成模块一样。当员工之间的工作相互依赖时，他们作为任务团队一起工作，并试图营造合作的气氛，
这种表现就是团队合作。苹果电脑公司成立于1977年，能发展成为可以与联想具有同等竞争力的电脑公司，其秘诀就在于有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联想公司，当年28岁的董事长斯蒂夫·乔布斯并没有打算让路，因为在他麾下有一群充满着青春活力、有着亲密无间合作关系的伙伴们为他撑腰。在这群年轻人中间，乔布斯充当着教练、班子的领导和冠军栽培人的多重角色，是一个完美的典型。他是一个既狂热又明察秋毫的天才，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出各种新点子，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而团队中的年轻人呢，是他的各种构想的实践者，他们精诚团结，相信乔布斯的眼光，都希望在从事的工作中做出伟大的成绩。他们要对技术有最新的理解，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技术来造福于人。苹果电脑公司招聘的办法是面谈，一个新来的人可能要到公司谈好几次才会被录用。当对录用做出最后决定时，苹果电脑公司一般会把自己的个人电脑产品麦肯塔式机拿给他看，让他坐在机器跟前。如果他没有显示出不耐烦，苹果公司就说这可是一部挺棒的计算机，来刺激他一下。目的是让他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真正激动起来。这样就知道他和苹果电脑公司是否志同道合。由于公司的员工都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他们很容易能进行密切合作。正是这种密切合作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苹果计算机的一个又一个突破。在苹果电脑公司中，如今一切都要学习麦肯塔式的经验。每个制造新产品的小组都是按照麦肯塔式的模式干的。麦肯塔式的例子表明，要使当一个发明班子组成以后，能够有效地完成任务，其办法就是分工负责，各尽其职。在麦肯塔式外壳中，不为顾客所见的部分是全组的签名。苹果电脑公司的这一特殊做法的目的，就是为每一个最新发明的创造者本人，而不是给公司树碑立传。成绩是大家的，但名誉可以归个人，这就是优秀的合作团队的境界。团队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之和，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有很多事情必须靠团队里每一个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团队精神强调团队内部各个成员为了团队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协作，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整体的战斗力，最终实现团队目标。团队的作用在于提高组织的绩效，团队的工作业绩超过成员个体的简单之和。因为团队中的每个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天才，但不可能是全才，所以只有发挥团队精神，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合作，才能将有才能的人聚集起来，并对一些可能不常见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法。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团队内广泛的技能和广阔的知识面，与个人的才能和知识面相比，更加具有绝对的优势，发挥好领头雁的作用。一个好的管理者并不是一个发明创造家，而是一个善于组织者。他的主要工作是把企业的各种经营要素组织成最佳阵容，让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在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组织中，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每个组织、每个机构都需要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去实现自己的愿景和目标。只有经验丰富的领头雁，才能带领他们的雁支队整齐地顺利南飞。而一个企业，只有一个出色的好领导统揽全局，指挥得当，才能带领团队发展壮大。能力是领导者的一个必备要素。现代领导学中流行一句形象的比喻：一匹狼领导的羊群，可以打败一只羊领导的狼群。
领导者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团队的成败。不仅是专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驾驭专业和专业人员的能力。杰克·韦尔奇总是不厌其烦地给那些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者以忠告和建议。他说，我能够给你们的最大忠告，就是千万不要企图自己来单独完成某件事儿。你必须精于和你统领的团队里的每一位聪明的家伙打交道，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并充分激励他们。如果你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把世界都抛到屁股后面了。因此，增加团队精神是每个公司管理人员必须做的。只有强大的团队才能在市场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对于任何要成功的企业，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是强大的领导能力。创造一个使人们积极奔往未来的环境。真正的领导者需帮助追随者决定他们要去哪里，如何到达，然后他们必须在一路上出现困难险阻时，保持让组织走正确的道路。当领导者正确认识自己的作用，认真负起责任，追随者几乎会一路响应，然后往往就能成功。孤军奋战、单独作战的英雄岁月已经过去了，社会正处于提速时代，决定生死的关键离不开团队。团队并非松散的团体，真正有生产力的团队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严密的组织架构，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团体中，个人对团队有强烈的归属感，成员对团队忠诚度非常高，肯为之而战，以之为荣。个人服从团队，私利服从公利。团队成员之间彼此协作，尊重、诚信。成员认同团队的价值取向，为团队的目标全身心投入。学会借力借势成就自己。刺猬出门郊游，来到一棵苹果树下，想休息一下。他猛地一抬头，看见了又红又大的苹果，心想，我1年都没吃到苹果了，而且以前吃的都是掉在地上的烂苹果，真想尝尝新鲜的苹果是什么味道。可是呢，他自己不会爬树，只能望着苹果发呆。山羊也去郊游，也看见了这个苹果树。他看见刺猬在树下发呆，就问，小刺猬，你在树下发什么呆呀？我想吃树上的苹果，你看树上的苹果又大又红，因为我吃不着，所以在树下发呆。山羊就想，我好久没有吃果子了，我可以用我的脚把苹果顶下来，可是如果都掉到地上摔烂了，就不好吃了。想着想着，急得直流口水，围着苹果树团团转。忽然呢，刺猬灵机一动，就说，哎，山羊哥，你如果能把苹果弄下来，我就可以接住苹果，何必在此浪费时间呢？山羊觉得有理，他们就开始了工作。山羊用脚往树干上使劲一顶，树上的苹果纷纷落了下来。落下的苹果很多都被刺猬接住了，山羊和刺猬津津有味地吃着新鲜的苹果。这件事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人办不到的事儿，通过和其他人合作就可能取得成功。雷锋曾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的力量是无穷的。雁行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大家携起手来，团队合作，才能拥有胜利的果实。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发挥出来，主动地做事儿，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的团队就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度，善于同人合作的人能够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达到本来达不到的目的。俗话说，帮助别人往上爬的人会爬得最高。如果你帮助另一个孩子上了果树，你因此也就得到了你想尝到的果实。而且你越是善于帮助别人，你能尝到的果实
就会越多。清末名商胡雪岩自己从来没读过书，但他却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经商哲学，归纳起来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善于观察人的心理，把士农工商等阶层的人聚拢起来，以自己的财力优势与这些人协同作业。由于他长袖善舞，所以别人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与曹邦合作，及时完成了粮食上交的任务。他与王有龄合作，王有龄有了钱，在官场上谋得职位，使胡雪岩更加便利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此种种的互惠互利合作，使胡雪岩这样一个小学徒工成为了一个执江南半壁钱业之牛耳的巨商。分工明确，合作才真正有效。在做事过程中，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更是一个问题。人与人的合作不是力气的简单相加，而要微妙和复杂得多。因为人的合作不是静止的，它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互相推动时自然事倍功半，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造成合作不成功主要有3个原因。一、旁观者效应。众多的旁观者分散了每个人应该负有的责任，最后谁都不负责任，于是合作不成功。具体说来，当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由于不存在旁观者，自然由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虽然有点敷衍了事，但也还能勉强成事，所以一个和尚挑水喝。如果有2个人，虽然2个人都有责任，但是因为有另一个旁观者在场，2个人都会犹豫不决，相互推诿，最后只好2个和尚抬水喝。如果有3个或3个以上的人，旁观者更多，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关系也更加微妙，彼此之间相互踢皮球，结果永无成事之日。最后3个和尚没水喝。这就说明，当许多人共同从事某项工作时，虽然群体成员都有责任，但是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了旁观者，彼此相互推诿，最后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结果合作不成功。第2个，组织内耗现象。著名童话作家克雷洛夫曾写过一个寓言故事，天鹅、梭子鱼和虾一起拉车，他们3个使出浑身力气，干得十分卖力，但是无论如何努力，车还是原地不动。其实就力气而言呢，他们3个拉动这辆车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为什么车总是拉不动呢？原来啊，天鹅拉着车拼命地往天上飞，虾拉着车一步步向后倒拖，梭子鱼则朝着池塘把车向前推。他们谁也不想改变方向，车子自然就拉不动了。这个寓言故事说明了组织内耗现象。一般认为，合作群体的成员越多，组织内耗就越严重，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差。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明确每一个员工的任务，才能减少组织内耗现象的发生。第3，人力的无谓消耗。1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2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晃来又晃去；3只蚂蚁来搬米，轻轻抬着进洞里。这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团队合作的力量是无穷尽的，一旦被开发，这个团队将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人1分钟可以挖1个洞，60个人1秒钟却挖不了1个洞。这说明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协同和合作产生力量，实现双赢。21世纪是个合作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效的合作会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分工明确，使员工清楚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且会锻炼员工的独立能力与分析能力。但是，
协作同时又要密切，通过大家的沟通交流，使部门间有紧密的联系，使之有一定的激励体制，来使大家的协作有力。分工与协作协调一致，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作中的瓶颈因素。雁行理论告诉你如何提高团队合作能力。一个团队的成功与否，执行的有效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建团队的指导思想和行事技巧。看看这些在你的执行团队构建中是否充分领略并实施了。第一，更多参与，保证让每个人都觉得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为了吸纳每个人的智慧，必须让团队里的所有成员都感觉到可以很舒服地大声讲出自己的见解。第二，容人，容可容之人。没有容人的胸怀，团队必然土崩瓦解。第三，因事设人。具体做法如下：各就其位。人事两宜是用人的重要原则。人事两宜有2个含义，一是按照需要量才使用，二是要了解人，而且要彻底的了解量才使用，适才所用。还有就是尽其所长。高明的管理人总是根据人才的潜能、特长和品德合理的使用他们。分配给人才使用的权利必须足够使其发挥作用。再有就是因人而异。用人需要根据人才的条件进行安排，人才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也同样需要有客观条件。条件不具备时，人才就是再有才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第四，相互信任且彼此尊重。信任会产生有效率的集体，朝向一致的目标前进。第五，珍惜多样化的观点。当领导者提出一个问题，要设法确定有一个多元化的团队来评估新计划并讨论提案。领导者要了解其他执行人员根据不同经验与认知所产生的观点，同时尽可能地了解并信任他们。第六，团队成员必须被鼓励积极行事，勇于冒险并承担责任。领导者必须支持每个执行人员，即使他们犯了错误，毕竟每个人都会犯错。第18章，贝博定律，珍惜小点滴，收获大幸福。著名心理学家贝博做过一个实验，一个人右手举着300克的砝码，这时在其左手上放305克的砝码，他并不会觉得有多少差别，直到左手砝码的重量加至306克时，他才会觉得有些重。如果右手举着600克，这时左手上的重量要达到612克才能感觉到重了。也就是说，原来的砝码越重，后来就必须加更大的量才能感觉到差别。这就是著名的贝博定律。贝博定律在生活中到处可见，它说明人们的心里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一旦适应某种定式，就会对此习以为常。如果要改变这种定式，必须花费比最初更大的刺激力。正如我们总抱怨生活中的幸福程度太低一样，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得到时不懂珍惜，而失去时才后悔不已。少贪欲换回大满足。很多时候，人们意识不到幸福或某些事物的价值，是因为自己的贪婪之心。贪的本意指爱财，婪的本意指爱食。贪婪就是贪得无厌，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利己欲。贪婪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所谓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心理具有不可满足性，无论是对待金钱、权力、女色、美食、财产，还是对待其他一切事物，永远都是贪得无厌的。然而，贪婪会使人的精力和体力双重透支。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贪多的结果只会导致无穷尽的烦恼和麻烦。学会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是快乐的始发站。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
但是它仍可以爬得和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和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了。于是呢，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就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的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它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上贴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火箭一样飞出去了。但是呢，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倒，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还慢。过度的欲望让蜈蚣步伐缓慢，举步维艰。而人的心里一旦产生过分的欲望，终有一天也会出现超载的现象，而这种负荷的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总之，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不断提升的欲望。深谙贝博定律的人，或许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生活的幸福，但一定能够生活得更释然。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第2章，吸引力法则，改变命运的心想事成法则。吸引力法则呢，指同样频率的东西会共振，同样性质的东西会互相吸引。我们的思想、情感、语言、行动结合在一起后，将会吸引与其本质相同的人、事、物。吸引力法则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你的注意力和能量集中在哪个方面，也无论这种注意力或者能量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你都在吸引着它们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如何心想事成的秘密，也就是持续关注那些可以让自己成功的事物，并认为其是可以实现的，那些成功的事物便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吸引力法则的实质，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相信什么，脑子里想象什么，事情就会往你所相信和所想象的方向发展。点滴爱蕴藏深深情。有2对具有差不多的成长背景、年龄和交往过程的恋人，都恩爱非常。唯一不同的是，其中一对恋人中的男孩，每个周末都给自己心爱的姑娘送一束红玫瑰，而另一对恋人中的男孩平时不太送花，1年中只在情人节那天向自己心爱的姑娘送去1束玫瑰花。由于2个男孩的送花频率和时机不同，当他们在情人节那天给姑娘送上红玫瑰后，导致了结果截然不同。那个在每个周末都收到红玫瑰的姑娘表现得相当平静，尽管没有大的不满意，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我看到别人送给自己女友大把的蓝色妖姬，比这普通的红玫瑰漂亮多了，心里真是很羡慕呢。那个只在情人节接到红玫瑰的姑娘，当手捧着男朋友送来的红玫瑰花时，表现出了被呵护、被关爱的极度甜蜜，随后竟然旁若无人、欣喜若狂地与男友紧紧拥吻在一起。这2对恋人中的女孩虽然都在情人节那天收到了爱的玫瑰，但每个周末都收到红玫瑰的姑娘对此习以为常，只有收到比红玫瑰更特别的礼物，才能感受到的惊喜。那个只在情人节收到红玫瑰的姑娘，红玫瑰对其而言已经足够特别了。观察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将此归结为贝博定律。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在外逛了一天，直到肚子很饿了，她才来到一个面摊儿，却发现忘记带钱了。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1碗面给她。女孩感激地说：我们不认识，你居然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妈妈竟然对我这么绝情。面摊老板说，我才煮了1碗面给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你妈妈帮你煮了10几年饭，你不是更应该感激吗？女孩一听，整个人愣住了。是呀，妈妈辛苦的养育我，我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为了小小的事儿就和她大吵一架。女孩鼓起勇气踏上回家的路。快到家门时，她看到疲惫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找寻着自己。故事中的女孩因为对母亲的关爱习以为常，从而对母亲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当母亲稍有不合自己心意，就恶言相对。对于面摊老板呢，女孩原本没有抱多大的期望，因此她的一点点帮助都令女孩感动不已。以小藏大谈价格。聪明的人会利用贝博定律为自己减轻做事的阻力。例如，商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用较小的计价单位报价，即将报价的基本单位缩至最小，从而隐藏了价格的昂贵感，客户也便容易接受了。一位客户看中一块图案特别、质地精良的地毯，问销售人员价格。销售员回答，每平方米4.8块。客户听后直摇头说，这么贵啊。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客户问这块地毯的价格时，销售员微笑着反问道，您为多大的房间铺地毯呢？大约10平米吧。销售员略加思索之后，使你的房间铺上地毯只需要1角钱。1角钱？客户一脸的惊讶和惊奇。你的房间10平方米，每平方米是24.8元，一块地毯可以铺5年，每年365天，这样你每天的花费不就是1角钱吗？最后呢，客户欣然买下了这块称心如意的地毯。这种把商品价格分摊到使用时间或使用数量上的做法，常使价格显得微不足道，非常便于客户接受。齐格勒曾销售过厨房成套设备，主要是成套炊事用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锅。这种锅是不锈钢的，为了导热均匀，锅的中央部分设计得比较厚，它的结实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齐格勒曾说服一名警官用杀伤力很强的4.5口径手枪对准他射击，子弹竟然没有在锅上留下任何痕迹。当齐格勒进行销售时，客户经常表示异议，价格太贵了。先生，您认为贵多少呢？贵200美元吧。这时，齐格勒就在随身带的记录纸上写下200美元，然后又问，先生，您认为这锅能使用多少年呢？大概是永久性的吧。那您确实想用10年、20年、30年吗？这口锅经久耐用是没有问题的。是的，那么以最短的10年来算，对您来说，这种锅每年贵20美元，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假定每年是20美元，那每个月是多少钱呢？齐格勒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算式。如果那样的话，每个月就是 1.75 美元。是的，可您的夫人一天要做几顿饭呢？一天要做2-3次吧。好，一天只按2次算，那您家中一个月就要做60次饭。如果这样，即使这套极好的锅每月平均贵上 1.75 美元，和市场上卖的质量最好的成套锅相比，做一次饭也贵不了3美分。这样算就不算太贵了呀。齐格勒总是一边说一边把数字写在纸上，并让客户参与计算。在计算的过程中呢，总能让客户不知不觉地摒弃了太贵了这个理由，而促成购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较小的决定时，他一般更容易做出肯定的反应。施小利多收益，抛小饵钓大鱼。在现代经商谋略中，将这一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若要自己受惠，先要施惠于人，有甜头，顾客才愿意停留下来慢慢嚼。日本佳能相机如今是世界名牌产品，
但是当初走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市场时，已经慢了半拍。别的牌子的相机早已经挂上了中国摄影记者的脖子，可佳能公司并不因此而止步，他们绝不会望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不流口水。怎样占领中国市场呢？他们上演了一出经过精心策划的好戏。佳能公司经过调查发现，中国众多的摄影工作者、爱好者只能从样本资料上了解佳能照相机的性能，从商店的橱窗里看到它的模样，却不能去摸一摸、试一试照相机的功能究竟怎样。佳能公司上海事务所为了使照相机与中国的消费者熟悉起来，成为好朋友，就想出了一招。他们把大批佳能照相机借给上海的记者，让他们免费使用40天，同时又请维修部的专家讲解它的功用性能。1992年夏天，上海各大报纸和许多摄影记者都用上了佳能的照相机。从 EOS 1到 EOS 1000都配有各种款式的镜头。拿起照相机发现，每个上面都贴有一张标签，佳能赞助器材。记者们使用的相当认真，开始时小心翼翼，后来呢就随心所欲地拍起来。40天匆匆而过，记者们送还照相机时都恋恋不舍。不久呢，一些记者通知佳能公司上海事务所，他们准备购置一批 EOS 的照相机。佳能公司以欲取先予的策略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之门。佳能公司非常聪明的先让利给顾客，然后获得高额的利润。这一点和星巴克很相似。星巴克通过提供额外的服务和方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的停留时间。星巴克的核心用户群年龄是25到40岁。经过长期的市场调研，星巴克发现，这个核心顾客群每人每个月平均来星巴克喝18次咖啡。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制定了相应的策略目标。一方面是提高客户的上门次数，另一方面想办法让顾客每次停留更久，以便吸引他们喝更多的咖啡，提高业绩。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顾客会带笔记本电脑来喝咖啡，2002年8月，星巴克推出服务策略，在1000家门市提供快速无线上网。顾客使用笔记本电脑可以无线上网或者收发电子信件等。所以，商家如果想吸引顾客，必须给顾客一定的利，让他们尝到甜头，才有可能买你的商品。现在的很多商家都采用薄利多销、让利于顾客的定价方法。浙江温州的一些民宿个体厂商用的是1分钱利润法，就是说，只要有1%的单价利润，就应该感到满意，切忌贪婪。事实上，此法充分体现了价增量减、价跌量增的道理。1分钱的利润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价跌会促使销量大增，从而导致总利润的大大增加。所以有人提出，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树立1%的提价意识，就是说，采用小幅涨价的策略，因为小幅涨价具有极好的隐蔽性。例如，将产品价格上浮1%，许多顾客不会在意，特别对于低价位的产品。当你调高1%时，一般顾客不会有承受不了的感觉，而你的总利润却大大增加了。只要总利润有1%到5%，就应该感到满意。过分的贪婪会适得其反。经营者在销售商品的同时略施小利，抛小饵钓大鱼。小利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经营者也能大获其利。一位初涉商海的生意人在市场上考察了很久，最终选定做销售玻璃鱼缸生意，先练练手。他认为，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养金鱼，闲暇时修身养性，做鱼缸生意，也许能让自己掘得经商的第一桶金。于是呢，商人从厂家批了1000个鱼缸，
运到离家不远的县城去卖。几天过去了，他的鱼缸才卖掉几个。守着大堆做工精细、造型精巧的鱼缸，商人开始琢磨使鱼缸畅销的点子。整整一天，他的思维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脑海里飞来飞去，捕捉能给他带来财运的商机。一夜之后，商人的思维终于在一条妙计上定格。第二天，他去花鸟市场找到一家卖金鱼的摊位，以较低的价格把500条金鱼全部买下。然后呢，他让卖金鱼的老人帮他把金鱼运到城郊的一处大水塘里，将500条金鱼全部倾倒进清澈见底的水里。老人很是吃惊，老人认为他在胡闹，并且害怕他不给钱。见老人心存疑虑，商人立即从身上掏出钱，一分不少地付给了他。时间不长，一条消息传遍了水塘周围居住的城郊居民。水塘里发现了大批活泼漂亮的小金鱼，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到水塘边打捞金鱼。捕捉到小金鱼的人兴高采烈地跑到不远处卖鱼缸的摊位前，选购鱼缸后，高兴地捧着小金鱼回家了。一些未捕到金鱼的人们唯恐鱼缸卖完后买不到，他们不管商人把售价抬了又抬，纷纷涌到商人的摊位前抢购鱼缸。仅半天时间，商人的鱼缸就销售一空。数着到手的钞票，商人窃喜，1000个鱼缸让他赚了2000多元。高兴之余，商人想，如果不给顾客一些甜头，买下那些金鱼放在水塘里，自己能赚到这么多钱吗？幸福就是珍惜你所拥有的。佛遇见了一个农夫，农夫的样子非常苦恼。他向佛诉说，我家的水牛刚死，没他帮忙犁田，我怎么能下田作业呢？于是佛赐他一头健壮的水牛，农夫很高兴，佛在他身上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佛遇见一个男人，男人非常沮丧，他向佛诉说，我的钱被骗光了，没盘缠回乡。于是呢，佛就给了他银两做路费，男人很高兴，佛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佛遇见一个诗人，诗人年轻英俊，有才华且富有，妻子貌美温柔，但他却过得不快活。佛问他，你为什么不快乐呢？诗人说，我什么都有，只缺少幸福，你能给我吗？佛想了想说，可以。于是佛把诗人所拥有的都拿走，拿走了诗人的才华，毁去了他俊朗的面容，夺走了他的财产和他妻子的生命。不久，佛来到诗人的身边，此时的诗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挣扎着请求佛把他的一切还给他。佛便将才华、容貌、财富还有妻子还给了诗人。诗人感激涕零，紧紧地搂着妻子，因为他再也不想放走幸福了。还有一个故事，一位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对路边的景色与过往行人全然不顾。有个人拦住了他，问，小伙子，你为何行色匆匆啊？小伙子头也不回，飞快地向前奔跑，只泛泛地甩了一句，别挡我，我在寻求幸福呢。转眼20年过去了，小伙子已变成中年人，他依然在路上疾驰。又有一个人拦住他，喂，朋友，你在忙什么呀？别挡我，我在寻求幸福呢。又是20年过去了，这个中年人已经成了一个满脸皱纹、老眼昏花的老头，还在路上挣扎着向前走。一个人拦住他，老头子，还在寻求你的幸福吗？是啊。当老头回答完他的问话，猛地抬头一看，原来问他问题的那个人就是幸福之神呢。老人寻找了一辈子的幸福，可是幸福之神实际上就在他旁边。幸福就在身边，何必四处寻找？在生活中，我们都习惯远视和向往遥远的幸福，而看不到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幸福近在咫尺，却视而不见，心中自然充满了许多虚妄的愁绪。我们常常认为，
自己得不到的和已失去的东西才是一生最珍贵的。然而，这两样东西在我们生命历程中，一个属于过去，另一个或许只属于未来。而我们所能感知和拥有的，只有现在。我们对已失去的东西时常怀念，是因为它曾带给我们幸福。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苦苦追求，是因为我们觉得它能够带给我们幸福。那么，对现在已拥有的一切，为什么我们依然不满足呢？那是因为我们看着自己已拥有的东西，觉得还不够幸福。人一旦被欲壑难填的欲望所占据，幸福感就被打了折扣。如果对自己的所得所有心满意足，那么就会觉得幸福满满。一生中，我们始终奔跑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我们经常忍不住问自己的内心，幸福是什么呢？如何去追求幸福，理解和珍惜自己的幸福呢？幸福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我们时而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又觉得似乎遥不可及；时而觉得幸福每天相伴，又觉得短暂难遇。感觉自己天天在渴望着它，却无法理解它，甚至不知道幸福就在自己的身边。幸福因何而来，因何而去，我们总觉得捉摸不定，把握不住。当幸福靠近自己的时候，我们却不知去体会；当它远离自己之后，我们更不懂得去挽留。其实，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并非虚幻，并非虚无。平安健康的活着，自由自在的呼吸，身边有珍惜自己也值得自己珍惜的人，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们一直都是以幸福为伴的，只是我们缺少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幸福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幸福，而是因为他们对待生活和困难的态度不同。幸福的人从不问为什么，而是问为的是什么。贝博定律告诉你，幸福藏在点滴间。发现幸福才能感觉幸福，感觉幸福才能把握幸福，把握幸福，生活才有滋有味。生活有滋味，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并且学会珍惜。幸福是一种态度，如果我们爱上现在所有的日子，我们会觉得幸福了许多。以下是提升你的幸福指数的10个秘诀。第一个，幸福总是悄然无声地围绕在我们身边，默默地关注着我们，给予我们温暖和爱。当我们每天置身于幸福的状态中，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存在的，甚至觉得幸福已经司空见惯了。第二，对身边拥有的幸福不屑一顾，熟视无睹，这种态度是危险的。比如早晨家人叫你起来，享受美好舒心的空气，分享幸福，你会觉得早晨天天有，何必这样珍惜呢？可当你重病在身，想享受早晨的美好时，早已力不从心了。第三，对于那些容易满足的人来说，得到幸福的时刻便多一些；对于那些有大的期盼的人来说，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或者幸福根本就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其实，准确地把握瞬间来到你身边的暖流，这就是珍惜幸福。第四，幸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只有心中认为有幸福的存在，才会更加体会幸福的意义，从而认识幸福，珍惜幸福。第五，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今天有什么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事儿。第六，福是一种感觉，它就藏匿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使生活点点滴滴的汇聚。父亲的一句叮咛，母亲的早餐，妻子的微笑，邻居的问候，这些都是平凡中的感动，点滴间的幸福。生命中的爱的体现，值得我们感激。因为有了诸多平凡的幸福细节，我们的生活才变得如此可爱、美好而充实。第七，每个人如果都知道乐观积极的态度可以使我们拥有幸福、希望、勇气和力量的话，就应该努力地将生命中的一点一滴珍藏心间。第八，只要我们对人对己都不苛求，
在内心修养上多去磨练，就可以摆脱一些围绕自己的平庸肤浅的看法，对人生的乐趣去寻求更深一层的了解。那时一切的得失、美丑、外观都不太重要了。第9，如果我们对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都能心存感激，便能真切体会到人生的快乐、人间的温暖以及人生的价值。第10，每天睡觉前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今天有什么让自己感激的事儿。第19章，乔治定律，成就人际赢在沟通。乔治定律呢，是由美国学者小克劳德·乔治提出的，指有效地进行适当的意见交流，对一个组织的气氛和生产能力会产生有益的和积极的影响。克里斯勒夫妇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成功地验证了乔治定律。他们在一座大山里考察的时候，无意之中踏入了陌生狼群的势力范围。12只狼把他俩的帐篷团团围住，而夫妻俩随身未携带任何的射击武器。就在情况万分危急之时，路易斯急中生智，他撕心裂肺般的嚎叫起来，群狼竟然马上跟着嚎叫起来，有几只狼还俯首贴耳地趴在路易斯的脚下。不久，12只狼立起身来，懒洋洋地跑开了。狼群呢，有着自己的沟通语言，给其他同伴发出不同的联络信号，以相互协作配合，更好地生存。而人类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处处离不开沟通。沟通是搭建人脉的第一桥梁。人际关系由许多因素组成，但几乎无一例外，第一项是信任，第二项就是沟通。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候没有信任，也可能也有沟通。然而没有表达清楚的沟通，则不可能有信任。公司中的员工可以通过开诚布公的沟通和交流来解决问题，没有沟通就会出现机能障碍。我们渴望被交往的对方理解，同样对方也希望我们能够体会他们的心理。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只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途径。以管理为例，许多管理者以为沟通只要人际交往时不隐瞒，真实地表达本意就行了。其实这是很不够的。确实，不以诚相待就根本谈不上良性沟通。但往往真知灼见、合理碰撞时，也会不欢而散。因此呢，沟通不仅需要真实，也需要技巧。可以说，沟通是一门艺术，艺术就需要技巧。从目的上讲，沟通是磋商共同的意思，即双方必须交换和适应相互的思维模式，直到每个人都能对所讨论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说简单点，就是让他人懂得自己的本意，自己明白他人的意思。只有达成了共识，才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沟通。最有效率的沟通方式，并不是喋喋不休式的唠叨，而是能够真正针对需要，一针见血地切中目标，完全了解人性当中最深层的微妙之处。高超的沟通能力可以提高你的办事效率，增加你的成功砝码，而缺乏相应的沟通能力，注定你只能平平庸庸。在事业中沟通能力太差，你就可能成为失败者，或者至少不能挖掘自己的潜能。学会熟练的沟通，你就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只有不说的事儿，没有说不清的事儿。表达清楚的沟通，不仅可以消除你与老板、客户、同事之间的障碍，而且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自己的成功打开心灵之门。沟通为成功打开心灵之门。高超的沟通能力可以提高你的办事效率，而缺乏相应的沟通能力，注定你只能平平庸庸。乌托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沟通的作用。乌托从商店买了一套衣服，很快他就失望了。衣服呢会掉色，把他的衬衣的领子染上了色。他拿着这件衣服来到商店，找到卖这件衣服的售货员，向他陈述事情的经过。他倒是希望能得到商店的理解，可售货员总是打断他的话。售货员声明说，
我们卖了几千套这样的衣服，你是第一个找上门来抱怨衣服质量不好的人。他的语气似乎在说，你在撒谎，你想诬赖我们，等我们给你个厉害看看。吵得正凶的时候呢，第二个售货员走了进来，说，所有深色礼服开始穿时都会有褪色，一点办法都没有，特别是这种价钱的衣服，这种衣服是染过的。我气得差点跳起来。乌托后来叙述这件事时强调说，第一个售货员怀疑我是否诚实，第二个售货员说我买的是二等品，我气死了。当时乌托准备对他说，你们把这件衣服收下，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见鬼去吧。正在这时呢，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来了，他很内行，他的做法改变了乌托的情绪，使一个被激怒的顾客变成了满意的顾客。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一句话也没讲，听乌托把话讲完。其次，当话讲完后，那两个售货员又开始陈述他们的观点时，他开始反驳他们，帮顾客说话。他不仅指出衣服的领子确实是因衣服褪色而弄脏的，而且还强调说，商店不应当出售使顾客不满意的商品。后来他承认，他不知道这套衣服为什么会出毛病，并直接对顾客说，你想怎么处理，我一定遵照你说的办。9分钟前，乌托还准备把这件可恶的衣服扔给他们，可现在乌托却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知道这套衣服以后还会再染脏领子吗？能否再想点什么办法呀？经理于是建议他再穿1个星期，如果还不能使你满意，你把它拿来，我们想办法解决。请原谅，给你添了麻烦了。乌托满意地离开了商店。7天之后，衣服不再掉色了，他完全相信这家商店了。倾听是最好的沟通。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不清楚是无法获得正确决策的。倾听是获取信息的方法，只有认真的倾听，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而许多准确的信息可为准确的决策提供依据。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曾经这样描述恰当的提问与回答：我有6个忠实的仆人，他们可以告诉我所有想知道的事情。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何时、何地、怎么样、谁。在你倾听别人谈话的时候呢，如果你确保掌握了吉卜林的6个忠实仆人的要素，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国王收到了3个一模一样的金人，但进贡人要求国王回答问题。3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呢？无论是称重量还是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最后，一位老臣拿着3根稻草，插入第1个金人耳朵里，稻草从另一边耳朵出来。第2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出来，第3个金人的稻草掉进肚子里。老臣说，第3个金人最有价值。使者默默无语，答案正确。善于倾听才是最有价值、成熟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金人故事的实质其实是善于倾听才最有价值，这也就给费斯诺定理下了一个概念：人要善于倾听，获取对方的信息越多，理解对方的意思就越明确，才能给予对方精悍而正确的答案。作为一位领导者，首先要倾听问题，然后再去指导。这是田纳西州 BUN 公司总裁兼 CEO 给出的最有价值的建议。只有很好听取别人的，才能更好说出自己的。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自己意见不成熟时不能发表，说的过多了，说的就会成为做的障碍。多听、多做、少说，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因此呢，多听少说应该是我们的首要准则。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点啰嗦，告诉别人的比他们需要了解的更多。很多人说话爱跑题，喜欢不着边际的胡吹神侃。如果你认识到自己存在这些问题，就应该学会简洁表达，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而不是不得不听你说话。如果你老是说的比听的多，你可能就会在与人沟通上受挫，
也容易让别人感到厌倦。倾听能力是企业领导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它可以使同事、下属乐意倾诉，令对话持续不断，有利于消除隔阂，减少误会。微软 CEO 史蒂夫·鲍尔默曾说，我的大脑时刻不停，即使听完一个人说的事情，但不能真正消化理解这些东西，我也要认真倾听。这就是我大脑工作的方式，它总是在不停地接受、分析、思考、理解、反应。如果你真想激励人干好工作，那就必须倾听他们所说的，并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倾听。这对我及周围的人都有好处。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宇宙中最伟大的法则之一。人们常常有这种经验，有时正在谈论，或者你刚刚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出现了，于是我们就感叹，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再如弗洛伊德引用的发生在他朋友布列尔身上的事情。话说布列尔与太太在一家餐厅吃饭，在交谈中呢，他忽然停下刚才的话头，说了一句无关的话。不知道饶医师在匹兹堡干得如何呀？他太太惊讶地说，几秒钟前我也正在想同样的事儿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吸引力法则，人与人的大脑之间存在着一种脑电波之类的东西，互相有吸引力。甚至当你想到那个人时，那人的脑电波接收到之后便会不请自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吸引力为基础的宇宙中，这个宇宙中的每件东西都和吸引力有关。不管你是否相信它，或是否理解吸引力法则，它永远都是在客观地起作用的。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对什么人，都是如此。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吸引来的，是我们头脑中所想象的图像吸引来的。那些事情都是我们的思想导致的。不管我们头脑中想什么，我们都会把它们吸引过来。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持续地思考我们想要的东西，搞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从这一点起，我们就可以开始运用宇宙中最伟大的法则之一，也就是吸引力法则了。假设你躺在床上，想着如山一般的债务，并感到心情很糟糕时，你就会把这些信号发射到宇宙中。哎呀，我这么多的债务，我真是烦透了。注意，如果你这样想象自己的处境，只能是不断地向你自己强调这种糟糕的状况，这种感觉将充盈你的整个身心。最终你会发现，更多的烦恼发生在你身上了。这一情形便是吸引力法则发挥作用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当看到不想要的东西，并在思想中排斥它时，我们并没有把它推开。相反，我们激活了一个关于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思想，而吸引力法则呢，就会把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吸引到身边来。当看到想要的东西，并从心底里接受它，我们就激活了一个思想，吸引力法则就会响应我们的这个思想。总之呢，不管你是回忆过去，或思考现实，或憧憬未来，你都是在激活一种思想。而那个宇宙中最具威力的吸引力法则就会响应你的思想。你想鹤立鸡群吗？你想一飞冲天吗？当然想，那就对未来保持积极的态度吧。这样你才会把那些积极的人、正面的事情和好的环境吸引到身边来，从而为你的成功铺路。就算是遭遇困境，也不要对未来感到消极恼怒，否则就会把那些消极的、爱生气的人和消极的、恼怒的环境吸引到身边来，最终收获一个如阴霾天气般的结局。营造良好的企业沟通氛围。英国管理学家威尔德说，管理者应该具有多种能力，
但最基本的能力是有效沟通。管理者在实践中常常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往往是由于沟通能力差，与下属缺少交流造成的。当代社会，沟通已经成为各级领导的必备能力，以致哈佛的权威教授一致认为，领导者的真正工作就是沟通。所以，对决策层和管理层来说，沟通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企业营造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的工作氛围，是实施人性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振奋员工的精神，激发他们的热情，有利于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方法如下：一、调节好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调节好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属于情感管理的范畴，它是企业的内部粘合剂。无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如何，人总是有情感的。发现员工之间有矛盾时，要善于进行沟通、协调和处理，消除误会，重修旧好。领导者要参与员工的业余活动，并要注意8小时内外有区别。管理者平日的态度也不必要非得执着于我是上司，你是员工的界限。其实大家对自己的身份都非常清楚，只是各尽其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分标榜自己。领导可以如朋友般有限度地透露自己的一些私人事情，拉近与员工之间的距离。组织各种活动时，应该鼓励员工携带家眷参加，一是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二是使家眷互相认识，可增加员工之间的联系和认识，工作上的默契和合作性也因而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第二，鼓励员工畅所欲言，倾听员工的心声。言论是一种个人观点，一种个人理念，不必求同。对一些与自己差异大的言论，也要表示理解并认真倾听，不打板子，不扣帽子，并善于倾听和分析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言论，进行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省自身的观点和决策，并通过员工的言论发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鼓励员工言论自由，畅所欲言。作为员工呢，可以毫无掩饰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向管理者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而不必担心有什么不良的后果。这本身有利于解决矛盾，有利于使领导者知道员工的心声，从而促进沟通。第三，树立人人都会有失误的思想。企业为了规范自身的管理，会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员工遵守执行。但制度毕竟是少数人制定的，有些还是短时间内赶制出来的。有的符合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规律，有的则与客观实际相悖。因为总会有人反对或抵制一些制度，总会有人在工作中违反制度。作为管理者，要理解人人都不想有失误的主观认识，客观地看待员工出现的失误。失误不是错误，失误不是一个员工素质低下的表现，它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第四，领导者要讲究说话的艺术。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对他所管理的员工造成较为深刻的影响。所以呢，领导者要注意自身的行为和言辞，言行上要拘小节。尤其是在企业经营或管理遭遇挫折时，在员工严重违反企业的规章制度时，领导者的表述一定要恰如其分，切不可夸大其词，小题大做，更不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迁怒别人。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会大大降低管理者自身的威信。毁树容易栽树难，威信一旦失去，很难再建，对于企业、员工、领导者本身都是有弊无利的。第五，提倡激发每一个员工的团队精神和意识。领导者要有明确的切合企业发展实际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规划，
要努力重视自身的学习和进步，不断提升自己。只有先提升自己，才有可能影响和提升别人。让员工明白，最高效率地实现工作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才能才会实现。缺少任何员工的参与，都会使效率打折扣。安排员工在最适合自身特点的岗位上工作，做到人尽其才，并让每一位员工都明白，在实现企业目标中，他们都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乔治定律告诉你提高沟通能力的5个技巧。第一个，充满自信地与人沟通。沟通效果的好坏与说话者的心理素质有很大关系。心理素质良好，不仅能顺利表达，而且能获得预期效果。心理素质不佳，或者无法表达准确，或者在表达之中半途而废，或者在双向交流之中难以应对自如，甚至引起误解。口才与心理素质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在通常情况下，心理状态如果不是处于某种病态，大多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一个人说话水平的高低与他个人的主观要求和主观愿望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当众讲话谁都紧张，只是程度不同，这是正常的。所以应该善于调整心态，树立信心，摒除自卑与恐惧。第二，丰富的知识有利于沟通话题的进行。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是说话者能够很好地以言辞实现人际沟通交流的源泉。有的人之所以说话水平很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平日丰厚的知识积累。胸有成竹，厚积薄发，积之愈深，言之愈佳。对交谈者来说，知识应当是多方面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知识要求，不同的人对知识的把握程度也不相同。第三，多听少说。在沟通过程中，20%的说话时间中，问问题的时间又占了80%。问问题越简单越好，是非型问题是最好的。说话以自在的态度和缓和的语调，一般人更容易接受。第四，沟通中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即使对方是错误的。如果不赞同对方的想法时，不妨还是仔细听他话中的真正意思。若要表达不同的意见时，切记不要说你这样说是没错，但我认为怎样怎样，而最好说我很感激你的意见，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同时我有另一种看法，不知道你认为如何。我赞同你的观点，同时怎样怎样，要不断赞同对方的观点，然后再说同时怎样怎样，而不说可是如何如何，但是如何如何。沟通高手都有方法让别人喜欢他，从而博得信任，表达的意见也容易被别人采纳。第五，不要忽视声音和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你的声音和肢体语言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所讲和所想的十分一致，否则对方无法收到正确信息。第20章，首因定律，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2个学生都做对30道题中的一半，但是让学生 A 做对的题目尽量出现在前15题，而让学生 B 做对的题目尽量出现在后15题。然后让一些被试者对2个学生进行评价，两相比较，谁更聪明一些呢？结果发现，多数被试者都认为学生 A 更聪明。这个实验研究表明，外界信息输入大脑时的顺序，在决定认知效果的作用上是不容忽视的。最先输入的信息作用最大，最后输入的信息也起较大作用。大脑处理信息的这种特点是形成首因效应的内在原因。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是指人们根据最初获得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来获得的新信息的解释。如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给他人留下的印象。
首因效应会让第一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印象非常深刻，持续的时间也很长。让印象管理提高你的成功概率。印象管理是心理学家库利、格夫曼等人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以一种与当前的社会情境或人际背景相吻合的形象来展示自己，以确保个体能够获得所期望的评价。几乎很多人在别人面前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实现较好的印象管理。比如在公共卫生间，如果有别人在场的话，人们都会便后洗手。女士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倾向于减少食量，比单独就餐时吃得少一些。如果你需要在社会上谋取一份工作，获取生存保障，或者发展自己的事业，你尤其需要在面试时注重自身的印象管理，因为面试只是对你能力素质的匆匆一瞥。如果你不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为面试官留下较好的印象，你的求职愿望很可能会泡汤。很多人在面试过程中倾向于讨好面试官，比如夸赞面试官着装有品味，较有人格魅力等。但是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努力并不能更有助于你获得这个职位。心理学家指出，在使用印象管理技术的求职者中，关注自身优点的求职者得到的评价高于那些关注面试考官的求职者。举个例子，一个求职者应征销售经理的职位，如果他在面试时强调自己具备这些优势，比如说擅长与人打交道，与人交流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他恭维面试考官的努力相比，前者更有助于他获得这个职位。此外呢，如果应聘者在面试时使用了虚假的印象管理手段，如夸赞面试考官具有某些其不具备的人格特质，还会使结果适得其反。固然大多数人都喜欢别人恭维自己，但是他们非常厌恶别有用心的虚伪恭维。因此，应聘者最好不要在面试时画蛇添足，导致与中意的工作擦肩而过。有心理学家指出，存在权力差距的情况下，较为成功的印象管理方式是模糊策略。也就是说，应聘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谦虚，甚至自嘲非常一般。成功使用这种模糊策略的关键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上表明自己的平庸，而在关键事件上自我赞美、自我抬高。通过利用谦虚和自嘲来增强自我抬高的可信度。比如，在应聘销售经理职位时，应聘者描述自己的某一次工作经历时，除了强调自己克服了重重困难，卓有成效地完成工作外，还可以开玩笑的口吻称，他之所以需要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是因为超速行驶而被多次罚款。面试官意欲寻找的是一名优秀的销售经理，而不是司机。所以呢，应聘者的这种面试策略等于是强化了与工作相关行为的可信度。那就是，我想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司机，但却是一个优秀的销售经理。7秒钟让你的印象在他人心中定格。人与人的交往，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佐宁博士在《沟通》一书中这样写道，当你在社交场合遇到陌生人时，你应在最初几秒钟内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很多人的际遇会因此而改变。英国伦敦大学一位系主任在谈到一位来自中国的讲师时说，从他一进门，我就感到他是我所渴望的人，他身上散发着某种精神，被他那庄重的外表衬托得越发迷人。因为只有一个有高度素养、可信、正直、勤奋的人才有这样的光芒。30分钟之后，我就让他第2天来系里报道。他没有让我失望，至今他是最优秀的讲师。这个激烈角逐的位置就这样由于迷人的第一印象而落到了这位中国女博士的手中。有研究证明，产生第一印象的7秒钟可以保持7年。
人的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如果第一印象不好，也许下面的事情就可能泡汤失败。一个业务员的失败，80%是因为留给客户的第一印象不好。也就是说，在你还没开口之前，别人就把你给否定了。不知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电话里跟一位女士谈得很好，对方的声音很甜，这时你在心里就会有种种的猜想，比如说，猜想她长得肯定跟她的声音一样美，肯定漂亮，她的素质一定很不错，她的气质一定会很高雅等，就会有一种想和她见面的冲动，希望很快见到她。这是一种正常心理。有的时候，一旦见了面或者还没见面，远远的看见，就可能使你大失所望，没有了兴趣。为什么呢？具体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总体的感觉。这种感觉和原来的想象有很大的落差，就这么一瞬间，脑子里便会闪出一个非常感性的决定：不行，这个人不行。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短暂的，只有几秒到几十秒之间。也就是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人们就对你这个人盖棺定论了。在心理学中，第一印象被称为首因效应。无论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部分人都依赖于第一印象的信息。而这个第一印象的形成，对于日后的决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它比第二次、第三次的印象和日后的了解更重要。第一印象的好与坏，几乎可以决定人们是否能够继续交往。美国博伊斯公司总裁海罗德说，大部分人没有时间去了解你，所以他们对你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好，你才有可能开始第二步。如果你留下一个不良的第一印象，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相信第一印象基本上准确无误。对于寻求商机的人，因为一个糟糕的第一印象就失去潜在的合作机会，这种案例数不胜数。你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抹去糟糕的第一印象。尽管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不要仅凭一个人的外表妄下结论，但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么做，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好形象征服面试官。在人力资源的招聘过程中，招聘人员应该注意首因效应对招聘效果的影响。因为如果只是根据面试的几分钟，甚至是面试前从资料中得到的印象，就对应聘者做出了是否录用的决定或者评价，有可能把优秀的人才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放走。也有可能招聘的人员因为第一印象而选定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岗位。不但浪费招聘成本，还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工作。一天上午呢，李海赶到一个公司参加最后一轮应聘，主考官正是该公司的谢老总。临到考试时间快要结束时，李海才满头大汗地赶到了考场。谢总瞟了一眼坐在自己面前的李海，只见他大滴的汗珠子从额头上冒出来，满脸通红，上身一件红格子衬衣，加上满头乱糟糟的头发，给人一种皮皮塌塌的感觉。谢总仔细地打量了他一阵，疑惑地问道：“你是研究生毕业吗？”似乎对他的学历表示怀疑。李海很尴尬地点点头回答：“是的。”接着，心存疑虑的谢总向他提出了几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李海渐渐静下心来，回答得头头是道。最终呢，谢总经过再三考虑，总算决定录用李海。第二天，当李海第一次来上班时，谢总把李海叫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本来啊，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不打算录用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李海摇摇头。谢总接着说：“当时你那副尊容呀，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满头冒汗，头发散乱，衣着不整，特别是你那件红格子衬衫，更是显得不伦不类的，不像个研究生，倒像个自由散漫的社会小青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太坏了，要不是你后来在回答问题时很出色，你一定会被淘汰的。”李海听罢，这才红着脸说明原因：“
昨天我前来赶考时，在大街上看见有人遇上车祸，我就主动协助司机把伤员抬上的士了，并且和另外一个路人把伤员送去医院。从医院里出来，我发现自己衣服沾了血迹，于是呢，我就回家去换衣服。不巧我的衣服还没干，我就把我二弟的一件衬衫穿来了，又因为耽误了时间，我就拼命赶路，所以时间虽然赶上了，却是一副狼狈相。谢总这才点点头说：难得你有助人为乐的好品德，不过呀，以后跟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千万要注意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啊。后来李海的工作很出色，不出半年就被提升为业务主管，深得谢总的器重。以上求职的小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印象相当重要。虽然我们也知道仅凭一次见面就给对方下结论为时过早，首因效应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下意识地跟着首因效应的感觉走。因此呢，求职者面试时对着装不可掉以轻心，但精心选择并不等于极端的求新求异。面试时的着装要有针对性，让考官能够辨析求职者本人同其所申请职位的吻合度。比如应聘金融行业的人，应该穿深色套装，体现专业和严谨。若是从事公关行业，在着装上可以适当地体现出自己对时尚的敏感度。还有，求职者要注意鞋子是否干净等细节。给客户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业务员给客户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说服的效果。有人统计，初次见面如果能给人以良好的印象，那么接下来的推销过程往往会非常顺利，否则就会困难重重。既然第一印象这么重要，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第一个，知悉客户的基本情况。我们经常会发现，去与客户会面时，刚开始10分钟气氛很好，可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和客户谈什么，或者是整个过程只是业务员一个人在发表演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你对客户了解的不够透彻。如果你在拜访客户之前能对他下一番功夫进行了解，你们的会面一定会非常愉快。你可以针对客户的情况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这对你的推销也是有好处的。第二，记住客户的名字。准确记住客户的名字，而且要不止一次的使用。要是你没有把握的话，那就先问问清楚。记住客户的名字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受重视。第三，有一个精彩的开场白。业务员和客户见面时，前2分钟所说的话，这可以说是客户对业务员第一印象的再次定格。虽然经常讲不能用第一印象去评判一个人，往往我们的客户却经常用第一印象来评价你。这决定了客户愿不愿意给你机会让你继续谈下去。一般来讲，标准的开场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感谢客户接见你并寒暄赞美，自我介绍或问候，介绍来访者的目的，转向探测需求。第4个，谈话过程中呢，要时刻注意对方的眼神和表情。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被访者对推销员的心理反应都能从眼睛中看到，比如冷淡、反感，或者部分认可，或者很感兴趣，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准备做出什么决定等。优秀的推销员能从这些眼神变化中发现自己所谈的话题是否正确，是否需要及时调整。袁一平是日本的推销大师，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准客户，两人已经有些熟悉了。据袁一平所知，这位客户手上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一直非常关心股市的行情。于是呢，他从近期股市变化引入话题，但一开始便发现了错误，对方很漠然，完全没有那种兴奋的闪闪发光的眼神。袁一平知道情况一定发生了变化，赶紧打住，巧妙地调转话题。事后才知道，那位准客户已经卖掉了手中的全部股票，转做房地产生意了。第5，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不要以为与准客户的谈话时间越长越好。如果在谈话开始不久，便从对方的眼神中发现话不投机，或者来的不是时候，那么与其让别人说出我很忙，请改日再来，不如自己主动告退。一则显得很有风度，二则也能使对方稍感歉意。那种勉强让对方接受的拜访和谈话是绝对不可取的。了解了第一印象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来谈谈应该怎样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通常，第一印象包括谈吐、相貌、服饰、举止、神态。对于感知者来说都是新的信息，它对感官的刺激也比较强烈，有一种新鲜感。这好比在一张白纸上，第一笔抹上的色彩总是十分清晰深刻一样。随着后来接触的增加，各种基本相同的信息的刺激也往往盖不住初次印象的鲜明性。所以呢，第一印象的客观重要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并在以后交往中起了心理定势作用。如果你与人初次见面就不言不语，反应缓慢，给人的第一印象基本就是呆板、虚伪、不热情，对方就可能不愿意继续了解你。即使你尚有许多优点，也不会被人接受。而如果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风趣、直率、热情，即使你身上尚有一些缺点，对方也会用自己的最初捕捉的印象帮你掩饰短处。一般来说，想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必须要牢记以下5点。第一，显露自信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自信是人们对自己的才干、能力、个人修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相貌等的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一个人要是走路时步伐坚定，与人交谈时谈吐得体，说话双目有神，目光正视对方，善于运用眼神交流，就会给人以自信、可靠、积极向上的感觉。第二，仪表举止得体。脱俗的仪表、高雅的举止、和蔼可亲的态度，是个人品格修养的重要部分。在一个新环境里，别人对你还不完全了解，过分随便有可能引起误解，产生不良的第一印象。当然，仪表得体并不是非要用名牌服饰包装自己，更不是过分的修饰，因为这样反而会给人一种轻浮浅薄的印象。第三，讲信用，守时间。现代社会呢，人们对时间越来越重视，往往把不守时和不守信用联系在一起。若你第一次与人见面就迟到，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最好避免。第四，言行举止讲究文明礼貌。语言表达要简明扼要，不乱用词语。别人讲话时呢，要专心的倾听，态度谦虚，不随便打断。在听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身体语言和话语给对方以必要的反馈，不追问自己不必知道或别人不想回答的事情，以免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五，微笑待人，不卑不亢。第一次见面，热情的握手、微笑、点头问好，都是人们把友好的情谊传递给对方的途径。在社会生活中，微笑已经成为典型的人性特征，有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与别人第一次见面，笑要有度，不停地笑有失庄重。言行举止呢，也要注意交际的场合，过度的亲昵举动难免有轻浮油滑之嫌。尤其是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朋友，不应该表露巴结讨好的意思。趋炎附势的行为不仅会引起当事人的蔑视，连在场的其他人也会瞧不起你的。第21章，权威效应。人微则言轻，人贵则言重。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给某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们讲课时，向学生介绍一位从外校请来的德语教师，说这位德语教师是从德国来的著名化学家。实验中呢，这位化学家煞有其事地拿出了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子，说这是他发现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些气味，请在座的学生闻到气味时就举手。结果呢，
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对于本来没有气味的蒸馏水，由于这位权威的心理学家的语言暗示，让多数学生都认为它有气味。这个实验便凸显了权威效应。权威效应又称为权威暗示效应，指如果一个人地位高、有威信、受人尊敬，那么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儿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并相信其正确性。也就是说，人们对权威的信任要远远超过对常人的信任，也就是人微言轻，人贵言重。权威效应的普遍存在，首先是由于人们有安全心理，即人们总会认为权威人物掌握着真理，权威人物的判断、选择、行为都会更加正确。服从权威人物便会使自己具备安全感，不会在众人面前出丑。再者，人们往往有获得认同和赞许的心理诉求，人们倾向于认为权威人物的要求和社会规范相一致，按照权威人物的要求去做，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以致赢得他们的好感。在日常生活中，权威效应随处可见。你打开电视，常会看见某个权威人物在大力地推荐某个商家的产品。你翻阅报纸，发现文章中常会出现某些权威机构和权威人物的名字。作者以此在佐证自己的观点，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航空工业界里呢，有一个现象叫做机长综合症，说的是在很多事故中，机长所犯的错误都十分明显，但飞行员们没有针对这个错误采取任何行动，最终导致飞机坠毁。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机长综合症的一个典型。有一次，著名的空军将领乌托尔恩特要执行一次飞行任务，他的副驾驶员呢，却在飞机起飞之前生病了，于是总部临时给他派了一名副驾驶员做替补。和这位传奇的将军同飞，这名替补觉得非常荣幸。在起飞的过程中呢，恩特哼起歌来，并把头一点一点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打拍子。这位副驾驶员以为恩特要他把飞机升起来，虽然当时飞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起飞的速度，他还是把操纵杆推了上去。结果飞机的腹部撞到了地上，螺旋桨的一个叶片飞入了恩特的背部，导致他终生截瘫。事后有人问副驾驶员，既然你知道飞机还不能起飞，为什么要把操纵杆推起来呢？他的回答是，我以为将军要我这么做呢。从心理学角度，这个故事反映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权威效应。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或者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大小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权威人士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某天你眼部不适到医院就诊，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有一位眼科专家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大夫供你选择，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专家。还有，一篇医学论文是被推荐到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去报告，还是刊登在普通杂志上，这种反映医学成就的信息，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权威对我们的影响力要超出常人，崇尚权威、迷信权威人士成了社会大众的一个普遍特征。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人，学识有限，心理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因而盲目相信所谓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说者本身的权威地位。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他们的号召力往往正是来源于对大众心理的这种控制。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心想事成的秘密。现代量子力学表明，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组合而成的，
而能量就是一种振动频率。每样东西都有它不同的振动频率，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不同事物的面貌。无论是像板凳、沙发等有形的物体，还是思想、情绪等无形的东西，都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组成的。振动频率相同的事物会互相吸引并诱发共鸣。举个例子，一排音叉，当你击打其中一个，音叉发出清脆的乐声。不一会儿呢，其他的音叉也会发出乐声，它们的声音会互相应和，发生共鸣，甚至越来越大声。事实上，同频共振，同质相吸，正是吸引力法则的精髓。因为一切的本质都是振动，所以一定有着自己的频率。同样频率的东西会共振，形成和鸣。和鸣的部分形成同质性，而同质的东西会因为互相吸引而走在一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讲的其实就是吸引力法则所产生的自然现象。我们身处宇宙之中是有脑电波的，我们的意念和思想也是有能量和频率的。而且每种思想都有一个频率，它们的振动会影响其他的东西。如果你反复思考一个想法，或经常在脑海中想象它，比如想象已经拥有某个职位，或已经拥有所需要的财富，或正在创业，或找到了值得托付一生的爱人。只要你在脑海中想象他们的样子，你就会持续地发射相应的频率。思想不断地发射这种带有磁性的信号，这个信号就会把相似的东西吸引回来。曾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导演，在他家的每个角落都摆放着美丽女人的画像。一个身穿轻纱的裸女做着抗拒的姿势，好像在说，我不想看你，我看不到你。有一次呢，他一位朋友来到他家，朋友对他说，我想你在爱情方面有些问题。那位朋友就回答说，难道你是透视眼的通灵人？我不是，但你看啊，你在各处都放有这个女人的画像。但我喜欢这样的画像，这是我自己画的。朋友就告诉他，若是如此，那更糟糕，因为你投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一个外表英俊的男人，他的身边总是有很多的女演员，因为他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但他没有爱情生活。朋友对他说，你想要什么？我想一星期跟3个女人约会。那好，你就画一个你自己和3个女人的画像，并且每个角落都要挂上这幅画。6个月之后，朋友再一次遇到他，就问他，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了呢？太棒了，他们主动打了电话和我约会呢。因为这就是你的愿望呀。我现在每星期大约有3个约会，他们还为我争风吃醋呢。真有你的。但我想稳定下来，我想结婚，也想要浪漫。好，那你就画出来。于是呢，他画了一个代表美丽浪漫关系的画。1年以后，他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快乐。这位艺术导演为什么在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心想事成呢？因为他发出了另一个愿望。他有这个愿望已经好几年了，但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的外在层面及他房子里的画一直都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因此，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开始利用它。记住，你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是你吸引过来的，所以你将会拥有你心里想的最多的事物，你的生活也将变成你心里最经常想象的样子。这就是吸引力法则。榜样的力量可以增强心理形象。春秋晋国有一名叫做李黎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词，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之后呢，李黎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
官有贵贱，法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黎就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呢？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正人先正己，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不但要像先人李黎那样勇于替下属承担责任，而且要事事为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旦通过表率树立起在员工中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下属敬佩的领导，将使管理事半功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只有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去影响人、激励人，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学无术，夸夸其谈，说得多做得少，就会使下属失望，挫伤下属的积极性，增大团队离心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自己的行动去带动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越轨行为的无声批评，其效应是正面批评无法代替的。一个领导可以引人向善，也可以引人作恶。不要向你的部下说教，这非但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你要求他们怎样做，你自己也要那样做。在日常生活方面，你将会很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下属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一位高声吼叫、不注重个人外表的上尉，将拥有一个高声吼叫而且外表邋遢的团队。你的团队就是你自己的反应。自我牺牲是管理才能中的必要条件。你时时都在付出牺牲，你必须在肉体上要求自己担任时间最长、最困难的工作，并且负担起最重大的责任。你必须每天早上最早起床，晚上最晚入睡。当其他人已经安然入睡时，你还要工作。在心理上，你要同情及谅解你部下的困难。例如，某位下属的母亲死了，还有一位则因为银行倒闭而失去了积蓄，他们可能需要帮助，但更需要同情。不要犯这种错误，说你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拒绝帮助他们。如果这样做，你每这样做一次，就等于敲掉了你房子地基的一块石头，你的部下就是你的基础。长此以往，你的管理才能的房屋将会倒塌。你应该尽量经常自掏腰包，照顾你部下的健康与幸福，或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一般来说，你所花的这些钱会有回报，也许有时候你会损失一点钱，即使如此，这种损失也是值得的。你的士兵就像小孩子，你要照顾他们，尽你的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住宿、食物与衣服。你先要使他们有饭可吃了，然后才能为你效劳。你要使他们每个人皆有一张床睡觉，然后再来考虑你将在何处睡觉。你关心他们的舒适与否，要胜过关心你自己。你在做完这些行动之后，你将为原来就像是一架机器的部队增添了生命活力。你在你的团队中创造了一个灵魂，使整个团体和你结为一体，仿佛成了一个人。这就是大智慧。商家为什么请专家或名人推荐商品？生意不好怨柜台，这看起来是一种无奈之举，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生意清淡，经营上肯定存在问题，有效办法是迅速改变经营策略，谋取新的出路。丁医生在一家企业医院任口腔科医生，50岁时单位就让他退休了。对一位女医生来说，50岁正是做事的时候，她不可能赋闲在家。于是呢，就租了一间15平方米的街面房，办起牙科诊所。她想，
自己有主治医师职称，在补牙、拔牙、镶牙、洗牙、牙矫正等方面富有临床经验，办个小诊所，生意应当不错。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诊所生意一直清淡，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病人怀疑他是不是正宗的牙医，是牙医为什么不到大医院去干？二是他的诊所不能用社保卡，医疗费用全部由患者自掏腰包，因而到他诊所就医的实在很少。丁医生当机立断，摘掉了牙科诊所的牌子，换上婷婷洗牙店的招牌，并告知本店专门为需要健康美白牙齿的人提供方便，只要花30元就可以享受每秒3万次的超声波与高压水雾对牙齿的清除。20分钟后，你牙齿上的污垢、结石和菌斑将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让你一笑一口白。医生还是丁医生，门面还是这个门面，设备还是这些设备，可他的生意马上好了起来。第一天就有10个女生来洗牙，他们才不管能不能报销，只要一笑一口白，再加10块钱也乐意。到如今呢，他的生意好得很，整天忙得团团转。招牌一换，客源来，说明做生意不能走老路，要跟上时代发展，适应生活中出现的新需求，操纵顾客的心理，换上让人动心的招牌。许多人都崇尚名人，对名人的话俯首恭听，唯命是从。因此呢，生意场上若能使自己的商品与某个名人挂上钩，操纵名人效应，定会格外醒目，销路自然打开。在洗发水广告中，百年润发篇可以作为一个经典。首先呢，商家力邀周润发来做这个同名产品的广告。其次，广告中周润发温柔地为妻子冲洗头发那一幕，曾经打动了无数消费者。大家在记住这温馨一幕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个和周润发的名字很像的洗发水品牌。人们出于对名人的喜欢、信任甚至模仿，从而转嫁到对产品的喜欢、信任和模仿，这是很自然的。名人的影响力越大，你的招牌就越响亮。北京北海公园琼岛北面有一家名叫仿膳饭店的老饭庄，已经有数十年历史了。虽然这里的饭菜全是仿照清朝宫廷菜典的方法烹制，但生意一直很淡。后来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外国游客大都对皇帝的起居饮食怀有浓厚兴趣，于是决定以皇帝吃过的饭菜作为仿膳的特色，大张旗鼓进行宣传。他们搜集了许多关于宫廷菜典的传说和有关的轶事，编成故事让服务员背下来，在点菜上菜时根据不同顾客、不同场合加以介绍，生意一下子变得兴盛起来。有一次，美国华盛顿黑人市长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席间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点心，彬彬有礼地介绍说，慈禧太后夜里梦见吃肉末烧饼，第二天早上碰巧厨师为她准备的正是肉末烧饼，她就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心想事成、吉祥如意的象征。今天各位吃的呀，就是当年慈禧太后的梦寐以求的肉末烧饼，愿大家今后事事如意，步步吉祥。一席话把美国客人逗乐了，华盛顿市长高兴地敬了服务员一杯酒，说下次来北京还来你这里做客。许多商业广告喜欢用名人而不惜重金，实际上也是借力的效用。有头有脸的人都喜欢用的东西，普通人心理上容易认同。我和某某用的是同一个品牌的，同样是消费，多一层攀龙附凤的光环，自然很多人愿意借这个光。攀龙附凤之心，大部分人都有，谁不希望有个声名显赫的朋友呢？一个明星或者随便什么大人物，如果能跻身于他们的行列，自己也便沾上了荣耀，在别人眼里也就身价大增了。有一位阿拉伯人名叫阿卜杜拉，本来呢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就是使用了这种手段广求于天下，不但求来许多名人做朋友，还为自己求来了100万家财。
其实啊，他致富的法宝说来简单有趣。他的签名簿里贴有许多世界名人的照片，再模仿名人的亲笔字签写在照片底下。阿卜杜拉便带着这几本签名簿浪迹寰宇，登门造访工商巨子和很多富翁。我是因仰慕您而千里迢迢从沙特阿拉伯前来拜访您的，请您贴一张预照在这本世界名人录上，再请您签上大名，我们会加上简介，等它出版后，我们会立即赠寄一册给您。又由于这些人有的是钱，便喜欢摆阔，一想到能跟世界名人排名在一起，便感到风光无限。这样一来，他们就毫不吝惜地付给阿卜杜拉一笔为数可观的金钱。招牌就是硬道理，有了好的招牌，自然客源滚滚来。要想使产品迅速为大众所知，打开销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名人做广告，以自信为利器，破除权威的圈套。不可否认，权威效应有它积极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上进的权威效应是值得提倡的。例如，树立权威人士做群众的好榜样，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请权威人士担任形象大使，负责环保、节能、关爱生命、如何急救等有意义的公益宣传，将会在大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然而，权威效应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比如说某些虚假误导的广告，由于聘请了一些权威人士进行代言，造成诸多消费者上当受骗，特别是那些涉及医药用品与医疗服务方面的广告，造成的危害及恶劣影响更大。要知道，从心理学层面讲，对于大众而言，权威人士广告的性质属于正言广告。大家虽然没有切身去体验，但因为对代言者的推崇和信任，往往会热心追捧，甚至深信不疑。这也是为何人们再三强调，权威人士或名人在代言广告方面要强化责任感和守法意识。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明白，其实权威也是凡人，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总是跪倒在权威的面前，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进步。我们具体应该如何破除权威效应的消极圈套呢？卢瑟福是英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裂变的研究获得19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断言，由分裂原子而产生能量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企图从原子蜕变中获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谈妄想。但数年后，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就问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经成为主要的发电新能源。在法国，原子能的利用率甚至已经占到各种能源的 40%。在科学大发现的时代，也就是19世纪，当牛顿发现宇宙定律，伦琴发现 X 射线后，有科学家曾断言，科学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以后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使实验做得更精确一些。但不久，爱因斯坦就发现相对论，给了科学界一个新的视野。与之类似，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真实故事。有一位导师每天晚饭后都要出去散步，在散步之前呢，他都要给他的一位学生留3道题放在桌子上，等学生来解答。这天，这位学生发现老师只给他留了2道题，他很快做完了，又在老师的书中发现了一个折着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道题，题目是如何用一支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来画一个正17边形。他开始冥思苦想，到深夜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答案，于是次日来见他的导师。导师见后异常的惊讶，因为那道夹在书里的题目是他打算花大力气解决的，是当时数学界的一道难题。这位学生就是高斯。试想，如果当时高斯知道那是一道当时数学界的难题时，
也许根本不会那么快找到答案。所以呢，我们看问题不要被问题吓倒，更不要惧怕权威，也不能盲目的迷信权威。如何让自己拥有权威影响力呢？第一个，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将意见整合为若干大项。第二，每次都能将意见归纳为3大项，别人就会对你的归纳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任何话都尽量在3分钟以内说完，也是表现自己头脑好的诀窍。第四，凡事考虑周到，想到最坏的结果。第五，平时说话时偶尔加入1、2个专业名词，可以使人感觉你有深度。6，若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可以尝试以名言或谚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第7，叙述数字时，若能将个位数也表示清楚，可以提高别人对自己的信赖感。第8，某些畅销书就算没读过，别人提到时也要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第9，与他人一起就餐时，对于菜品的选择不要优柔寡断。第10，与人约定下次见面时，不妨先翻看一下记事本，再确定时间，可提升自己的社交价值。第11，为了看起来像个大人物，不妨将各种动作放慢。12，逆光走向对方会使人产生此人较大的感觉。13，一定要对交谈对象的谈话内容有所回应。14，重复我认为什么什么，我的什么什么等话语，可以加深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第15，专精于某一件事时，往往可以让人另眼相看。16，腰部挺直的坐姿可让人留下才俊的印象。17，说话时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可以给对方留下好印象。18，要刻意隐藏缺点。第22章晕轮效应，擦亮眼睛，切忌爱屋及乌。晕轮效应呢，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这就好像刮风天气前夜月亮周围出现的圆环。其实呢，圆环不过是月亮光的扩大化而已。据此，桑代克为这一心理现象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晕轮效应，也称作光环作用。晕轮定律呢，指人们看问题时像日晕一样，由一个中心点逐步向外扩散，呈越来越大的一个圆圈，是一种在突出这一晕轮或光环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社会心理效应。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是为爱慕之情所迷，觉得所爱的女子无处不美。黄庭坚的诗草毛多奇事，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思为德，便是由这句古话而来的。情人在相恋的时候呢，很难找到对方的缺点，认为他的一切都是好的，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就连别人认为是缺点的地方，在双方看来也是无所谓的。其实呢，这就是晕轮定律的表现。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博达列夫实验，也证明了同样的道理。在课堂上，苏联学者博达列夫向2批学生出示同一张照片，告诉第一批学生这是一名罪犯，因杀人而入狱，告知另一批学生这是一个物理学家，曾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呢，他要求学生根据其形象描述他可能具有的性格。结果，第一批学生的评价都是贬义的，而第2批几乎全是赞美的。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效应是由知觉者的情感引起的，对他人的一种主观倾向。
由于我们在知觉他人时有一种情感效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就容易出现偏差。这一偏差表现为，当某人或某物被我们赋予了一个肯定的、令我们喜欢的特征之后，那么这个人就可能被我们赋予许多其他好的特征。再有，中国有句古话叫爱屋及乌，意思是如果爱一个人，连他家屋上的乌鸦都会喜爱。要知道，以我国自古流传的迷信习俗，乌鸦是不祥之鸟，它落到谁家的屋上，谁家就要遭遇不幸。那么为什么还会有爱屋及乌的现象呢？其实这也是晕轮定律的典型表现。无论在人际交往还是认识事物时，人们常从对方所具有的某个特性而泛化到其他有关的一系列特性上，从局部信息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即根据最少量的情况对别人或其他事物做出全面的结论。它实际上是个人主观推断、泛化和扩张的结果。扩大自己的光环，提高自己的形象。作为求职者来说呢，很难正确把握应聘考官的心理。但是在面试中，求职者要做一个细心人，不失时机地把握应聘考官当前心里想的是什么，当前最想做什么等，然后主动地根据主考官的思路把事情提前做好，就能在求职的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往往会让应聘考官对你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从而有助于自己求职成功。这就是晕轮效应的反应。曾经有一位刘丽小姐在参加她现在就职的单位招聘时，她的主动让应聘考官们记忆犹新。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刘丽小姐到当地的人才市场上去寻找工作时，发现人才市场中心有一家招聘摊位前挤满了求职人员。刘丽于是也挤过去看看。此时她发现，这家单位正好也招聘自己想要寻找的秘书职位。由于前来应聘的人特别多，再加上当时正值酷暑期间，大厅内温度非常高，众多求职者的嘈杂声也让应聘考官心烦意乱。就在应聘考官决定当天暂时停止招聘时，他突然发现整个大厅里的嘈杂声没有了。当应聘考官正要站起来想看个究竟时，应聘考官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前来应聘的一个女孩子，在大厅内主动地帮助维持秩序。应聘考官听到这话，心头一震，自己从事招聘工作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类似这种女孩的主动工作行为呢。像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强烈的女孩，现在的确很少见。这种行为难道不正是一个秘书所要具备的基本要求吗？于是呢，这位应聘考官就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并让旁边的工作人员把正在大厅后面维持秩序的刘丽小姐叫到自己跟前，向她询问她为什么能够主动站出来维持大厅的秩序，同时戴上眼镜仔细地看了刘丽提交给她的求职介绍信。刘丽呢，就扶了扶额前的头发，然后面带笑容地说，没什么，我也是求职队伍中的一员，维持好求职秩序和环境是每一位求职人员应该做的事情啊。况且您主考大人也需要亲近一些来阅读我们的求职材料嘛。经过一番问答，这位应聘考官紧握刘丽的双手，并向她表示感谢。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刘丽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求职成功者。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刘丽这种看似无意但积极主动的行为增加了她的光环。她的这种行为正是一个秘书应该具备的，她做到了，从而帮助她求职成功。当一个人进入社交领域，便会有一个身价，但是这种身价是无形的，身价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心理价位。所以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善于为自己开一个高价，便是最明确的自我展示。开高价对身价的提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虽然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很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
但是相较廉价销售自己，开高价还是利大于弊的。如果你自降身价，很可能引发别人对你做出如下不利的联想：他是不是没有真才实学呀？他是不是快不行了，不走红了吧？他是不是被潜规则了呢？从而也会影响交易的达成。所以降价销售自己，等于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一旦你以一个较低的价位与一个合作伙伴达成了一项交易，在随后的合作中呢，你便很难将价码加上去了。在演艺圈，出场费是每一个艺人最看重的事情，它不仅关系到艺人收入的多少，也直接体现该艺人在圈内的地位和形象。像姜文、张曼玉、巩俐那样的国际大牌明星，宁可不接戏，也绝不会像某些艺人那样，为了混个脸熟，为了让别人知道我还混着呢，而自降身价，接一些比较异性和格调较低的戏。为了充分体现自己在行业里的地位，如何开高价已经成了一门玄妙的艺术。在拍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发哥的全权经理人发嫂就为发哥开出了种种好莱坞标准的待遇要求。比如拍摄期间要住在北京国际俱乐部，而且要开7间房，包括休息室、服装化妆间、导演讨论室、餐饮室等。发哥每天出门就开始按时计薪，路上堵车也要算。为了让发哥上洗手间方便，要求剧组专门调来一辆豪华大房车。这辆每天开销近5000元的车，在北影棚外一守就是将近40天。事后，制片方指责发哥耍大牌，发哥则义正言辞地说：每个演员在市场上有本身的身价，我去好莱坞拍戏和在亚洲地区拍戏都是用同一份合约。也有的演员呢，因为讲交情、讲义气，不讲条件，被制片方称为有义德。不过在听者的心中，多少会觉得他人气不是很旺，底气不是很足。如果是真正的大牌艺人，怎么会没有一个高的身价呢？还有的艺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接受了较低的价格，但是仍然会要求对方严格保密，或者要求对方报出一个更高的价格，以避免自己身价受损。比如某位演员主演了一部悬疑惊悚类型的电视剧，一集的实际演出费是5万，20集呢就是100万，但是却要求制片方对外说是150万。在现实中，每一个求职者、谈判者都面临着为自己开价的问题。要为自己开一个高的价格，首先要有自知之明，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评价，知道自己在市场中的大概价位，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永乐电器董事长陈晓就是一个善于为自己开高价的人。当永乐处在那样的困境之时，他仍以不惜合作失败的决心，自始至终不肯让步，最终使得国美不得不以52.68亿港元的价格收购永乐。平素谈判所向无敌的国美老板黄光裕也不得不感慨，声称自己遇到了最厉害的对手。陈晓认为这只是一个相对满意的价格，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永远没有满意的价格。陈晓敢于开高价的理由是，永乐的店铺和市场占有率对国美扩展战略有重要价值，以及陈晓自己的决心。在现实中呢，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为自己开高价的问题。在开高价时，要注意以下3点。第一，要敢于开高价。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提供你想要的条件，那你就要自己提出来。你不敢要，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认为你不值钱，反而轻视你，拿你不当回事儿，不珍惜。比如说，当年冯仑就要一些地产项目咨询王石，王石就立刻远从深圳主动飞到北京，免费为冯仑提供咨询建议。结果他的意见呢，却不受重视。事后，王石感慨地表示，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不珍惜，
以后再咨询，我得先收100万，1个月后才回答。第二，价高要适度。开出什么价格，既要看自己的筹码，又要看对方的接受能力，不能脱离实际漫天要价，那样很可能会达不到成交的目的。最关键的是，你一定要有达不到自己价格宁可放弃的准备。如果承受不住这种风险，就不要开高价。第三，态度要坚持。在开出高价后呢，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态度，绝不能轻易妥协，做出让步。在商业谈判中，一方做出让步时，必须要使得对方也做出相应的让步，否则你将会被逼迫地退到犄角旮旯里，死无葬身之地。用2只眼睛看人，切勿以偏概全。企业领导在绩效考核中，如果对被考核者的某一绩效要素的评价较高，就会导致对该人所有的其他绩效要素也评价较高。反之，如果对被考核者的某一绩效要素的评价较差，则会导致他对该人所有的其他绩效要素也评价较差。因此呢，领导者不应该以一种以偏概全的心理评估员工绩效，造成一好百好一差百差的晕轮效应，也不能因为一个员工某一次的任务没有完成好，就认为该员工没有能力，不再重用，损失将才。有一次呢，一位朋友向林肯推荐了一位才识过人的阁员，但是总统在约见他之后，却不想启用这位人才。他告诉朋友说，这个人不修边幅，邋邋遢遢，他本人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因此不会用他。这样一位伟大英明的总统，怎么也会犯以貌取人的错误呢？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那位朋友也很气愤于林肯对于面貌的偏见，于是愤怒地责怪林肯以貌取人，说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的天生脸孔负责。这时林肯说，一个人过了40岁就应该为自己的面孔负责。那位阁员固然可能在某一领域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就某些问题有着精辟过人的见解，但是如果他连约见总统的事儿都不放在心上，不能做到以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总统，那么总统又怎么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这个人是可用的，是值得信任的呢？虽然林肯以貌取人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却不能忽视第一印象的巨大操纵作用，因而必须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搭好台阶。一个人外在的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的品味、地位等方面，但是光以貌取人难免会犯错误。有时候身份显赫的人为了保持低调而表现得平易近人，甚至穿戴平平，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如果你一不小心狗眼看人低，就会得罪人。有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人们趋炎附势的心理，装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上当受骗。有时以貌取人会识错人，如果要想使自己交的朋友不是烂肉，就必须从其他方面着手，而不是光以貌就决定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和品质。一只还是2只眼睛看人，将决定你是否有正确的选择。汉代杨雄曾说，行轻则招孤，貌轻则招辱。行为举止轻率就会招致罪过，衣饰相貌不整就会整致羞辱。这句话的确非常有道理。古往今来，大家都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你仅凭外表就判定一个人，恐怕就会错失良机和人才。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琳娜，在他对卡列宁钟情时，觉得对方的一切都那样美好，甚至连他耳朵上的那颗痣也显得那么协调，不可缺少。但当他对卡列宁生厌时，就觉得对方的一切都那么丑恶，而耳朵上那颗痣则特别刺眼恶心。
这种心理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晕轮效应在作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识人要看内心，不要被别人的外表蒙蔽了眼睛，更不要让以貌取人来操纵着我们的判断结果。评价一个人需要多方面考察，从整体上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人，就是要从德、识、才、学、体这5个基本方面，也就是按人才所构成的基本要素来评定。5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不能只见一点而忽略了其他几点。这就需要用整体性的综合思维方式，把事物经分析之后的各个方面层次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去认识，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告诉人们，识人知人时，采取不同的认识角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从上往下看，会把人看矮了；如果从下往上看，会把人看高了；如果从近往远看，会把人看小了；至于门缝里看人，会把人看扁了。把人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把握人的本质和主流，不能一叶障目，也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坐井观天。要看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如何，对待事业、家庭和自身的态度如何，对待社会公益事业的态度如何，在喜怒哀乐时的情绪表现如何。只有在尽可能多了解和了解透彻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对一个人的正确认识。用2只眼睛看人，不要被晕轮效应所操纵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吸引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所有伟人在他成名之前，都相信自己将会影响这个世界，至少是他所在的世界。他相信自己在生命舞台上演绎的是主角，而不是配角的戏份。或许对于周围的人而言，他的这种想法过于疯狂，以至于人们都认为他是异想天开。但是事实证明，当你坚持一个想法进入到近乎疯狂的状态时，成功往往就会降临到你头上来。只有相信你的意识，你才会吸引成功所需的条件。那些一直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得失的人，是难以做出影响世界之举的。事实上，这也是吸引力发挥作用的表现。1932年经济大萧条期间，一个年轻人从某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科学的学位。关于自己未来的生活，他没有获得任何的指导，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他的困境总结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那个年头的工作岗位极度稀缺。年轻人开始等待，希望有什么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同时呢，为了挣钱养活自己，他整个夏天都在一家当地的游泳池干着救生员的工作。一位经常带孩子来游泳的父亲对年轻人十分友好，并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兴趣。他鼓励年轻人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看看究竟最想做什么。年轻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在随后的几天中，他开始检讨自己。最后，他发现自己还是最想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年轻人告诉了这位长者他的志向，这位长者鼓励他采取必要的行动，使梦想成真。随后呢，他走遍了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努力使自己进入广播行业。终于，他在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市停住了流浪的脚步，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体育播音员。后来，这个年轻人坦率地说道：“终于找到了工作，这多美好呀！不过更有意义的是，我知道了应该去行动这个道理。”这个年轻人叫做罗纳德·里根，后来他成为了美国第40任总统。
成功人士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吸引力法则，吸引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再加上行动和努力，并坚持到最后，其所思所想的就会变成现实。吸引力法则被西方人称之为惊天秘密，而且声称过去知道这个秘密的竟然都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柏拉图、莎士比亚、牛顿、雨果、贝多芬、林肯、爱迪生、爱因斯坦，了解这个秘密就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再次强调指出，不论你是谁，你想要什么，只要知晓这个秘密，你就能实现梦想。晕轮是把双刃剑。客观上讲，晕轮定律是一把双刃剑。在实际应用中呢，我们要辩证地对待这项光环。既然我们知道晕轮定律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评价倾向，是个人主观推断泛化和扩张的结果，那么实际生活中，我们就要注意在评价自己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考虑全面。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呢，要保持头脑冷静，知道自己的还不足之处。当别人贬低你的时候，也不要自暴自弃，要知道自己还有可取之处，真实客观地看待自己，避免出现以偏概全而导致的错误。同时呢，我们可以利用晕轮定律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麦哲伦如何利用了晕轮定律，成功地获得西班牙国王卡洛尔罗斯的帮助。在哥伦布航海成功后呢，为表明自己与投机者或骗子不同，麦哲伦在觐见国王时，特地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路易·帕雷伊洛同往。帕雷伊洛将地球仪摆在国王面前，历数了麦哲伦航海的必要性及种种好处。结果呢，卡洛尔罗斯国王果然被说服了，使麦哲伦成功地得到资助，进行了环绕地球1周的航行。然而，在麦哲伦等人结束航海后，人们发现了他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及他所计算的经纬度有诸多偏差。可见，卡洛尔罗斯国王之所以资助麦哲伦，并不是因为麦哲伦本人或帕雷伊洛的劝说内容，只是因为他认为帕雷伊洛作为专家，其建议一定值得信赖。所以呢，适当的运用晕轮定律，也将有助于我们的积极发展。此外，在认识或接触其他人和事物的时候，晕轮定律的负面影响会给人的心理带来很大障碍。普希金是俄国著名诗人，当他遇到被公认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塔莉时，为她的美丽而心动，以至于疯狂地爱上了她。在普希金眼里，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结婚后呢，普希金每次把自己的诗读给娜塔莉听时，他总是不耐烦地捂着耳朵说不听不听。相反，他却总是要普希金陪他游玩，参加晚会舞会。普希金为了他抛弃了诗歌创作，弄得债台高筑，甚至还为了他与别人决斗而牺牲了生命。通过普希金的故事，我们要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能让一俊遮百丑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和理智。对一个人或事物，不要急于下判断，不要以偏概全，要做全面的了解，避免晕轮定律的偏差。客观地看待每一个人。第一，认清自己。常言说，知人为聪，知己为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办事水平和处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知人和知己的能力。知人呢，就是知道对方的所想所行，要根据对方的思维方式判断他的行为，不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投射他人。知己呢，就是要完全的了解自己，用冷静客观的头脑对待第一印象，从思想和潜意识上做好改造甚至否定第一印象的准备。第二，不用有色眼镜看人，用一颗平静公平的心看待每一个人。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第一印象与事实严重不符时，就必须迅速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认知方向。第三，客观地对他人做出评价，
歌德说，人们见到的正是他们知道的。人们经常会极端化地推记人和物，进行知觉的评价和对比，从喜爱一个人的某个特征到喜爱他整个人，从讨厌一个人的说话态度到讨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儿。这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以偏概全。而要避免这种偏见，就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他人。第23章，互惠定律，爱别人就是爱自己。一位心理学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中随机抽样，给挑选出来的人每人寄去了一张圣诞卡。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收到卡片的人都给他回了一张，而其实他们都不认识他呀。给他回赠卡片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打听一下这个陌生的教授到底是谁。他们收到卡片后自动就回赠了一张。这个实验证明了互惠定律的作用。当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后，我们总觉得应该回报对方。给予就会被给予，剥夺就会被剥夺，信任就会被信任，怀疑就会被怀疑，爱就会被爱，恨就会被恨。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互惠关系定律。互惠定律既指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知恩图报，尽量以相同的方式报答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指双方的互惠共赢。一个小男孩跟别的小朋友打架，他呢就跑到山边对山谷喊道：我恨你，我恨你。接着由山谷传来回声：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这个小孩就有点吃惊，他跑回屋里面对母亲说，山谷有一个小孩说他恨我。他母亲把他带回山边，并要他喊我爱你。这位小孩照他母亲说的做了，而这次他听到山谷的回声说我爱你。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你送出什么就收回什么，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如果一个人帮了我们一次忙，我们也会帮他一次，或者给他送礼品，或者请他吃饭。如果别人记住了我们的生日并送给我们礼品，我们对他也会这么做。这就是互惠定律的表现。一个人向朋友请教一件事儿，两人聚会吃饭，那么账单就理所当然的由请教的这个人付，因为他是有求于人的一方。如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反而让对方付，就很不得体。在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之间，你求别人办事儿，如果没有及时的回报，下一次又求人家，就显得不太自然。因为人家会怀疑你是否有回报的意识，是否感激他对你的付出。及时的回报可以表明自己是知恩图报的人，有利于相互之间的继续交往。而如果不及时回报，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一直欠着这个情，如果对方突然有一件事反过来求你，而你又觉得不太好办的话，就很难拒绝了。俗话说，授人以饭，听人使唤。可以说，为了保持一定的自由，你最好不要欠人情债。当然，在关系很亲密的朋友之间，就不一定要马上回报，那样可能反而显得生疏了。但也不等于不回报，只是时间可能拖得长一些，或到有机会时再回报。朋友间维护友谊遵循着互惠定律，爱情之间也是如此。其实世上没有绝对无私奉献的爱情，不像歌里和诗里表现的那样，爱情也是讲求互惠互利的，双方需要保持一个利益的平衡。如果平衡被严重打破，就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爱默生说过，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你自己。你送出什么就收回什么，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你帮助的越多，你得到的也就越多。而你越吝啬，也就越可能一无所得。爱别人就是爱自己。这句很经典的话，其实已经说出了人际关系的核心秘密，那就是你付出别人所需要的，他们会相对给予你所需要的。古语有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对于别人的恩惠，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而要以另一种好处来报答他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刺探敌情，各国专门设置了一种特种兵，其任务是深入敌后去抓俘虏回来审讯。当时的战争呢是堑壕战，大队人马要想穿过两军对垒前沿的无人区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个士兵悄悄地爬过去，溜进敌人的战壕，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参战双方都有这方面的特种兵，经常派去抓敌军的士兵带回来审讯。有一个德军特种兵以前曾多次成功地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次他又接到任务出发了。他很熟练地穿过两军之间的地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敌军战壕中。一个落单的士兵正在吃东西，毫无戒备，一下子就被德国兵缴了械。他手中还举着刚才正在吃的面包。这时呢，他本能地把一块面包递给对面突袭的敌人。面前的德国兵突然被这个举动打动了，他做出了不可思议的行为。他没有俘虏这个敌军士兵，而是将其放了，自己空着手回去。虽然他知道回去后上司会大发雷霆，这个德国兵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一块面包打动呢？其实，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在得到别人的好处或好意后，就想要回报对方。虽然德国兵从对方手里得到的只是一块面包，或者他根本没要那块面包，但是他感受到了对方对他的一种善意。即使这善意中包含着一种恳求，但这毕竟是一种善意，是很自然地表达出来的，在一瞬间打动了他。他在心里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当俘虏抓回去，更别说要了这个人的命。其实这个德国兵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心理学上互惠定律的左右，得到对方的恩惠就一定要报答的心理，是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行为准则。在人生的旅途中呢，我们一直在播种，也许我们不经意的一次善意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感激。当然，我们付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可生活就是这样，有播种就会有收获。对我们来说也许只是绵薄之力，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则可能会是新的人生起点。在尼泊尔白雪覆盖的山路上，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暴风雪，让人很难睁开眼睛。有个男子走了很久，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旅行家，两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旅途上的同伴。半路上，他们看到一个老人倒在雪地里，如果置之不理，老人一定会被冻死。男子就提议，我们带他一起走吧，先生，请您帮帮忙。旅行家听了很生气地说，这么大的风雪，咱们照顾自己都难，还顾得了谁呀？说完便独自离开了。这个男子只好背起老人继续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他全身被汗水浸湿，这股热气竟然温暖了老人冻僵的身体，老人慢慢恢复了知觉。两人将彼此的体温当成暖炉，相互取暖，忘却了寒冷的天气。得救了，老爷爷，我们终于到了。看到远处的村庄，男子高兴地对背上的老人说。当他们来到村口时，发现一群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男子挤进人群中一看，原来是有个男人僵硬地倒卧在雪地上。当他仔细观看尸首时，吓了一大跳。冻死在距离村子咫尺之遥的雪地上的男人，竟然就是当初为了自己活命而先行离开的那个旅行家。行路的男子并不知道帮助老人会为自己赢得升级，他只是出于悲悯之心才背着老人进行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男子的善心不但救了老人的性命，更让自己成功走出困境，而旅行家则为他的自私付出了代价。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心，善待他人，把你的爱心奉献出来，在你不经意的付出以后，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得道的过程呢，就是经营人心的过程。因此，得道者得人心。得道之人拥有的是无形资源，即使在最失意的时候，这种人心齐聚的优势，也会帮助他们化险为夷，安度难关。而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甚至连亲戚也会叛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人心所向，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最大的制胜法宝就是人心。军队如此，企业更是如此。孙子谋攻篇中讲到，上下同欲者胜。也就是说，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孙子提出的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么，如何使上下同欲呢？孙子在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义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说，有道的君王可以使民众与他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在这里，孙子提出的道是使上下同欲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孙子所讲的道又是何意呢？指的是政治。他特别强调民与上同意，即指国家实行的得人心、顺民意的政治。用道铸造的组织，上与下、内与外能同心同德，有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把孙子的道用于现代经营管理中，就是把企业的利益、员工的利益、客户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此布道，其道必久。道是人的心，人有了道，犹如鱼有了水。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企业的成功之道，其经营者和管理者们无不把经营人心放在首位。情与情能相融，心与心亦相通。一个企业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员工的人心向背，消费者的人心向背，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牛根生的个人经历，还是蒙牛的创建过程，人心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牛根生将经营人心当作一个事业来经营。牛根生说，感情的培养和投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非常善意地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企业的人，包括社会的人。只要有投入，肯定有产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经营人心包含了几个层面的含义。既要经营员工的心，也要经营经销商、合作商、投资方的心，更要经营消费者的心。经营人心，首先要用心来经营员工的心。人是最大的生产力，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聚揽人才，蒙牛对员工捧出的是一颗真挚诚恳、舐犊般的爱心，换来的是员工孺子牛一样的忠诚与敬业之心。牛根生散了钱财，得了人心，聚了人才，收获了高效益与高效能，这是蒙牛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蒙牛为了赢得客户的青睐，提出了产品就是人品的口号，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对自己严格要求，从技术、设备到流程控制、奶源维护，再到质量检验，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不放过任何细节，消除质量死角，保证牛奶的品质，保证客户饮用的安全与健康，用这份精诚之心敲开客户的倾心之门，为蒙牛树立起良好的口碑。蒙牛还有一颗火热的社会良心，愿每一个中国人身心健康，绝不只是置于口头的呼声，而是融入企业的每一步行动中。抗击非典，捐奶助学，援助申奥，抗灾救灾，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活动都留下了蒙牛的热心与真心，博得了社会大众的信心与放心。经营事业就是经营人心，
这个哲学思想为百年蒙牛的目标打下根基，这是蒙牛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经营人心也是蒙牛的终极目标。互惠定律告诉你，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你。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互惠定律带给我们的10个启示。第一个，你对我友善，我对你也友善。第二，给予就会被给予，信任就会被信任。第三，当你真诚地帮助员工的时候，员工才能真正地帮助你。第四，假如你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别人也愿意满足你的愿望。第五，世界销售大师金克拉说，假如你能帮助别人梦想成真，你自己一定可以心想事成。第六，你送出什么就收回什么，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第七，你怎样对待人们，取决于你怎样看待他们，这是普遍的真理。第八，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存一颗感激之心，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同时也要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第九，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第10，帮助别人也是帮助你自己，伸出你的手去援助别人，而不是伸出你的脚去绊倒他们。第24章，奥卡姆剃刀定律，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被人称为驳不倒的博士。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含义是，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凡无用的累赘和废话应当一律取消。由于威廉出生在英格兰萨里郡的奥卡姆镇，这一似乎偏激独断的思维方式后来被人们称为奥卡姆剃刀定律。奥卡姆剃刀定律的出发点就是不做任何多余的事儿。在人们做过的事情中，可能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而常隐藏在繁杂事物中的一小部分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复杂的事情往往可以通过最简单的途径来解决。做事儿要找到关键。简言之，把繁琐累赘一刀砍掉，让事情保持简单。化繁为简是一种大智慧。近几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精兵简政、精简机构、删繁就简等一系列追求简单化的观念在整个社会不断深入和普及。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这正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如今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管理组织越来越完善化、体系化和制度化，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容忽视的机械化和官僚化。于是呢，文山会海和繁文缛节便不断滋生。可是国内外的竞争都在日趋激烈，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快与慢已经决定其生死。如同在竞技场上赛跑，穿着水泥做的靴子却想跑赢比赛，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脱掉水泥靴子，比别人更快更有效率，领先一步，才能生存。换而言之，就是凡事要简单化。很多人会问，简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看了下面的例子，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伯恩·崔西呢，是美国著名的激励和营销大师。他曾与一家大型公司合作过，该公司设定了一个目标，在推出新产品的第1年里，实现100万件的销售量。该公司最优秀的营销精英们开了8个小时的群策会后，得出了几十种实现100万件销售量的不同方案，每一种方案的复杂程度都不同。这时伯恩·崔西建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应用奥卡姆剃刀原理。他说，为什么你们只想着通过这么多不同的渠道，向这么多不同的客户销售数目不等的新产品，却不选择通过一次交易向一家大公司或买主销售100万件新产品呢？
当时整个房间内鸦雀无声，有些人看着伯恩·崔西的表情，就像在看一个疯子。然后有一名管理人员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一家公司，这种产品可以成为他们送给客户的非常好的礼物或奖励，而他们有几百万客户。”最后，根据这一想法，他们得到了一笔100万件产品的订单，他们的目标实现了。可见，不论你正面临什么问题或困难，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解决这个问题或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呢？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简便的方法，为你实现同一目标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记住苏格拉底的话：任何问题最可能解决办法是步骤最少的办法。正如奥卡姆剃刀定律所阐释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把事情复杂化，要保持事情的简单性，这样我们才能更快更有效率地将事情处理好。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日本最大的化妆品公司收到客户抱怨，买来的肥皂盒里面是空的。于是呢，他们为了预防生产线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工程师想尽办法发明了一台 X 光监视器，去透视每一台出货的肥皂盒。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另一家小公司。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买一台强力工业用电扇去吹每个肥皂盒，被吹走的便是没放肥皂的空盒子。面对同样的问题，两家公司采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法，无论从经济成本方面还是资源消耗角度，相信第二种方案的优势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每当遇到问题时，我们要勇敢地拿起奥卡姆剃刀，把复杂事情简单化，以选择最智慧的解决方案。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向宇宙下订单。根据吸引力法则，不管我们发出的是喜悦的高频波还是忧虑的低频波，反正我们发出什么样的波，当下就会把什么样的波吸引回来。我们是振波的源泉，也就是说，我们是活磁铁，是缘起。当下的一切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无论你喜不喜欢。人固然是血肉之躯，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是能量。人就是磁力的源头。你也许自认为是才高八斗的大文豪，或是家庭主妇，或是所在行业的领头人，或是机舱中的驾驶员，但其实你竟是个活磁铁。这话听起来很颠覆，不过是到了该觉醒、认真面对事实的时候了。你我都是在世界上漫游的活磁铁，而且我们拥有巨大的力量。只要向宇宙下订单，便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这种情形就像自然界中的磁铁一样，能够把其四周的铁粉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结果如此奇妙，那么我该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方式向宇宙下订单呢？你不需要使用什么特别的呼吸法，或是搞得出神恍惚来设定你的潜意识，也不需要进入催眠状态，或是身着奇装异服，或是倒立着念出你的订单。只要好好的控制源自我们思想中的感觉，倾听内心的声音，然后像孩子般天真可爱地说出愿望就行了。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你的潜意识或宇宙，都无法理解下列的表达方式：我不想要这个跟那个，或者希望这个跟那个不要发生。不想要、不是这一类的字眼会被大脑删掉，而你脑中留下的图像则会开始成真。举个例子来说，你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告诉自己10分钟之内
不要想到维尼熊。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不要想到维尼熊。结果你会发现，你不希望想到的东西仍然会在眼前形成一幅图像，这样一来，多少会妨碍到你真正的愿望。如果你想改变现状，不妨遵循下面4个步骤，保证没错，100%的保证。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这4个步骤之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它们是宇宙通行的法则，是万事万物创造的基本原则。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试一试。1. 找出你生命中不想要的事物。2. 从你不想要的事物中探求出你真正想要的事物。第3，去体会那种愿望成真的境界。4. 期待、聆听，让结果自然发生。在你步入这个前所未有的过程之后，你会发觉生命中的每个面向似乎都开始好转。焦躁、忧虑、猜疑和恐惧不再像影子般与你相随，这些恼人的情绪变成数个星期也碰不到一次的偶发事件，而且你每天都可以亲身体会这一变化。比如说，你的健康有了好转，银行储蓄渐渐增多，情场也春风得意，手头的工作如顺风行船，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悦。这是真的，你可以感受这一切在你眼前成型，然后你会感悟到，原来在你的车上唯一掌握方向盘的人就是你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当你愿望成真之后，要有赞叹，这样你会更信任自己下订单的技巧。如果你不太确定这是否只是巧合，也要赞叹巧合至少是发生在你的订单上。有些特别聪明的人下订单的时候会这样想，如果我下订单的话，它确实有可能只是出于纯粹巧合而实现，但也还真巧呀。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重要的是愿望成真。简单就是高效。一次，爱迪生让助手帮助自己测量一下一个梨形灯泡的容积。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由于灯泡不是规范的圆形，而是梨形，因此计算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助手接过后呢，立即开始了工作。他一会儿拿标尺测量，一会儿计算，又运用一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忙得满头大汗，还是没有计算出来。就在助手又搬出大学里学过的几何知识，准备再一次计算灯泡的容积时，爱迪生进来了。他看到助手面前的一沓稿纸和工具书，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呢，爱迪生拿起灯泡朝里面倒满水，递给助手说：“你去把灯泡里的水倒入量杯，就会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助手这才恍然大悟，简单就是高效。这个故事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学会把问题简单化才是一种大智慧。有人曾经请教马克·吐温，演说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件亲身感受的事儿。有个礼拜天，我到教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动容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讲了5分钟后呢，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儿捐助50元。他接着讲了10分钟，此时我就决定将捐款减少到25元。最后，当他讲了1个小时后，拿起簿子向听众请求捐款时，我已经厌烦至极，1分钱也没有捐。在上面马克·吐温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他通过自身的经历向求教者说明，短小精悍的语言其效果事半功倍，而冗长空泛的语言不仅于事无益，反而有碍。事实上，不仅语言如此，现实生活也同样如此。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简化，剔除不必要的生活内容。这种简化的过程就如同冬天给植物剪枝，
把繁盛的枝叶剪去，植物才能更好的生长。每个园丁都知道，不进行这样的修剪，来年花园里的植物就不能枝繁叶茂。每个心理学家都知道，如果生活匆忙凌乱，为毫无裨益的工作所累，一个人很难充分认识自我。为了发现你的天性，亦需要简化生活，这样才能有时间考虑什么对你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就会损害你的部分天资，而且极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这种简化呢？很简单，就是重新审视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和所拥有的一切东西，然后运用奥卡姆剃刀，舍弃不必要的生活内容。相传有位科学家带着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请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随意地看了一眼最后的结论方程式，就说：这个结果不对，你的计算有问题。科学家很不高兴，你过程都不看，怎么就说结果不对呢？爱因斯坦笑了，如果是对的，那一定是简单的，是美的，因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结果太复杂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科学家将信将疑地检查自己的推导，果然如爱因斯坦所言，结果不对。也许你认为奥卡姆剃刀只放在天才的身边，其实它无处不在，只是有待人们把它拿起来。越复杂越容易拼凑，越简单就越难设计。在服装界有简洁女王之称的简桑德说，加上一个扣子或设计一套粉色的裙子是简单的，因为这一目了然。但是对简约主义来说，品质需要从内部来体现。他认为简单不仅仅是摒除多余的花哨的部分，避免喧嚣的色彩和繁复的花纹，更重要的是体现清纯质朴，毫不造作。这也是奥卡姆剃刀的一种运用智慧。给人生做减法，让心灵不负重。有个人觉得生活很沉重，便去见哲人，寻求解脱之法。哲人给他一个篓子背在肩上，指着一条沙砾路说：你每走一步就捡一块石头扔进去，看看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那人走到了头，哲人问有什么感觉，那人明白了生活越来越沉重的道理。当我们来到世界上时，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空篓子，然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从这世界上捡一样东西放进去，所以才有了越来越累的感觉。于是那个人就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这沉重吗？哲人问他，那么你愿意把工作、爱情、家庭、友谊哪一样拿出来呢？那个人不说话了。哲人说，当你感到沉重时也许应该庆幸自己不是总统，因为他背的篓子比你的大多了，也沉重多了。人生路坎坷的时日居多，升学、工作、晋级、成家，哪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大部分时间都在负重而行。领导同事的误会，工作上的摩擦，生活上的不如意，都是令人难过的源泉。这时候就得有负重而行的心理承受力。如果不够宽容，不够豁达，不会变通，最终会把自己逼入死角。人生这么短，何必要让自己在名利中折腾呢？攀比只会产生烦恼，开奔驰的固然威风潇洒，并肩漫步又另有一番幸福甜蜜。怎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呢？不是豪华洋房、昂贵花园，而是两个人共同建筑、共同守护的城堡。我们这座城堡牵着手才能找到，幸福是因为相互依靠。城堡的大小不在于它的实际面积，而在于两人心里的感觉。感情这个地基打得越牢固，日久你就会越感到它的宏伟。刘墉先生对人生的解释是，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人生的恩恩怨怨，却能冷冷静静一一化解。有一天终于顿悟，这就是人生。
生活中呢，常常听有人抱怨活得太辛苦，压力太大。其实这往往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衡量清楚自己的能力、兴趣、经验之前，便给自己在人生各个路段设下了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的，而是和他人比较制定的。所以每天为了完成目标，不得不背着责任的包袱去生活，不得不忍受辛苦和疲惫的折磨。人首先要为自己负责任。有的人不看实际情况，要求自己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必须学热门专业，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才算完美人生。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去基层，不愿去艰苦地区，就是因为他们人生的背篓中背负有太多的责任。这种以私利为出发点的个人抱负，以蜕变为一个包袱压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可有人却乐此不疲。人们常说，什么事儿都归咎于他人是不好的行为。但真的是这样的吗？许多人动不动就把错误归咎于自己，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观念。比如说，有的人因孩子学习不好而整天苦恼，因孩子没考上大学而内疚。只要自己尽力去为孩子做该做的一切了，因为其他原因而落榜，怎么能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呢？再者，塞翁失马又安知非福呢？指不定孩子能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呢。了解自己，就不必勉强自己，不必掩饰自己，也不会因背负太重的责任包袱而扭曲自己。如此，就能少一些精神束缚，多几分心灵的舒展，就少一点自责，多几分人生的快乐。有的人对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个性感到相当懊恼，可是后来把它想成，这种个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天所赐予的，并非自己努力不够。这样一想，也就不再责备自己，不再烦恼了。歌德曾经说过，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只有认清了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认真去做自己喜爱的事儿，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并背负了适合自己的责任包袱，我们就能体会到人生旅途的快乐。管得少才能管得好。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什么叫管理呢？管理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问题流程化，制度标准化。有些事儿你得多花费一些时间，有些事儿你稍微处理就行，有些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操心。简单就是力量，花一定的时间化繁为简，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有2个原理，它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如果你有2个类似的解决方案，选择最简单的，需要最少假设的解释，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定律的精髓所在。我们运用奥卡姆剃刀定律，可以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一些领导之所以成天忙忙碌碌，却又干不到点子上，其原因就是抓权太多。这些领导一方面抱怨事情干不过来，另一方面又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要亲自管。当下级把矛盾上交时，他便亲自去处理那些本应由下级处理的问题，陷在事务圈子里不能自拔。这种包揽各种权力于一身，唱独角戏的做法，与现代领导的工作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天津市有个著名的企业改革家就提出分权而治、分级管理。他平时只抓9个人，也就是4位副厂长、2位顾问，加上计划经营、质量管理2位科长和1位办公室主任。这些人再把权力一层一层地分下去，工作起来效率很高。过去一上班，办公室里就挤满了人，晚上又找到家里请示工作，商量问题。现在呢，厂长办公室清静了，厂长可以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筹划长远规划和抓改革上，只用少量的精力处理日常事务，
晚上家里有了看书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可以不断汲取新知识，获得旺盛的精力。分工授权又可以称为分层领导、分级领导，是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将领导纵向分为若干层次，分级排列，下级向上级逐级负责，其管辖范围随级别下降而缩小，形成上下对应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使组织成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统一整体。能否实现有效的领导，其要素之一就要看它会不会实现层次分级领导。不进行统分结合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领导的。过细的领导只能使其被一些琐事包围，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成了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三国时代蜀相诸葛亮虽然是一代名相，但由于忽视层次领导，事必躬亲，结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给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感。据史书记载，他在军中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甚至连粮草消耗这种小事都要亲自操劳。显然，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弘扬的。但他那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越俎代庖的工作方法并不可取。现在有些领导人头脑中也缺乏这种分工授权的观念，在工作中分工不授权，反而大包大揽，弄得单位里形成了领导忙得团团转，下属悠闲没事干的反常局面。领导怨天尤人，埋怨下属没有积极性，不能替自己排忧解难。岂不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就是由于领导者不懂得分工授权而一手造成的。正确的领导方式，应当是在统一领导的大方向下，实现有效的分工授权，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具体来讲，授权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个，能够减少领导的工作负担，使之从琐碎繁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腾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重要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更有效地进行决策和指挥。第二，能够增强下级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发挥他们的工作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第三，有利于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增长干部的才干。第四，能够发挥下级的专长，弥补自己的不足。领导应当尽可能地把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授权给在这方面擅长的人去干，以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第五，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下级从等级服从、层层听命的消极被动状态，改变为合作共事、互相支持的积极主动状态。管理者在用人时，要做到既然给了下属任务，就应该同时给予其职务相称的权利，不能大搞扶上马不撒缰，处处干预，只给职位不给权利。管理者用人只给职不给权，事无巨细都由自己定调拍板，实际上是对下属的不尊重、不信任。这样不仅使下属失去独立负责的责任心，还会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难以使其尽职尽力。到头来，工作搞不好的责任还得由管理者们来承担。所以呢，放手让你的下属去施展才华吧。只有当他确实违背了工作的主旨时，你再出手干预，将他引上正轨。只有将下属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你的事业才能迅速地获得成功。奥卡姆剃刀定律告诉你，简化也有禁忌。第一个，奥卡姆剃刀不是乱砍一气，而是在对事物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之后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如一个雕刻家能把一块不规则的石头变成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因为他胸中有丘壑。如果你抓不住重点，找不到要害，
不知道什么最能体现内在品质，运用剃刀的结果只能是将不该删除的删除了。第二，合理的使用奥卡姆剃刀，不能盲目删减。例如 IBM 在电脑产品营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其前 CEO 郭士纳所指，他们具有非常优势的集成能力。然而其广告宣传语却将这一点删掉了，留下推广小型电脑的小行星问题的解决方法。结果呢， IBM 自然未能凭这则广告获得区别于其他电脑的地方。可见没有什么比删掉自己的优势更可悲了。所以呢，在我们使用奥卡姆剃刀时，要将其用在恰当的位置上，而不是盲目乱删。第25章，霍布森法则，懂得选择，学会放弃。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你们买我的马，租我的马，随你的便，价格都便宜。霍布森的马圈大大的，马匹多多的，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赖马、小马。来买马的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赖的。霍布森只允许人们在马圈的出口处选，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是一个低级的决策结果，其实质是小选择、假选择、形式主义的选择。人们自以为做了选择，而实际上思维和选择的空间是很小的。有了这种思维的自我僵化，当然不会有创新，所以它是一个陷阱。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法则。人生处处是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你想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人可以永远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有的却永远地成了自己生活的奴隶。希望、绝望、可爱、可恨、积极、消极、自信、自卑，这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归结于你自己的选择。成功也是可以选择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个明确而切实的目标。尤尔加呢，在底特律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搬到了新奥尔良。他在底特律时只是一个铅管匠，努力了好多年，也没有发展起自己的事业，原因是缺乏资金。刚搬到新奥尔良的时候，他带着老婆、3个孩子和120元钱，那是他全部的家当和资产。搬来后的第一天，他找了8家铅管公司，可是没有人愿意雇佣他，那些人只是告诉他人手已经够了。无奈之下，第二天呢，他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走过了一条长长的繁忙的大街。那条街上有几家快餐店，他记下了窗口上张贴征聘店员广告的店名。走到路尽头时，他跳上了另一辆返回家的车。一路上去了4家快餐店，可是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总算第5家的经理对他有点兴趣，他向那个经理保证他工作勤奋，而且做人诚实。那个经理告诉他薪水相当低，但他告诉经理待遇不成问题，他会为顾客提供一流的服务。他的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努力，结果在6个星期之内，他成了那家快餐店的营业部经理。在那期间，他结识了不少顾客，根据他们的要求改善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9个月后，这家快餐店的老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这个老板除了经营餐饮业之外，还有别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在房地产方面也搞得不错。这个老板看他的能力很强，也很敬业，就想派他去一座有90户的大厦当助理经理。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告诉这个老板，他只当过铅管匠，对管理大厦一无所知。但老板笑着对他说，我查过你在快餐店的记录，利润增加了 83%。 管理大厦与管理快餐店的道理是一样的，乐于助人，推行计划和委派。我想你一定能让大厦保持客满，准时收到房租，而且保养良好。结果呢，他就接受了那个工作，工资是他在快餐店时的3倍，
还有一间漂亮的公寓。2年后呢，他已经升为了高级经理。不久以后，他就有足够的钱来开创他自己的事业，创办一家大规模的监管企业。尤尔加选择了一份很少人愿意去做的工作，但他最终却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呢，人的一生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即使你选择了最不起眼的工作，如果你能让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那你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不平凡的事业做出充分的准备，就能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另辟蹊径，柳暗花明。在印度的热带丛林里流传着一种奇特的捕猴法。这里的人们在捉猴子时，会先拿出一个小木盒，在木盒里装上猴子爱吃的坚果，然后把盒子固定起来，再在盒子上开一个刚好够猴子的前爪伸进去的小口。这样猴子一旦抓住坚果，爪子就抽不出来了。用这种方法常常能捉到猴子，这全因为猴子的一种习性，不肯放下已到手的东西。在这时呢，人们总是嘲笑猴子的愚蠢，为什么不松开爪子，放下坚果逃命呢？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像这些猴子一样的人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懂得放弃是放弃错误，收获光明。不要像这猴子一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丢了性命，也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发现此路不通就赶快另取他路。人生有很多个选择，竞争场也有很多个机会，不要以为放掉了一个就失去了所有，有时候只有放弃了才能获得。瑞士军事理论家菲米尼有一句名言：一次良好的撤退应与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样受到奖赏。该放弃的时候要勇于放弃，放弃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智慧。在生活中呢，当我们努力争取的东西与目标无关，或者目前拥有的东西已成为负累，或者劣势大于优势，那么还不如放弃。当你放弃了不该在你身上的东西，你可能会突然发现，你已经拥有了你曾争取过而又未得到的东西。就像电影《卧虎藏龙》里那句经典台词说的一样，当你紧握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你越是死命想抓住的东西，就越是得不到。相反，如果你学会了放弃，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你只能挑最想要的来奋斗。想要拥有一切的人，往往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在未学会放弃之前，你将很难懂得什么是争取。如果不懂得放弃，就无法做出决策。以个人或企业的发展为例，我们不可能在竞争中做到万无一失，只能放弃一些不利于发展或者对个人企业帮助较小的东西，来谋取更大的收获。过去的成就不代表将来的辉煌，决策者要懂得放弃光环。大多数人都很难拒绝过去那些效果很好的技术和战略对我们的诱惑，也很难看到采用新战略和新技术的必要性。不伸开拳头，就能抓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所以不要固守过去，也不要坚持错误，懂得放弃，才能开创更美好的天地。长期居于世界手表行业销售榜首位的日本钟表企业精工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该企业的第3任总经理服部正次的放弃策略。作为钟表企业，都会把瑞士这个钟表王国作为对手，来努力提高自己的质量。服部正次也不例外。在他上任初期呢，他一看把企业的发展方向定为质量赶超瑞士，可结果却很不理想，10多年的努力几乎是白费力气。就是在这时，服部正次清楚地认识到与瑞士比质量是行不通了，于是他迅速地带领精工社另走新路，不再在机械表上比质量，而是研发出
比机械表更好的新产品。有这个思路后呢，服部正次就带领自己的科研人员刻苦钻研，终于在几年后开发出了比机械表走时更准的石英电子表。产品一推出就大获全胜，甚至赢得世界手表销售的首位。这就是懂得放弃的回报。那条路被堵死了，没必要非得把它闯开，走另一条路也能看到柳暗花明，说不定景色更加秀丽。在竞争中，我们一定不要犯固执己见的错误，也不要贪得无厌，只有懂得适时的放弃，才是成功的保证。从多项选择中明确想要的结果。很多人的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他知不知道做事的方法，虽然方法很重要，但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是他的选择。成功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了奋斗和坚持，就是选择了成功，而不做这个选择便是选择失败，所以失败也是一种选择。人生不过是一连串选择的过程，从你早上起来要穿哪一套衣服出门开始，你就在选择；中午要去哪里吃饭，你又在选择。女子有众多的追求者，在考虑结婚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位男士比较适合自己，这需要选择。男士找对象时，也需要从女子中选择。选择有大有小，但每日每月所有的选择的累积，影响了你人生的结果。一个选择对了，又一个选择对了，不断地做出对的选择，到最后便产生了成功的结果。一个选择错了，又一个选择错了，不断地做出错的选择，到最后便产生了失败的结果。有的人希望工作更顺利、更快乐，但他总是在做他不喜欢的工作，这是他的错误选择，因为他明明可以换工作。有的人希望身体更健康、更强壮，但他总是说他没有时间运动，导致身体虚弱，这是他的选择，因为他明明可以抽出时间来运动的。有的人希望家庭更幸福，小孩更听话，但他总是跟太太吵架，导致小孩学业跟不上，这是他的错误选择，因为他明明可以在控制情绪中花时间教育小孩。美国小伙子杰克看中了韩国姑娘金善基，便一直追着不放。最后呢，金善基辞掉了工作，跟杰克结了婚，回美国定居了。金善基说，我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远离父母，跟随你到美国来，这可是我为你做出的牺牲呀。他以为这样说就能把杰克感动，没想到杰克这么回答他，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牺牲，在我看来，这只是你的一种选择。金善基后来才认识到，美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只会尊重你的选择，而不会承认你的牺牲。这就意味着，你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必须符合你自己的心愿，符合自己的心愿才能成为自己的选择。这样与人打交道，才会拥有真正的平等，同时也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杰克是一位通晓6国语言的医生，在美国很容易赚钱的，他工作1小时就有80美元的收入。但是金善基却跟国内的朋友说，我必须工作，必须学会自己赚钱，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可能做真正符合心愿的选择，也就不可能赢得他长久的尊重。最后呢，金善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你是否曾埋怨过别人呢？但事实上，你可能错怪了别人，是你的决定使你面临今天的结果。也许你自己做决定，也许你决定由别人为你做决定。有些人做正确的选择与决定，有些人做错误的选择与决定，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有权选择，或是轻易将选择权拱手让人，而且大部分的人也不喜欢别人为他们做的决定。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许多人应该都会有小时候捕蝴蝶的记忆，抓住蝴蝶的我们是快乐的，可是否想过蝴蝶的痛呢？你会说你喜欢它，得不到它你会很难受。
那蝴蝶呢？你顾及过他的想法吗？曾经流行一首歌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没错，正所谓君子爱花不采花，真的爱不是占有，不是伤害，而是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从前呢，有一个国王非常喜欢金丝雀，他的王宫里挂满了养金丝雀的笼子。可无论他如何精心照顾这些金丝雀，它们还是一只接一只的死去了。他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聪明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后，就进宫去面见国王。当宰相来到王宫，正好听到一个奴仆在给国王出主意。我亲爱的陛下，您是这么高贵，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伟大，却愿意亲自的照顾这些卑微的鸟儿，而他们却不知感恩，一只一只的弃您而去，他们实在是太可恨了。您应该下令把王宫里所有的金丝雀都处死，而且全国的国民只要见到金丝雀就要把它射杀。您不应该为这些叛徒的离开而伤心，而应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消灭。国王听了奴仆的话，觉得有道理，越想越生气。这些该死的鸟儿就应该被杀光。宰相听到这些呢，觉得不妙，赶紧来到国王面前。他问国王：我亲爱的陛下，请问您爱这些鸟儿吗？国王听后点点头说：当然爱了，不爱怎么会对他们那么好呢？接着国王又摇摇头说：那些可恶的鸟儿，我现在只恨他们背叛我。宰相看着国王，语重心长地说：我亲爱的陛下，鸟儿没有背叛您，它只是向往自由。鸟儿天生就是要飞翔的，您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它们失去了自由和飞翔的权利。无论您给它们再多的美食，再多悉心的照料，它们也不会快乐，最后只有抑郁而死了。别说鸟儿，就是人，把它整天关在笼子，对它再好，它也是不会快乐的。不信，您可以把这个忠心的奴仆关进笼子里试试，看他会不会背叛您。说着，宰相指着刚才给国王出主意的奴仆。奴才听了宰相的话，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宰相看着奴才的滑稽样，笑着对国王说：哈哈，陛下，您看，没人愿意被关在笼子里。您如果真的喜欢金丝雀，就应该让它们快乐地飞翔在我们这广阔的天地间，让全国百姓都不能伤害它、捕捉它，这才是真的爱呀。国王听了，觉得宰相的话更有道理，于是便下令放了王宫里所有的金丝雀，还下令全国百姓不得任意射杀、捕捉金丝雀。久而久之呢，这个王国的金丝雀越来越多，国王在国家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金丝雀，非常高兴，于是便将国家也改名为金丝雀王国。吸引力法则告诉你心想事成的启示。一，当我们聚焦在一样东西，比如说某种想法、某个人、某件事儿、某项物，我们的心灵就会与之产生共振。第二，如果你聚焦在你想要的财富、健康、爱情，你会得到；如果你聚焦在你所不要的贫困、疾病、孤单，你也会得到。第三，绝大部分的人所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却恰恰得到了，正是因为他们聚焦在自己不要的，多过聚焦在自己想要的。第四，吸引力法则不会因为你的不了解、不认同而转移。第五，当你有意识地选择你所想的，吸引力法则会帮助你心想事成。第六，吸引力法则就像一位魔法师，让你得到你所要的，而避开一切你所不要的。有选择就要有放弃。一文类聚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呢有一个女儿，有两家男子同时来求婚。东家的男子长得丑，但是很有钱；西家的男子长得俊美，但是很穷。父母就犹豫不决，便征询女儿的意见，要她自己决定愿意嫁给谁。要是难以启齿，不便明说，就袒露一只胳膊，让我们知道你的意思。女儿便袒露出两只胳膊，父母感到奇怪，就问其原因。女儿说：
我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宿。这个故事中的选择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成立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选择吃鱼，那么就不能吃熊掌，这就是选择的机会成本。与之类似，你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好不容易处理完公司的财务报告，喝一杯下午茶休息一下，来点甜点怎么样？豆沙糕还是巧克力薄饼呢？豆沙糕还是巧克力薄饼，就类似于鱼和熊掌。这种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会成本的考虑。如果你喜欢吃豆沙糕，但你也喜欢吃巧克力薄饼，在两者之间选择，接受豆沙糕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巧克力薄饼。吃豆沙糕的收益是5，那么吃巧克力薄饼的收益是10。这样，吃豆沙糕的经济利润是负的，所以选择吃巧克力薄饼而放弃豆沙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机会成本是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比如说，要在某块土地上发展养殖业，在建立养兔场还是养鸡场之间进行选择。由于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如果选择养兔就不能养鸡，那么养兔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养鸡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可以根据对市场的预期大体计算出机会成本的数额，从而做出选择。有些机会成本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它们涉及人们的情感观念等。机会成本广泛存在于生活当中。一个有着多种兴趣的人在上大学时会面临选择专业的难题。辛苦了5天，到了双休日，是出去郊游还是在家看电视剧呢？面对同一时间的面试机会，选择了一家单位就不能去另一家单位。对于个人而言，机会成本往往是我们做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而且常常比我们预想中的还多。人生面临的选择何其多，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选择。比如是继续工作还是先去吃饭，是在这家商店买衣服还是在那家商店买衣服，是买红色的衣服还是买黄色的衣服。心中有个秘密，是告诉朋友还是不告诉朋友？如果告诉的话，又告诉哪些朋友？这些选择在生活中很常见，不过似乎并不重大，所以大家轻松地做出了选择，也不会慎重考虑。机会成本越高，选择越困难，因为在心底我们不愿意放弃任何有益的选择。但是我们有时必须2选1，甚至是3选1，在这时机会成本的考量将显得尤为重要了。霍布森法则告诉你，注重选择的有效性。1.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第二，任何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选择中产生的，只有拟定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方案对比选择判断，才有可能做到合理。第三，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环境，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就必须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第四，管理者用这个别无选择的标准来约束和衡量别人，必将扼杀多样化的思维，从而也扼杀了别人的创造力。第26章，鲶鱼效应，让自己保持适度的紧张。挪威人呢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但是从深海捕捞的沙丁鱼总是还没到达岸边就已经口吐白沫。渔民们想了无数的办法，想让沙丁鱼活着上岸，但是都失败了。然而有一条渔船总能带着活鱼上岸，他们带来的活鱼自然比死鱼的价格要贵出好几倍。这是为什么呢？这条船又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他们在沙丁鱼槽里放进了鲶鱼。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当鱼槽里同时放有沙丁鱼和鲶鱼时，鲶鱼出于天性会不断地追逐沙丁鱼。在鲶鱼的追逐下，沙丁鱼拼命地游动，激发了其内部的活力，从而活了下来。这就是鲶鱼效应的由来。鲶鱼效应的道理非常简单，指人们通过引入外界的竞争者来激活内部的活力。
合理引入鲶鱼型人才。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狮子率领的兔子军远比兔子率领的狮子军作战能力强。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主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智慧和能力相同或相近的人不能扎堆儿，能人扎堆儿对企业发展不利。3个能力高强的企业家合资创办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并且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的职位。一般人认为这家公司的业务一定会欣欣向荣，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这家企业非但没有盈利，反而是连年亏损，原因是不能协调。3个人都善决断，谁都想说了算，又都说了不算，最后啥事儿也没干成。管理层内耗导致企业严重受损。这家公司隶属于某企业集团，总部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请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退股，改到别家公司投资，同时呢，也取消了他总经理的职位。有人猜测这家亏损的公司在经历这一番撤资打击之后一定会垮掉。没想到在留下的董事长和常务副总经理的齐心努力下，竟然发挥了公司最大的生产力，在短期内使生产和销售总额达到原来的2倍，不但把几年来的亏损弥补过来，并且连续创造出相当高的利润。而那位改投别家的企业的总经理，自担任董事长后，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表现出卓越的经营才能，也缔造了不俗的业绩。这个案例说明，3个都是一流的经营人才，可是搭配在一起却惨遭失败，而把其中一人调开，分成2部分，反而获得成功。关键在人事协调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智慧、思想和个性，如果意见不一或个性不投缘，往往容易产生对立和冲突。这样一来，力量就会被分散或抵消。1+1等于2是尽人皆知的算术问题，可在用人上就不同了。配置得当，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等于5。配置不当呢，人员失和，1+1可能等于0，也可能是个负数。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最好不要都配备精明强干的人。盲目引进会造成鲶鱼未到，沙丁鱼开溜。企业决定是否引进鲶鱼时，一定要看有没有实际需要。如果盲目引进，就可能使一些有抱负的沙丁鱼由于看不到希望而另谋高就。反鲶鱼效应，有压力不一定有动力。压力与业绩之间存在着一种倒 U 型关系，适度的压力水平能够使业绩达到顶峰状态，过小或过大的压力都会使工作效率降低。心理学家叶克斯与杜德逊经实验研究，解释了心理压力、工作难度与作业成绩3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们因动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对人们的工作表现有促动功能。不过压力所产生的促动功能的大小，还因工作难度与压力高低而异。通常来说，在简单易为的工作环境中，当人们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时，将会实现比较好的成绩。这是因为简单工作多属重复性的活动，人们长时间从事这种活动，便会形成自动化的连锁功能。在完成工作时，一般不需要太多的认知思考，便可以充分的胜任。因此，如果存在心理压力的话，不但不会影响自动化功能的进步，反而有可能提升自动化的速度。但是，对于那些复杂困难的工作，便是另一回事了。由于人们在从事复杂、需要较多智力付出的活动时，心理活动易于受到复杂困难情绪的扰乱。如果承受了较大的压力，思考稍有疏忽，就难免会忙中出错，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由此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种活动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第二，动机在最佳水平随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第三，在难度较大的任务中，较低的动机水平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很显然，一般而言，那些可以灵活调整自己动机强度的人，
更易于取得较好的工作业绩。鲶鱼效应告诉你，在压力和动力间求取平衡。第一，如果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压力并不可怕，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和化解。第二，一只空木桶很容易被风打翻，如果装满水，负重了，风就会吹不倒。第三，当船上负重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空船时才是最危险的时候。第四，一个人饭后散步时可以背起手来闲情漫步，如果让他挑上100斤重担，便会立刻小跑起来，这是压力产生的动力。第五，把压力变成动力，压力就是蜜糖；把压力憋在心里，压力就是砒霜。第六，事情的本身并无绝对的压力可言，压力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一个人对问题的态度。第七，只要你能够放开胸怀去面对，压力不但能化解于无形，更能成为成就你的动力。第27章，刺猬法则，神秘的心理距离。生物学家曾做了一个实验，冬季的一天，把10几只刺猬放到户外空地，这些刺猬被冻得浑身发抖，为了取暖紧紧地靠在一起，而相互靠拢后呢，它们身上的长刺又把同伴刺疼了，很快就分开了。寒冷又迫使大家再次围拢，疼痛又迫使大家再次分离，如此反复多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佳的位置，保持一个忍受最轻微疼痛又能最大程度取暖御寒的距离。刺猬法则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彼此的美好。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自我空间。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选择题。你要坐公交车出去玩，上车后你发现只有最后一排还有5个座位。走在你前面的2个人，一个选择了正中间的座位，一个选择了最右侧靠窗的座位。剩下3个座位中，一个在前2个人之间，2个在中间人与最左侧的窗户之间。这时你会坐在哪里呢？我想你多半会选择最左侧窗户的座位，而不是紧挨着2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坐下。不要好奇，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也像前面讲的刺猬那样，彼此需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呢，有时是环绕在人体四周的一个抽象范围，用眼睛没法看清它的界限，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不容他人侵犯。例如，无论在拥挤的车厢里还是电梯内，你都会在意他人与自己的距离。当别人过于接近你时，你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位置来逃避这种接近的不快感。但是挤满了人无法改变时，你只好以对其他乘客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忍受心中的不快，所以看上去神态木然。还有，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其10多年的总统岁月里，对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总是这样说：我使用你2年，正如人们不能以参谋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你也不能以办公厅主任作为自己的职业。所以他的秘书处、办公厅和私人参谋部等顾问和智囊机构，没有任何人的工作年限能达到2年以上。用戴高乐自己的解释就是：第一，由于受军队流动性做法的影响，他觉得调动很正常，固定才是不正常。第二，他不想让这些人成为自己离不开的人，唯有通过调动才能使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顾问与参谋的思维决断具有新鲜感及充满朝气，并能杜绝顾问与参谋们利用总统与政府的名义来徇私舞弊。关于这方面，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一个刚刚开门的阅览室，当里面只有1位读者时，心理学家进去拿了把椅子，坐在那位读者的旁边。实验进行了整整80人次，结果证明，在一个只有2位读者的空旷的阅览室里，没有一个被试者能够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自己坐下。
当他坐在那些读者身边之后，被试者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很多人选择默默地远离到别处坐下，甚至还有人干脆明确表示你想干什么。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自己把握的自我空间。如果这个自我空间被人触犯，就会感到不舒服、不安全，甚至恼怒起来。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人际交往中，一定要把握适当的交往距离。就像前面互相取暖的刺猬那样，既互相关心，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社交距离多少合适，视关系而定。既然距离在人际交往中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保持多远的距离才合适呢？一般而言，交往双方的人际关系以及所处情境，决定着相互间自我空间的范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划分了4种区域或距离，各种距离都与双方的关系相称。一、亲密距离。所谓亲密距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是人际交往中的最小间隔，其范围大概在15厘米之内，彼此间可能肌肤相触、耳鬓厮磨，以致相互间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气味和气息。其远范围呢是15到44厘米，身体上的接触可能表现为挽臂执手或者促膝谈心，仍体现出亲密好友的人际关系。这种亲密距离属于私下情境，只限于在情感联系上高度密切的人之间使用。在社交场合大庭广众之下，两个人如此贴近就不太雅观。在同性别的人之间，往往只限于贴心朋友，彼此十分熟识而随和，可以不拘小节，无话不谈。在异性之间呢，只限于夫妻和恋人之间。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不属于这个亲密距离圈子内的人随意闯入这一空间，不管他的用心如何，都是不礼貌的，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也会自讨没趣。第二，个人距离。这是人际间隔上稍有分寸感的距离，较少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个人距离的近范围大概在46到76厘米，正好能相互亲切握手，友好交谈。这是与熟人交往的空间，陌生人进入这个距离会构成对别人的侵犯。个人距离的远范围是76到122厘米，任何朋友和熟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个空间。不过呢，在通常情况下，较为融洽的熟人之间交往时，保持的距离更靠近远范围的近距离一端，而陌生人之间谈话则更靠近远范围的远距离端。人际交往中，亲密距离与个人距离通常都是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场合则使用社交距离。什么是社交距离呢？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了亲密或熟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体现出一种社交性或者礼节上的较正式的关系。其近范围大概在 1.2 到 2.1 米。一般在工作环境和社交聚会上，人们都保持这种程度的距离。社交距离的远范围是 2.1 到 3.7 米，表现为一种更加正式的交往关系。例如，公司的经理们常用一个大而宽阔的办公桌，并将来访者的座位放在离桌子一段距离的地方，这就是为了与来访者谈话时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企业或者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工作招聘时的面谈，教授和大学生的论文答辩等，往往都要隔一张桌子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就增加了一种庄重的气氛。第四，公众距离。通常呢，这个距离指公开演说时，演说者与听众所保持的距离，其近范围大概在 3.7 到 7.6 米，远距离呢则在 7.6 米以上。这是一个几乎能容纳一切人的门户开放的空间，人们完全可以对于处于空间的其他人视而不见，不予交往，因为相互之间未必发生一定联系。因此呢，
这个空间的交往大多是当众演讲之类。当演讲者试图与一个特定的听众谈话时，他必须走下讲台，使两个人的距离缩短为个人距离或社交距离，才能够实现有效沟通。了解了交往中人们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交往距离，我们就能够有意识地选择与人交往的最佳距离。而且，通过空间距离的信息，还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人的实际社会地位、性格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女人远观才美，男人近看才实。女人是水做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远远地看着像画一样，每天对着就缺乏了新鲜感。这就是距离的力量，有距离才能产生美。俗话说，看景不如听景。从来没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只是远远地听别人描述那优美的景色，你的想象会比那描述更美上10倍。一旦你去了，真正近距离地触摸了那听到的美景，你会发现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与你以前看过的风景比起来也没有特别之处。其实不是那些地方不美，是你想象的景色过于美，美到并非人间所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你失望了。美女也是一样，从来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只敢远远地看着。她在你心中会越来越美。当有一天她成为你的朋友或女友，你天天那么近地看着她，你会发现她与别的女人也没有多大差别，长得也不是那么的漂亮。所以老人们常说，长得好看的人越看越一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女人是水，远观清澈脱俗，近尝平淡无味的话，那么男士就是土，远看肮脏粗俗，近剖内涵丰富。男人是要近看的，不要深入与他接触，你永远也看不到他真正的思想光辉。不要相信那些男人的花言巧语和夸夸其谈，要真正的与其进入内心交流，才能看出他是否真的有内涵。十全十美的白马王子在现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但真正的好男人这个世界上并不少，少的只是发现。什么才算是好男人呢？千人千面，万人万解，但无论是怎样的男人，都只有真正的接触后才能识其真面目。思想是一个男人最强的隐蔽力量，是做人的智慧与谋略。男人有思想，才能积极主动地创造成功的机会，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从而打造丰富多彩的人生。女人要看懂一个男人，就不得不深入他的思想，不然就无法见识他全部的美丽。男人不是因为他生来是一个男性，就称得上一个男人了。一个男人有时候只有在一个女人的身边，才可能完整地展示出属于男人的阳刚。有些男人善于卖弄，华而不实，如果你仅被他外在表现所迷惑，那就离危险不远了。男人可以不漂亮，但不能没有思想，没有品质，没有责任心。女人要远看，是从美学角度说的，男人要近看，是从现实角度来考虑的。人总是会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在大家面前，但有些男人不懂得表现，他们总是把自己最美的思想藏得很深，这就需要独具慧眼的女性去挖掘宝藏了。善于卖弄的男人最初或许会令女人着迷，但是他们无法给予女人持久的爱情，以为激情就是爱情的女人会自食恶果。因为有些男人只愿采花尝新，他们畏惧真正稳固亲密的关系，所以女人不能不防。打女人的男人不能原谅，吃软饭的不能原谅，赌棍嫖友不能原谅，无孝心无德行的不能原谅，品质恶劣的不能原谅，言而无信的不能原谅，因为这样的男人没有责任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不可不学的心理学32定律》，作者木之，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第3章，巴纳姆定律，真正的认识自己。
一位名叫肖曼·巴纳姆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它使得每1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巴纳姆定律。巴纳姆定律说明，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自己。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他仍然认为这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距离适当，感情才能幸福美满。有距离才有美感。很多婚姻的触礁原因就在于妻子和丈夫走得太近，恋爱中出现问题，很多也因为双方整天黏在一起。太近的距离让双方的缺点暴露无遗，少了那种朦胧的美感。而且，男人爱女人很多是因为女人的美貌，但过日子不是只靠脸就行的。有的女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她们以为只要自己能守住美貌，就能抓住丈夫的心。岁月无情，容貌易逝，单从外表上比拼，最终还是要被年轻女人击倒。只有美丽的内在，才能真正长久地抓住一个人的心。女人如书，容貌是书的封面，气质是书的内容。仅有漂亮的外貌，却缺乏内涵气质的女人，这样的书尽管封面装帧很漂亮，但并不具有可读性。相反，既有美的外貌又有美的气质的女人，才是既可观赏又耐品读的珍品书。所以，把你用来美容打扮的时间分一半用来装饰内在，岂不是更好吗？这样无论远看近看，你都是美丽的女人。当然，这是针对女人自身修养来说的。对于男人如何看女人这一问题，男士们还要与妻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让双方离得太近，也不要对妻子的缺点过于苛刻。她本来就不是天外飞仙，你不能用你以前幻想的那个完美形象来要求自己的妻子，这样不公平。给双方一点空间，懂得欣赏妻子的优点，这样才会让生活更融洽。对于男人来说，好男人是不能用统一标准来划分的。同样的特性放在这个男人身上是优点，放在那个男人身上可能就是缺点了。也许是人之优我之劣，也许是人之劣我之优。世事的不确定与变化，使人们的性格千奇百怪，世界也变得多姿多彩。也许一个男人会因为少了聪慧多变而成就了他的敦厚质朴，也许一个男人会因为心地善良而仕途失意，更也许一个男人会因为一时的莽撞而一夜暴富。男人如书，从外观上讲，书有厚薄之分，有装帧堂皇与简约之别。男人也有魁梧与矮小，俊朗与猥琐之别。从内容上说，书分高雅和平庸，厚重与浅薄。男人更有内涵深厚与空有一副外表之分。男人如书，有的可以终生相伴，相濡以沫，有的只能默默祝祷，遥遥相望，有的则唯愿此生不与之谋面。读书是需要时间的，好书多读才能懂。男女双方需要学会欣赏与被欣赏，要懂得保持最适当的距离来欣赏和被欣赏。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美只是相对的，唯有缺憾才是绝对的。欣赏他人的时候，要懂得找到最佳的距离来欣赏；被欣赏时，我们要尽量保持在最佳距离给人欣赏，该远则远，该近则近。圣经中，上帝对男人和女人说：你们要共进早餐，但不要在同一碗中分享；你们要共享快乐，但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像一把琴上的两根弦，你们是分开的，也是分不开的；像一座神殿的两根柱子，你们是独立的，也是不能独立的。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婚姻关系中两个人的韧性关系，拉得开但又扯不断。
谁也不能过度束缚对方，也不能彼此互不关心。有爱，但是都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这才是和谐的婚姻。可是很多人似乎并不能体会到婚姻的真谛，在他们眼里，对方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常常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让对方改掉坏习惯。可是习惯的产生是日积月累的作用，在自己身上已经存在了几十或者十几年，当然不会轻易改掉。于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夫妻之间产生争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把婚姻当成一把雕刻刀，时时刻刻都想用这把刀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雕塑对方。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在婚姻生活中当然就希望甚至迫使对方摒除以往的习惯和言行，以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有谁愿意被雕塑成一个失去自我的人呢？于是个性不合，志向不同就成了雕刻刀下的成品，离婚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要知道，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付出，只有两个人同心协力才能维护好一个温暖的家。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对方的付出，甚至有的人会把对方的付出看作是想当然的。如果对方稍微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就加以指责，这样的做法无疑会伤害了对方的心，会让他觉得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爱一个人就应该让他感觉到幸福，而不是要给他原本疲惫的心灵增加新的创伤。所以在夫妻生活中一定要相互扶持，相互欣赏，相互鼓励。虽然因为个性的不同，两个人没有办法完全融为一体，但是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存在，让他体会到你对他的欣赏和爱护。在他犯错的时候给予善意的提醒，而非指责。有时候一个善意的眼神也会让对方觉得很温暖。在他犯傻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安抚，告诉他你真可爱。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却可以激起爱的涟漪，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体贴。疏者密之，密者疏之。自卫法则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就是领导者如要搞好工作，应该与下属保持亲密关系，但这是亲密有间的关系，是一种不远不近的恰当合作关系。与下属保持心理距离，可以避免下属的防备和紧张，可以减少下属对自己的恭维、奉承、送礼、行贿等行为，但也要防止与下属称兄道弟、吃喝不分。这样做既可以获得下属的尊重，又能保证在工作中不丧失原则。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这才是成功之道。没有距离感就难以树立权威。法国的戴高乐曾说，伟大的人物必然会与别人产生距离，因为没有威信就不能树立权威，没有与世俗的距离就不能产生威信。上司为顺利展开工作而注重同下属保持亲密关系固然重要，但一定要避免与下属私交过密，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束缚人的心灵，从而使你对下属难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希尔顿为自己的旅馆王国立下过一条原则：最低的收费和最佳的服务。他要求饭店的所有职员一定要做到和气为贵，顾客至上，不管谁违反了这一规定，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平时的工作中呢，希尔顿总是和蔼可亲，他爱与员工们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热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所以员工们与他的关系都很融洽。和希尔顿聊天就像是和一位长辈谈心，不用拘束也不用担忧，因为他是把每个人都当作酒店的主人来对待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呢，他是绝不含糊的。在公余时间，他从不邀请管理人员到家做客，也从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一次，饭店一位经理与顾客发生了争执，居然还大吵了起来。希尔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刻辞退了这位经理，
虽然这位经理业务能力很强，为饭店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希尔顿并没有姑息他，而是严格地执行了规章。希尔顿这种说一不二的性格，使得许多员工都认为他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所以都很尊重他。希尔顿的威望与日俱增。正是这种保持适度距离的管理，使得希尔顿的企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因此，领导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更能提高其威望，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刺猬效应告诉我们，领导要与下属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过于亲密，否则容易丧失领导权威，失去工作原则。但是，如何做到与下属之间的恰当距离呢？第一个，通过细心观察了解下属性格。对于性格比较开朗的，领导与下属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对于性格比较内向的，领导应该多接近下属，让他敢于勇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团队中的作用，目的是给他建立自信，更好地激励他的工作热情。第二，在工作期间一定要分清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在下班以后可以视为朋友哥们儿，但工作期间要注意场合，把握好分寸。第三，当员工碰到难题时，应该提供必要的关怀和帮助。管理者可以帮员工一起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走得相对近一点。刺猬法则告诉你增强亲密感的15个秘籍。1. 初次相见时坐在他的旁边。与人肩并肩谈话，在精神上绝对比面对面谈话要来得轻松。因此呢，与人初次相见，坐在他的旁边往往比较容易进入状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异性约会的时候。第二，适时地制造与对方身体接触的机会，借以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事实上，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无形的自我保护圈，通常除非是非常亲密的人，否则不容易侵入这个范围。但反过来说，若对方已经侵入了这个圈内，则往往就会产生对方是自己亲密者的错觉。第三，带微笑的谈话有助于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大家一起笑，很快就能消除彼此间的紧张感，并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亲密感。第四，与对方有共同点，就算再细微的也要强调。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共同点，就可以很快地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产生亲近的感觉。这样不但可以使对方感到轻松，同时也具有使对方说出真心话的作用。在人际交往中，对于交际对象找一些共同点强调一下，在拉近彼此距离方面会收到相当不错的效果。第五，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电话记事本的首页，会让对方欣喜万分。表示对别人重视的方法很多，其中记住对方曾经说过的话，然后向对方表示您曾说过，是相当好的一种方法。另外，记住对方的兴趣、嗜好和计划等，再找个机会赞美他一番，也是一种获得对方喜欢的好方法。第六，说出对方的服装或事物上的小变化，可使对方感觉我们很重视他。每个人都希望被人关心，并且对于关心他的人会很自然地产生好感。若想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地表现出你真正的在关心对方。因此，我们对于对方的服装或者随身事物等要随时注意，稍有变化就赞美他几句，这样往往可以让对方感到愉快。上述方法对女性尤其重要，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重视自己的容貌与服饰。对方一旦觉得你在关心他，就会自然地对你产生亲切感。第七，想让对方觉得我们关心他，就应该夸赞他的各种潜力。夸赞对方的各种潜力就是很好的方法。比如，与其说你的发型很好，不如说若再剪短一点会更可爱。这样说，对方就会觉得你真正的关心他，自然会给你留下好印象。第八，
用我们这2个字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有位心理专家曾经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他让同一个人分别扮演专制型、放任型与民主型3种不同角色的领导者，而后调查其他人对这3类领导者的观感。结果发现，采用民主型方式的领导者，他们的团结意识最为强烈。而研究结果又指出，这些人当中使用我们这个名词的次数也最多。第9，话中多叫几次对方的名字，可以增强彼此间的亲近感。欧美人士在谈话中常会不断地称呼对方的名字，往往会使刚刚才认识的人产生彼此已经认识了很久的错觉。因此，会话中多叫几次对方的名字，可以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第10，记住对方特别的日子，比如结婚纪念日、生日等，并在那一天表示自己的祝福，可以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技术高明的推销员就会善用这项人们常会忽略的事儿，来达到加强对方对自己的好感的目的。比如说，他们会在对方的生日打个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或者当对方的结婚纪念日快来时寄一张贺卡。虽然这只是一些不起眼的行为，但在虏获人心方面却非常有效。第11，见面时间长不如见面次数多。人际关系的培养主要是让对方觉得自己亲切而留下好印象，而逐次给对方留下的好印象，将比集中一次让对方留下的好印象更不易被淡忘。通常有人认为，偶尔陪人通宵达旦饮酒或者聊天等，可以很快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而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样造成的好印象若不继续加强，很快就会消失。第12，投其所好可以让对方更喜欢自己。比如，对方的兴趣是钓鱼，他就会收集有关钓鱼这方面的资料，并在下次见面时与他大谈钓鱼之道。当对方一听到他对钓鱼如此了解，便会产生同好而感觉倍加亲切。第13，缩短与异性间的距离，应该直接叫他的名字，而不是连名带姓的叫。男女之间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连名带姓的叫，等到关系比较亲密之后，就可以直呼其名了。第14，想要缩短与心理紧张者的心理距离，可以采取一些稍微粗鲁的举动。如果对方处于紧张的状态，我们不能消除对方的紧张感，就无法与对方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想要缩短与紧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不妨采取一些粗鲁点的举动，这样有助于心理紧张者放松下来。第15，穿和对方风格相似的服装，有助于较快获得对方的认可。物以类聚，穿着打扮类似的人往往容易聚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同步化，因为人类可以借着与周围的人共同的行动获得安全感。事实上，穿着类似的服装并不是女性的权利，男性在公司穿着与同事类似的服装，也具有缩短彼此间距离的作用。